丫头，你会后悔的。娘亲的身上伤痕累累，即便当初战尊为了保护她，将自己全部的力量都放在了她的身上，但是娘亲依旧是满身狼藉，几乎看不见一块完好的皮肤。无法想象，若是娘亲恢复了知觉，这会有多痛啊！邪尊的脊梁骨却是在这一刻一节节被踩断。别看，爹爹，是不是娘亲这样就能不那么伤心了？也许吧。小叶弟弟，等我们回去了，我们一定要好好修炼，你不可以再偷懒了，我们一定要变得很强很强，就算保护不了娘亲，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娘亲才不会伤心的。好，我一定会的。儿子真的长大了，懂事了。岳清晨，我们一同合作如何呀？合作？等本尊的邪力覆遍天下，天下之人都会听从本尊的号令。不管是日月府还是东神域，他们都曾与本尊的邪气有关联。如今本尊只差一步便可以成功，只要你放了我，与我合作，这整个天下我们共享。不，这天下给你，本尊愿听从你的号令。这丫头是个难缠的主，这个肉身是用不了了。既然如此，倒不如干脆的认输。毕竟我还有8成的魂魄在外，守住了8成魂魄，我便可以随便找个身躯夺舍了，然后东山再起。杀了我吧，是我错了，是我对不住战尊，该那样对我的徒儿，不该那样对待你。既然认错了，那我问你，我父亲是被谁抓去的？他在9界何处？这我不知道。臭东西，想将神魂抽离是不是？娘亲，你别担心，小叶帮你抓住他。邪元之气将那2成神魂控制住。臭东西，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要找到你的其余神魂呀？那我帮你一把吧。神魂合为一体，在小叶那奇怪的气息镇压之下，邪尊竟再无招架之力。娘亲，这老东西还想跑，怎么办？邪元之火一点点地落在神魂之上。不，放了我！告诉你，你父亲如今在何处？放了我！若是神魂都消散，那么我就彻底的死了。说，的确是在9界，他在南天界。何人带走了他？南天界的一个大家族，具体是谁，本尊不知。连对方是谁都不清楚，你却愿意将自己的徒儿交出去，果真是畜生不如。娘亲不要生气，小叶宝宝帮你。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当初北渊他在神域大展身手，机缘巧合被南天界看上，踏入了9界，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是南天界后来找到我，他们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练就丹邪，成就大成，只是为了能够将北渊抓回去。北渊，这便是我父亲的名字吧？丫头，我该说的都说了，你放了我！哼，你又惹我娘亲伤心，让我娘亲生气了，我讨厌你！邪元之火下，邪尊所有的魂魄全部被淬炼。你们说话不算话！哇，小叶弟弟，原来你这么厉害！岳小叶自己都没想到，小叶的天赋竟恐怖如斯。娘亲，坏蛋死掉了！父亲，您的仇我们替你报了。娘亲，你是不是害怕小叶宝宝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那样奇怪的力量。娘亲，是不是那个力量是妖童的气息？经此一事，小叶从前隐藏的天赋是彻底的觉醒了。邪元灵体亦正亦邪，若是使用得当，甚至可号召天下间的一切邪物。可是若无法驾驭得了，极有可能会被反噬，届时后果不堪设想。怎么会？你是娘亲的儿子，娘亲怎会害怕你？我的2个儿子呀，都是天下最好的。他们的魂魄都好虚弱，近乎烟消云散了。他们的魂魄被邪尊炼丹，全都被邪尊提炼了。那坏东西真是坏透了。苍明，你人呢？娘亲，苍明一夜昏过去了。我现在竟然可以看到从人身上脱离的神魂，这是你与众不同的能力。小叶，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天既然赐给你这样的能力，你便要善用它。我知道了，我有这个能力是为了来跟娘亲跟外公一起保护天下的。是的，小叶是个很厉害的小英雄呢。我先去将苍明爷爷弄醒。学姐
子，怎么了？我怎么突然昏过去了？苍明，你终于醒了，再睡下去，黄花菜都凉了。小主子，我不知道怎么了，方才在靠近这里后，魂魄就好像被人吸走，瞬间全身无力。那血池是专门用来提炼你们魂魄的。小主子，那是灭天，真的是灭天，是他们，我认得他们，他们怎么这么整整齐齐的排在这里？是留下老子一个孤零零的待在这儿。小主子，你靠近一点，让我仔细看看。哎，我的肉身竟然也在这里，原来我也没被他们给抛弃啊！还好，没脱离大部队。苍明爷爷，你想出来吗？当然要出来，我找到我的肉身了，战甲如今已经被小主子拿到，我的使命便已完成了。我要回到肉身，跟其余的兄弟一起再重振旗鼓，威慑神域。好，那我拉你出来。小屁孩，你怎么拉我出来？你娘亲说过了，我以后要学会多助人为乐。苍明爷爷，你看我帮你出来了哟。一个5岁的小屁孩竟然能够操控人的魂魄，要知道当年战尊将我的那一缕魂魄打入战甲之中，几乎是耗费了全身的力量的呀。好啦，苍明爷爷，你不用谢我。老子总算找到自己的躯体了，能回到老子自己的身体里去，老子就还会是这天罡最帅的。他压根融不进自己的躯体了。怎么回事？魂魄被动离体，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回去？那怎么办？回不去我的身体，难道我要成为孤魂野鬼了吗？小主子，我现在回去战甲里还来得及吗？想回到战甲里是不可能了。我乃是天罡13将之中最帅的，要是就这么成为孤魂野鬼了，实在是太冤了。娘亲，我也无可奈何。娘亲有法子，龙大封印住四方。你要做什么？将这群人的魂魄归位，即便是他都难以做到。岳清晨固然是风轻轻转世，但是他的力量也根本不曾完全恢复。相信我，不可胡来。我不会胡来的，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这样。他们一日魂魄不回归身体，便随时面临着灰飞烟灭的危险。我会在旁边助你一臂之力。娘，马上我替你归位魂魄。我已经集齐了3枚还魂碎片，虽做不到让死人复生，却能够做到让魂魄归体。娘，你等着我。战尊阁下，您看到了吗？您这么多年来牺牲了自己所做的努力，没有白费。小主子真的找到了夫人了，真的找到了。在那一道道强光之下，岳清晨的口中不住地念叨着什么。当年他受到神阴女王之托，寻找着还魂碎片，神阴女王更是在岳清晨的传承之中留下了有关操作还魂碎片的方法。想要活死人，需要集齐所有的还魂碎片，需要一整个还魂琉璃盏，而想要将人的魂魄归位，半盏也未尝不可。好厉害的力量！他当然厉害，这是创世者当年开辟大陆所用之物。当初下3域之所以被打通，便是因为这3片还魂碎片聚集了。哇，妖灵圣3月，如今可以互相之间畅通无阻，都被娘亲给征服了。3大域如今和平共处，毫不祥和。嘿嘿，这么厉害的东西都能被我娘收至麾下，我娘亲真是太棒了。爹爹，我认识的好多人都想活成娘亲的模样，他们都好羡慕娘亲哦。承担的越多，责任越多，这一切对清晨而言未免有些太累了。这么一群快要消散的魂魄们，还想让我们复活，真讨厌！我们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出手的。就是，我们可是创世者留下来的。这丫头想让我们复活这等平庸之辈，你休想！冲出这里，离开这里，我们要去往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3片还魂碎片早已经各自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娘亲，他们的魂魄力量开始消散了，不许走。算了，看在你将我们3个凑齐的份上，给你个机会，除非这群魂魄们不消散，我们才愿意替他们归位。要消散的魂魄们归位了，也没什么用。神音传承若使出其最高境界，可牵引住人的神魂。对，神音传承。紫阳琴轰然落于他怀中，神音之力，1重杀人无形，3重控人心智，5重则可御魂。琴曲高亢，仿佛在弹奏着一曲魂徽，牵引着远处的魂魄。小主子怎么会这样？难道这次就是永别吗？不会的。那是谁？他在召唤我们。沉睡了这么多年，我们竟然苏醒了。苍明，你怎也在此？那是战尊的女儿，是我们的小主子。她来了，她会前去帮我们将战尊带回来。小主子，那是战尊的女儿。战尊若是能够看到自己有这么大的女儿，一定很高兴。可惜了，我感觉太弱了，要消散怕是见不到这一幕了。小主子，以后是我们不能陪你一起走下去了，请小主子原谅，我们要先离开了。你们不会消散，战尊还等着与你们团聚。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娘亲，我还等着他们跟战尊团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消散，不能。你现在的力量暂且无法驱动无语魂。
以鲜血灌溉，可使我的力量加倍，只是会让你受点苦。掌心之中，鲜血汩汩落在琴弦上。爹爹，娘亲受伤了。老子命令你现在将那些魂魄归位，不然老子现在就捏碎了你。这样要消散的魂魄，就算归位了，也只是白费力气，他们还会死。除非魂魄重新变强。快停下！快停下！小主子，不要啊！没事，紫阳琴饿了，只要他吃饱了，他便可以协助我保住你们了。不是饿了吗？老子血来喂你，够不够？一滴一滴，龙大让开！喝？怎么不喝？你莫告诉本尊，本尊的血与你不相容，这鬼话本尊不愿意听。不敢，神龙之主的血不敢。喝吧，无妨。若不然，本尊现在便将你砸烂。岳清晨的脑海之中似乎回荡起了紫阳琴的打嗝声。御魂，你可以试试了。可以了，龙大。清晨，我受伤了，好重好重的伤，等一会儿结束了，你要好好给我治疗。好，你先让开。龙思觉这才轻吸了一口气，扫了一眼紫阳琴。好好干，干不好，老子会把你碾碎。不对山河不孤独，视同生死未曾辜负。谅不能共赴黄泉路，铁甲在身，家国为重。历尽前无不能不顾，壮烈年华一心交付。乱世不须英雄迟暮，荣辱功过有谁记录？看千秋霸业万古枯，寸土必争不退一步。因身后曾有人相护，几多不舍，此时间只有寒风空过，不忍回顾。谁俯身黄土，化累累白骨，踏血前行一步步。男儿不哭，刀总会锈腐，剑终成朽木。功德碑前相逢处，再将离殇与尊泣诉。我们不能死啊！铁甲在身，家国为重，历尽前无不能不顾。快看，他们不再消散了，他们的魂魄在加强了。娘亲，龙大，我成功了。那些魂魄终于不再消散，除了李心妹，她的魂魄与其他人不同，仿佛一直在沉睡状。拜见小主子。真好。别说话了，你累了，先在我怀中靠一会儿。还有我，好。他们的魂魄已经强大了，如你们所言，他们不会再消散了，是时候将他们归位了。这两个是什么怪物呀？他们竟然可以滋养魂魄，操纵紫阳琴。若我没记错，那紫阳琴乃是昆仑界神阴阁的传承。神阴阁当年是昆仑界乃至整个9界的第一大势力，早已经消散好久了，竟然在这里看到了。还有那个男人，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惹不起啊！琉璃盏上落下一道道的金色光芒，牵引着他们所有人的魂魄全部归位。魂魄都归位了，他们都回去了。成功了，小清晨。爹爹，娘亲，闭嘴！敢吵到你们娘亲，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那爹爹，我们现在先离开这里，其余再说。龙大，醒了，怎么不多休息会儿？龙思觉说了多少次，下次不能莽撞。没有莽撞，你看我的血他多喜欢，就那么一点点就让他喝饱了。神龙之血他当然喜欢了，但是若是伤到了自己，如何是好？放心吧，都结束了，你再找他们吧，他们刚刚魂魄归体，还有个融合适应的过程，尚不曾醒来。我们也去日月府吧，将这消息告知白若红，顺便替他解毒。臭小子，站住！娘亲，你醒啦！不好好在神庙待着，出来瞎跑什么？出来瞎跑也就算了，竟然还招惹上了邪尊。娘亲，神使爷爷去9界处理事情了，我们在神庙里待着的确是无趣，只有回来找娘亲了。是的，娘亲，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开溜的，我们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娘亲了，好想好想，想得每天都睡不着了。知道为何我会将你们放在神庙吗？我们知道娘亲是怕我们受到伤害，因为娘亲会遇到很多坏人，但是娘亲，我们不怕，我们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已经足够有能耐来跟娘亲站在一起对抗那些坏蛋。哼，娘亲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可是啊，娘亲要面对的是你们想象不到的。且不说记忆深处的风清瑶，甚至于那邪尊口中所说的那罗早战尊的南天界的家族，或许都是很难对付的。娘亲，我们不怕，我们现在是男子汉了。走，去看看你们其余的家人，他们见到你们一定很高兴。儿媳妇，好些天不见，娘好想你啊，怎么感觉有些硌手呢？龙思觉，儿媳妇肉眼可见的瘦了好多，你说说，是不是你欺负她了？没有。那为何我儿媳妇清瘦了这么多？我不管，反正是你没照顾好我儿媳妇。龙大很好，不关他的事儿。方才我跟人打了一架，打瘦了。打了一架？谁这么大的胆跟我儿媳妇打架？在哪里？我带着整个日月府的人去，看不打死他。放心，已经被我打死了，没什么。打死？这么威猛？
白舅舅如今在何处？他身子骨可还好？带我去。乖孙子，告诉奶奶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漂亮奶奶，爹爹真的没有欺负娘亲，娘亲跟人打架的时候，爹爹还放了好多血帮他。漂亮奶奶放心，爹爹娘亲都没事了。什么打架，竟然要放血？一个自称邪尊的家伙抓走了外公的好多手下，娘亲灭了邪尊后，又将外公的手下魂魄归位了。所以方才那动静是你们闹出来的？应该是吧。阿拉，孩子，你们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我们白家人会始终在你身侧。多谢。您来啦。小鼻涕虫，他最近情况怎么样？他的肉身在我的治疗下恢复的差不多，不过体内还是有一道毒素，让他醒不过来。干得不错，最近辛苦你了。嘿嘿，师祖夸奖我了呢。他体内的毒，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那是邪丹，其力量远胜过我丹神的水准。没事，我有解药。什么？但是您如今的力量不复从前。力量不够，基础的技能还是有的。不愧是当年战尊手下的人，即便这么多年没有苏醒，力量还是足够的。你到底是谁？为何知道我的身份？白叔叔，初次见面，请勿见怪。你到底是谁？我乃战尊之女，是战尊留下来的女儿。他的手中一闪，已经是多出一把银色的鞭子，身上的灭天战甲更是若有若无的闪烁着光芒。你真是战尊与夫人的女儿？真的是？抱歉，白叔叔，我来迟了。没想到我还能有重见天日的这一天。小主子，属下拜见小主子。不必行如此大礼，你们都是我的前辈。白若红重新坐住。可惜啊，战尊不见了，我们13人也都沦落至此。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本想着再前去救其余人，却没想到被陆如抓了。是我没有，他们其余人拼死护送我逃出来，我却没能完成任务。不用担心，我已经找到了天罡其余人，挟天他尚且在下3域，小六可惜早已不在了，其余10人已经魂魄归位。什么？那老东西竟然没要他们的命？他们好好的，至于那个老东西，您知道是谁？当然知道，我在逃离之前无意间撞破了他与2只鸟的对话。他是战尊的师傅，他之所以抓住我们，一是为了修炼邪恶的功力，2是为了一个宝贝。不过他这辈子休想得到那个宝贝。宝贝？是的，战尊当年得到过一个宝贝，那是创世者留下来的东西，那老东西就想着要那个。你知道他在何处？我知道。他在哪里？莫不是你也想得到他？是的。你是战尊的女儿，得到他也是理所当然，但是要得到他，唯有等我们天罡都聚集才可。叶清晨有些不解。小主子，带我去见其余人可好？好。半空之中却是传来了声声异响。清晨，我先去看看。这是来自神域的讯号光。糟糕，怕是出事了，3道讯号，说明神域危急。莫着急，我也去瞧瞧。清晨姑娘，你回来了。不错，我回来了。诸位放心，魔域不会再来犯，神魔通道此番也被关闭，大家不用再担心了。只这短短的时间，他前去魔域，竟将魔族击退了。才不是击退，打得魔族臣服了。真想将此告知天下，只不过这好像有点太拉仇恨了。儿媳妇，阿珏呢？他有事，过2日便回来。对了，儿媳妇，方才你弹琴的时候，有个人在吹箫，是谁？事情做完了，就想这么走了？我没猜错，果然是你。你想做什么？倒是我要问你一句，是你要做什么？让我猜猜你想干什么？若是不错，你当是自天域而来，天域阴脉传承的世家突然来我神域，莫非你是为了我手中的那把琴？这个丫头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都是误会。清晨姑娘，我只是碰巧路过此处。误会？果若没记错，方才你是在用箫声关闭神魔通道，你还妄图用箫声将我击杀，对不对？唉，天域来的，我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不该肖想，不要肖想，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紫阳琴本就该是我的，本就该是我雪家的。什么玩意儿？哪里来的这样大言不惭的女人？太不要脸了！席夫妇，这个就是之前吹箫特别难听的女人吗？吹箫那么难听，污染了所有人的耳朵不说，现在还在这里这样大言不惭。席夫妇，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脑子进水了。我的确来自天域，我雪家的老祖宗乃是当年神音阁的大弟子，如今神音阁已覆灭，这琴以及整个神音传承自当是我雪家的，而你不过只是一个盗窃者，盗取了我雪家的东西。现我要你将我雪家的东西完好无损的归还。小黄鸡，看来你说的对，我也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脑子进水了。阿文，你还愣着干什么？杀了他，杀了他！
圣者6重的力量轰然往外释放出来。所以你确定你们要跟我打？能催动神情又如何？你以为我不知道？方才你催动神情已经耗费了你几乎全部的力量，你是不可能再以情来攻击了。现在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乖乖的将神情交给我，再将当初我看上的那一身战甲卸下给我，我便饶你一命。否则，算了，那就速战速决吧。什么？要么现在滚出去，要么死。你敢打我的人？你敢？我乃是天域天女，是雪家的继承人。这正是天灵之气，是拥有天蛊力量之人所有。给过你机会了。方才那些来势汹汹的天灵之气全部都被熄灭了，又是一道剧烈的气流砸在雪霓裳的心口处。你一再与我作对，盗走我神阴后人雪家的东西，付出代价的。哼，那来吧，让我看看所谓的神阴后人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刺耳的箫声瞬间回荡于四方。又来了！西夫妇，他吹的实在是太难听了！我命令你，现在停止吹奏，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一道道的力量砸向小黄鸡，气死我了！西夫妇，我忍不住了！灼灼烈火烧灼在了雪霓裳的衣摆，他奋力的想扑灭烈火，但却是越扑越让自己狼狈。哼，就你这半吊子的水准，还一直在这里吹箫，也不怕惊扰了其余人。吹的难听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了。所谓的神阴后人，原来不过如此。好了，我已经见识过了，你已经没用了。这个将我关在魔域、居心叵测的人，该死！我不能死，还要拿到神器踏入九界。当混元珠被捏碎的刹那，老祖宗救我！老祖宗救我！是你捏碎了混元珠，召唤了本座。老祖，我乃雪家小辈，前些时日刚刚觉醒了天蛊。天蛊，原来是这个丫头。好，小姑娘，你召唤出本座所谓何事？老祖救我，他要杀我！好大胆的臭丫头，胆敢伤害我雪家之人，赶紧放开她，否则休怪我不客气。打不过就搬来老祖宗，天域雪家果然挺有种。老祖，原本我已经拿到了紫阳琴，却被这臭丫头给盗走了。老祖快帮我将紫阳琴拿走！将紫阳琴交给本座，可饶你不死。好大的口气！哼，不知死活，交出紫阳琴，否则莫说是你，便是整个神域，本座都能将之灭了。雪家老祖宗，既然你这么有能耐，那就自己来拿吧。雪老祖，看到了吗？紫阳琴根本不让你碰，它不是你的。胡说八道！本座当年便是神阴阁最优秀的大弟子，神阴传承早晚会落到本座的身上。席夫妇，这谁啊？竟然这么大言不惭，竟然还想拿走席夫妇的琴！只有席夫妇弹奏这个琴，才是天下最好听的。看，他是想屁吃！你竟能操纵紫阳琴，这不可能！唯独紫阳琴认定的人才能弹奏它。是的，老祖宗，他不仅盗走了紫阳琴，甚至还用紫阳琴伤了我。这不可能！当年我费了9牛2虎之力，因为能得到神烟传承。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能够得到神烟传承？凭什么？我不信，我师父宁死都不肯将神烟传承交给我，却将它交给了你。这位老祖果然是当年的神阴阁之人。当日神阴女王明明说神阴阁众人全都覆灭，为何独独留下了他？更甚者，这位雪老祖或许还与当年的神阴阁覆灭有关，那是因为你的师父早已看出你不过是个无用之辈。雪老祖，你受死吧！雪老祖突然抬起手来，以示操控起了箜篌。小子还可以吗？真是一个蠢货，竟然还妄图跟神清聊天！臭东西，别打扰我媳妇妇！烈火烧灼而来，吓得雪霓裳闭上嘴巴，仓皇躲避。自琴的上方，竟是自己发出了一声轰鸣，仿佛是在回应着岳清晨的问话。好，那咱们今日就打个痛快！与对面箜篌上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轰然撞击。臭丫头，纵你得了神音传承又何？在本座的眼里，依旧不堪一击。身为神音女王的大弟子，难道就只有这点伎俩？难怪女王宁死都不肯将传承给你啊！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音之力。雪老祖的箜篌突然发不出来声音了。什么？怎么会？该结束了，这位老祖宗。琴音穿透过了雪老祖的灵魂，落在了箜篌之上。不，这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雪老祖，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神音女王不肯将神音传承交给你吗？因为她担心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担心我会取代她成为神
神音第一高手的缘故。错，神音之力需以灵魂入内，你心思不纯，急功近利，根本无法真正的领悟音修的精髓。即便你当真得到了神音的传承，你也不可能将之发扬光大。神音传承若是交给了你，那才是浪费资源，那才是害了整个神音阁。一派胡言，本座杀了你！无数道金色光芒从紫阳琴上溢出，下一刻，血老祖的那道神魂在虚空之中瞬间瓦解。天骨发力，竟生生的自爆，自此突然凭空消失。哇，席夫妇，那女人竟然跑了！早就听闻天域天族之人，厉害者拥有天骨传承，天骨力量非凡，可以让人拥有2条性命。他这是牺牲了1条性命逃走，不过去掉了1条命，他现在力量只剩下了之前的2层。天骨还真是厉害，就是想不到天骨竟然出现在这样一个丑女人身上。我还以为能够拥有厉害传承的人都跟席夫妇一样风华绝代呢。席夫妇，我们去哪里呀？回去吃好吃的吗？之前在魔域我杀的魔头最多哦，我赢了。天域总归是已经得罪了，只怕我要亲自前去一趟天域了，顺便将天域的最后1枚还魂碎片找到。娘亲，娘亲，你好厉害，打败了魔族！多亏了有你们爹的相助，若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松的打败。娘亲，你是想爹爹了吗？果然爹娘是真爱，孩子是意外。我跟小莫哥哥今天打扮的这么好看，娘亲你睁眼都不看一眼。臭小子，好好说话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娘亲，今天是你的生辰哦，你还记得吗？生辰，原来我都已经正式离开世月林1整年了。娘亲，这是我跟小莫哥哥一起锻造的法器，你一定要带着。娘亲，你不喜欢吗？喜欢，娘亲最喜欢你们送的礼物了，不管你们送什么，娘亲都喜欢。小叶、小莫，你们暂且先回神庙去，娘亲有事要先出去一下。娘亲去哪里？娘亲必须要找到一个东西才能去到9界，昆仑界、南天界都有人在等着我。好，娘亲放心的去吧，我们在这里帮您守护着神域。我的儿子长大了，当然了，娘亲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事情，我们永远会是你的后盾。等着我，等所有的事情解决了，娘亲便带着你们闲云野鹤，过自己安静的生活。好，等娘亲解决完了所有的事情，我们要跟娘亲一直待在一起。还有妹妹，娘亲等解决完了，给我们多生几个妹妹可好？神庙里有一只小香猪，都一口气生了3只崽，娘亲你也给我们多生2个吧。岳清晨正要说话，小叶弟弟，你怎么能拿娘亲跟那个小香猪比啊？还是小阡陌稍微懂点事，娘亲肯定比那个小香猪厉害100倍，最起码能再生3个。岳清晨突然觉得他好像很久没有打孩子练手了。鱼，你跟小叶、小莫暂且留在无极山上。是，岳主人，您放心。手中多出1颗易容丹，等那丹药入腹。哇，席夫妇，你怎么突然变成一个男人的模样了？还这么俊？好吧，此番前去天域，还是低调一点为好。席夫妇，你这样，我以后怎么喊你？视线突然落在了岳清晨的胸前。真的没有了。小黄鸡甚至要窜上前，仔细的探查一番。小黄鸡，你胆敢胡来，今晚你就化成一碗鸡汤了。怎么回事？姓龙的不是走了吗？我怎么忘了？那个男人有一道神魂还在。不错，不愧是本尊的媳妇，果真是英姿飒爽。以后本尊不在的日子，你就以这样的模样示人吧。哼，那估计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家席夫妇的身边就已经多了一堆女人了。等本尊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做红烧小母鸡，是时候该给小叶、小莫加一点营养了。正好再养养，养肥了就开宰了。龙大，你那边怎么样？快了，我已经找到了那老东西的老巢，再过几天我就回来。好，万事小心。清晨，我先撤了，那老东西出现了，我们也走吧。席夫妇，这就是天域吗？跟神域好像并无多大的区别。神域跟天域的确区别不大，只不过天域之内多了一个天族。天族就是之前吹箫很难听的那个女人吗？是的，她应当就是天族之人。天族之人拥有天骨，拥有2条命，一条天命，一条自己作为人族的性命。只不过天族早已经不复存在，没想到在这天域又出现了天族了。天族又怎么样？还不是我家席夫妇的手下败将。以
以后没有特别的事情，先不要钻出来，这里毕竟人生地不熟，别出什么岔子。放心啦，席夫妇，有我在，我保护你。好吧。你说雪家夺走了你的天骨？是的，我来找我主人的时候不小心饿晕了，就被雪夫人捡了回去。再醒来的时候，我的骨头被夺走了。这雪家真残忍，对一个小姑娘下此狠手。不过那雪霓裳如今已经去了半条命了，也难怪雪夫人要将她再抓回去。只怕雪家是太着急了，你先跟着我吧，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大哥哥，我还小，还只是个孩子。放心，我只是看你一个小姑娘可怜兮兮，想帮你罢了。眼前这个大哥哥虽然看着长着蛮风流的，但是眼睛还是很清澈的。主人以前总是抱着我的时候对我说过，观人必先观其眼，眼乃心之所出，装不出来的。你要找的人长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时间太久了，但是我记得我家主人是这个天底下最美的。问了个寂寞。还有呢？还是这个天下最凶的，每次骂起人来，揍起人来，比谁都恐怖。每次主人都喜欢骂我。这么软萌可爱的小姑娘，你家主人也舍得去骂？看来你家主人实在是……不许你说我主人。我主人是这天底下最好的。对了，我家主人还有个跟屁虫，那个跟屁虫天天跟着他，跟屁虫长得也很好看，可我记不清楚他的模样了。原本少女本来性别是未定的，就是那个跟屁虫天天要挟她，以前跟她说了无数次，让她化作人形之后要选择雌性，少女才变成了一个小姑娘，要不然她就要被那个跟屁虫揍了。放心，等你找到了你主人，我会帮你好好说说，让他跟他的跟屁虫莫要这么残暴，毕竟你还只是个小姑娘。她重重的点了点头。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摇摇头。算了，那暂时就喊你小姑娘吧。好的，大哥哥。哥哥，你在找什么东西吗？我也许可以帮忙。你要真有这个本事，怎会沦落到现在这样的境地，被人挖去了骨头，实在是惨。小姑娘鼓囊囊着脸，口中轻唤着什么，瞬间从四面八方无数只虫蚁爬了过来。大哥哥，你想问什么？也许他们会知道的。之前我跑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帮忙的，是他们替我咬断了那个笼子和捆着我的绳子哦。倒是看不出来，这小姑娘竟能号令飞禽走兽。不过也是，她曾经拥有天族的天骨，我想找这个。取出了一副还魂斩碎片的画像。这个呀，你们见过吗？所有的虫蚁都摇摇头。你们都是本地的虫鼠，活了这么多年，这点事情都不知道，那我还要你们有什么用？这点小忙都帮不上的话，还不如都烤吃了。有一只老鼠叽叽喳喳地诉说着什么，小姑娘正想要翻译。你说你曾在雪家见过她？小老鼠点头。雪无双。小老鼠再点头。好了，你们退下吧。你到底是谁？这些虫兽并非普通的虫兽，它们都是活了很久，曾经在天族待过的虫兽，一般人是无法与它们对话的，而你却可以。你到底是谁？你有什么居心？我是个驯兽师。天族的天兽是一般驯兽师驯服不了的，只有天族自己的驯兽师才能跟他们对话。那就不知道了，也许是这些天兽们变异了吧，时间久了什么都可能发生，毕竟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甚至连骨头都被人给抽了。拥有天骨应该是天族最厉害的人吧？是这样吗？不行，我得迅速找到主人，等我找到主人了，一切就全都解开了。下一刻好疼好疼啊！别着急，我来帮你。不要啊，大哥哥，我有半分力气，只要2个时辰就好了，我习惯了。席夫妇，这是炼魂焰。炼魂焰，那不是地狱里的火？18层地狱之中最是歹毒的烈火便是炼魂焰，而这炼魂焰往昔不过都是为了惩罚穷凶极恶之人，等穷凶极恶之人去世，入了阿鼻地狱之后，便会遭受这炼魂焰的惩罚，以烧毁那恶人的灵魂，也作为对恶人的最痛苦的惩罚。他一定很疼。没事的，不疼的，我习惯了，每个月都会承受一次。哥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先从这里离开吧，我怕吓到你。还有，你不能再靠近这里，不然会被这火烧的。从前就有人在我承受这奇怪的火的时候，想把我拉出去，结果血将他给烧死了。主人，你在哪里啊？
我想你。放心，我既然之前救下了你，就一定不会放任你不管。炼魂宴是用来惩罚已经死了的穷凶极恶之人，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姑娘，你胆敢公然破坏阿鼻地狱的规则？哪里来的野小子，别多管闲事！阿鼻炼狱之火乃是奉命前来，每个月淬炼一次这个小姑娘的魂魄，让这小姑娘生不如死。若是完不成，她便要惨了。退下！大哥哥，你快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被这烈焰淬炼，以至于我的记忆都飘了，忘却了很多事情。银鞭炸起，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原来就是一个小鞭子而已。可笑，这么多年来，能够奈何得了炼魂宴的人只有一个。哼，那很不幸，你现在又遇到了。这什么鞭子，怎么烧不掉？灭天鞭，连天道尚且都能灭，对付你一个小小的火苗有何困难？退下，不得来找这小姑娘。狂妄的小子，你算什么东西？还有，我乃炼狱的炼魂宴，你胆敢喊我小火苗？怪火，你不要为难大哥哥。我倒是要看看，等一会儿你的魂魄被淬炼的时候，还能不能这么嚣张？不要，大哥哥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人族，他一定承受不了的。蓝色的光芒之下，岳清晨只觉自己的魂魄似乎要被剥夺。你干了什么？地狱里的小火苗，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还这么嚣张妄为啊？你是谁？灵魂竟如此强大？小火苗，这么多年不见，你就不认识你姑奶奶了？是你没死啊？不敢了，领主尊上，我没想到这个男人是你，没想到啊！本尊当年似乎就鞭笞过你，你仿佛没有吸取教训。在他还是风青青的时候，岳清晨闯入过无间炼狱，与这炼魂宴有过交锋。当初被这位祖宗殴打完之后，他可是耗费了足足5000年，才堪堪将力量恢复好。为何要对付这个小姑娘，让她遭受如此痛苦？不是我自己要淬炼她的呀，是她自己让我淬炼的。主人，竟然真的是你！主人，我找了你找了好多年，好多地方，好久好久。闭嘴，别哭了，我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主人，你又在凶我。陡然幻化做了一只火皇。红红，是你？火皇乃是他灵凤家族的坐骑。岳清晨还是风青青的时候，火皇从小就一直跟着他。风清瑶当着他的面将火皇击杀，放光了他的鲜血，将火皇丢入了炼丹炉炼药。他以为火皇早已经死了。主人，是我呀，我没有死哦，我不仅没死，我还已经修炼成人形了的。是你自己在无间炼狱要求炼魂宴惩罚你。我忘了。真是这样，我没有说谎，领主大人，这只小火皇本来早死了，他在无间炼狱要经过轮回的时候，自己请求炼狱之主要求复活，不入轮回。他说，若是他入了轮回，就会忘了一个人，所以我必须过来淬炼他呀，若不然我就是违背了原则，会受到炼狱之主的惩罚的。小家伙，你真傻。我才不傻，我找到主人了呀，原来我叫红红呀，好可惜啊，我除了记得主人你，其余的我全都忘了。没事，过去的事情不重要，忘记了也好。席夫妇，你要去哪里？我也要去。我先去雪家收一点利息，你照看好他，莫让任何人靠近，回来给你奖励。最近我可以开始炼制神品丹药了。席夫妇，你这说的什么话？照顾这小红娘是我分内的事情，毕竟她以前是席夫妇你的坐骑，你的伙伴便是我们的好朋友，好朋友之间怎可沾染上这些俗物？哦，你说的对，既然如此，那就算了。这神品丹药我拿去变卖了，换钱也行。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女人的心海底的针。本主却失宠了，失宠了。说是那神品在我手中该有多好，我一定会比那个贱人弹得更好，一定。你等着，等我收服了天族，我一定要弄死你，踏平整个神域。那就看谁先弄死谁吧。美人娘亲，我们不回去吗？莫着急，好戏才刚开始。怎么回事？那小子怎么还不回来？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真是不知道怎么当上雪家的家主的。老祖，夫人不好了，出事了，宝库里所有的东西全都被人洗劫一空了。什么？
该死！是谁？谁好大的胆子，敢将本座的东西全都盗走？整个雪家有能力从老爷手中盗走东西的人，只怕只有一个。谁？雪无双，他是老爷的养子，实力非凡。虽然是残废，却是雪家最厉害的人。将整个雪家封住，另外将雪无双带来，本座倒是要亲自问问他。美人娘亲，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那个老东西虽然受伤了，但是还是有点本事的。莫着急。这么晚了，大家在这里一起赏月吗？那是雪无双，雪家甚至连雪家主都要忌惮的角色。即便这雪无双不过只是一个残废，但是他的符咒水平早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竟连雪老祖都忍不住不敢小瞧了他。我听闻有窃贼入了我雪家盗窃，当真？不错，无双，有人迷晕了老爷，盗走了老祖当年的宝物。是吗？那简单，让老爷醒来问问是谁做的就是了。一道光芒落在雪舞的上方，不多时，雪舞就苏醒了过来。雪舞，你可知错？到底是谁盗走了本座的东西？我不知道。整个雪家能让老爷如此维护忌惮的，或许也就只有雪无双了。老爷莫怕，是谁你就说出来，千万不要维护。你晕倒在秘境宝库之中，定然是亲眼看到了是谁从你跟前拿走的东西。美人娘亲，看来那个小残废要帮我们背锅了。不会，雪无双断不是什么简单的人，只是是敌是友，那就不知道了。雪无双抬着头，恰是看向了岳清晨所在的方向。我倒知道是谁盗走，小子还不快说！提取了老爷的神识，让大伙儿看看到底是谁做的。这个男人分明知道我的存在，竟还帮着我，甚至于按照我的计划走。美人娘亲，原来这个小残废是神助攻啊！老祖不可！没事，我恰巧昨日炼制了一种提神符，不会耗费多大的力量。不可，那是雪天女。这么多的好东西，我当然要将他们都带走了。不可能！那臭丫头在何处？本座定要亲手扒了她的皮，去了她的骨。老祖饶命，这一定是误会，一定是误会啊！还不去将那死丫头带来！凛冽的气流瞬间砸在他的身上。老祖，你为何如此待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胆敢不将本座放在眼里，还肆意拿走本座的宝物，该死！本座的宝物如今被你放在何处？老祖明鉴，民女不敢，民女不敢啊！民女不是故意要吞下宝物的。臭丫头，你竟将宝物吞下了！本座算是发现了，原来你是本座的克星，若非是你，本座怎会有今日？老祖，求您饶了霓裳一命。本座问你，你可是觉得你自己拥有天骨，便高人一等，想私吞了那神琴，越过本座？老祖，霓裳知错了，求老祖放了我，霓裳愿意任由你处置。哼，不知天高地厚。好，本座可以原谅你这一次。本座听闻，再过几日便是你的大日子，待天族认了你之后，本座要你将整个天族交由本座处置。好，老祖放心，您是晚辈的祖宗，晚辈定会将天族献给您的。哼，那本座就暂且饶你一命。若是让本座发现你有所欺瞒，本座将会一手将你捏碎。晚辈不会让你失望的。滚吧，本座改日再同你好好算账。娘，臭丫头，你实在是让我失望至极！谁让你去盗取雪老祖的东西的？娘，我没有。方才已经当着雪老祖的面承认了，现在又敢撒谎？我盗取了老祖的东西，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只是承认我服用了一颗生品丹药罢了。好了，今日时辰不早了，那就先散去吧。若再惊扰了老祖，只怕后果很严重。霓裳，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娘，我真的没有盗取老祖的宝物，那瓶神品丹药难道不是你放在我窗边，我才吞下的吗？该死，莫非是有人暗算了我们？唉，原本还以为按照雪老祖的暴脾气，会将那雪霓裳再打去半条命，看来是我低估了雪老祖的野心了。那老东西竟想要天族。美人娘亲，为何不直接将那个贪亲很难听的丑八怪的天骨扒出来？天骨并非想抽就抽这么简单。红红之所以能被抽走，是因为它是一只兽，天骨与兽本就不会完全相容，所以被取出之后，认了第一个拥有它的人为主。你是说天骨已经认了那个丑八怪为主了？这事也因他而起。当年风青青在被风清瑶抓走后，他想将天骨保存下来，无奈之下只好临时将天骨打入了火皇体内。他想让火皇将天骨保存下来，去帮他找一个人，谁想到还没等火皇离开，就被风清瑶抓
抓住了，最后被丧心病狂的风清瑶迫害。哎呀，美人娘亲，美人娘亲，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没事，所以我现在不可杀了雪霓裳，也不能抽出他的天骨。若是他现在死了，天骨就会废掉。为今之计，只有等天族之人全都到场。那我就不担心了，有美人娘亲在，我们肯定不会吃亏的。美人娘亲，你给那个丑八怪的真的是神品丹药吗？我都还没有吃到美人娘亲你炼制的神品丹药呢。哦，只是一层镀了神品气息的毒药而已，你还要吃吗？啊，真不愧是美人娘亲，多损呢！走了，就等着过些时日的天族到来了，到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主人，红红又突破了，你快看，红红现在可以变得更厉害了，红红现在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好，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先去一个地方。去哪里呀，主人？去雪家，讨回该讨的东西。主人，为什么我要穿成这个样子？换成这个样子方便。是吗？看来主人比较喜欢我变成男人，那不如以后我就变成男子吧，这我也可以拥有一次改变性别的机会。正当此时，你试试。原本正要转变性别的红红陡然一个机灵，这感觉太恐怖了。我虽不记得当初那个跟屁虫是谁，长什么样，但是这感觉瞬间让我确定了，这就是那个人。主人，岳清晨，本尊才刚离开了一会儿功夫，你就给本尊招惹了什么？如何？你那边进展如何了？神魂有些愤怒，没有应答岳清晨的话。方才说什么？你要变成男子陪着他？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跟在我主人的身后？她是本尊的媳妇，本尊不跟着她，跟着谁啊？我答应了。没有了，我不会变成男人的。主人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变成男人。如此最好。清晨，我这边已经要处理完毕了，这里遇到了不少事情，等回去我再与你细说。好，你先不要分神，九界不比六域，你小心处事。我知道，等我很快回去。主人，这个跟屁虫怎么还在呀？他好久以前就跟着你了。他是我的男人，自然一直跟着我。还好我没有变化性别成功，不然现在估计就成了一盘烤肉了。天族之人来了，你完了！放心，天皇老子来了，今日你也得继续磕头啊！主人实在是这9天10地雷最凶悍的女人。天女何在？阁下便是天族之人。天女何在？果真是天族阁下。天女前去换衣服了，我这就差人前去催促。待吾等前去，吾等亲自要前去拜见天女，怎么能让天女等我们呢？若不然，天女那暴脾气一定会问责于我们的。是，我们这就带阁下前去。混账东西，你敢这么对我，你完了！天族之人已经抵达，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天族阁下，天女便在此处。来人啊，快来人啊！有人敢分离本天女！为首的雪舞一脚将房门踹开。到底怎么回事？父亲，天皇陛下，这个男人方才他过于使诈，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后又趁着我换衣服的功夫尾随而来，他竟想对我行不轨之事，这每一步都是他算计的好好的。难怪啊，这天女阁下竟然会被烈火反噬。看来这小子是蓄意混进了雪家，想要趁此机会兴风作浪。好，你说我要对你行不轨之事儿？对，现在我唯有这个方法，才能在众人的面前挽回方才被天凤反噬的颜面，也唯有如此，才能将这个臭小子彻底的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你以为就凭你这长相，能入来我家主人的眼吗？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没胸没屁股没脸的样子。即使你脱光了站在我家主人面前，我家主人也懒得看你一眼，甚至于我不看一眼都觉得恶心。因为这小子看上了本天女的身份，想让本天女顺从于他，从而他好利用天族。混账东西，胆敢在本皇的眼皮子底下做这种龌龊的事情！来人呐，这臭小子乱棍打死！手腕上的金凤图腾闪烁出了强烈的金光，老族长手中的金凤雕像赫然闪耀出了最灼热的光，他与岳清晨的视线交汇上，仿佛灵魂受到了重重的一击。天族阁下，实在是让你们看笑话了。放心，本皇会处理好这里的一切。沉吟片刻，不必了，既然有人敢当着我族人的面对我族天女不敬，我必当亲自出手。臭小子，你就等死吧！你们干什么？天族阁下，你们搞错了，她便是拥有天骨的天女，你们怎能对天女出手？本天族做事，何须尔等在此指手画脚？悠着点儿，先别弄死了，这会儿弄死就麻烦了。是，放肆！
等把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谁才是天女？该如何处置他呀？老族长既然在此，你们应当有法子取出他体内的天蛊吧？想要将天蛊取出来，需要9个天族人共同前来，99归一才能将之净化。这也是之前岳清晨一直没有动手将天蛊取出的原因。是9个天族人围成一个圈儿，你们不是天族人，你们跟这小子是一伙的，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怎么能？我是天女，我是天族的天女啊！我是天女啊！你们怎么敢抽出我的天蛊？等真正的天族人来了，杀了你，替我报仇！如何，雪霓裳？这骨头被抽出的味道还好受吗？这疼痛怕是还比不上红红的1/1000。红红被那炼魂焰所伤，又被这雪家母女2人抽出骨，甚至还差点被抓回去，吸光了力量。天皇陛下，救我！他想娶我不成，就想在这里对我斩尽杀绝。娶你不成，雪霓裳，你可真是好大的脸啊！不过只是隔了几天而已，你当真连我都认不出来了？这声音是你？怎么会是你？是那个女人，这么多天来让我一直做噩梦的女人。雪霓裳，你不是说我对你死缠烂打，要求娶你的吗？你满口谎言，也难怪敢以天女自居。不过就凭你这怂样，也配自居天女？天女大人，这等小蝼小蚁就不劳烦天女您亲自出手了，让我等亲自处置吧。那才是天女，这怎么可能？那个姑娘怎会变成天女啊？雪霓裳口口声声说这姑娘死缠烂打要娶她，那简直是一派胡言呢。莫非是雪霓裳夺走了那姑娘的天蛊？胡说八道！我才是天女，你好大的胆子！你算个什么东西，胆敢来我天域冒充本天女的身份？无良之辈，再三对本族天女不敬。天女大人，您不必担心，吾等会亲自将她击杀。陛下，求你救救小女，那是雪家小辈之中的天才啊！天族阁下，请稍等片刻。怎么，天皇小子，你也想阻挡我族做事？陛下，您说过您对我很赏识的，只有陛下您救了我，从此霓裳愿意对陛下唯命是从。阁下，本皇当然不敢阻挠天族阁下，只是这雪霓裳乃是本天域之人，天域子民犯下如此滔天大错，就让本皇亲手解决了他吧。陛下，雪霓裳胆敢冒充天女，实在是该死！今日本皇便当着众人的面给天族一个交代。不要，陛下不要！已是被天皇当众击毙。吾等拜见天女大人。拜见天女大人。主人，我记起来了，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没有完成你交代的事情，没有找到你让我找到的那个人。没有，你没有搞砸，你很棒。真的吗？是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有以后。起来吧，大家久等了。天女大人，我们总算是等到您了。天蛊从那个人的体内取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吾等净化。天女大人，这天蛊当年便是属于天女您的，现在该交还给您了。您不必担心，它已经被净化了。金凤图腾却是释放出了一道巨大的力量，将那天蛊彻底的吸了进来。天蛊入体，这一刹那，脑海之中无数之前没有的画面贯穿入内，岳清晨仿佛看到了当年他带着天族叱咤天下的景象。主人，你们到底把我主人怎么了？不会有事的，她是天女大人，这些对于她而言算不得什么。可是主人他看着真的很疼啊！金凤图腾终于将天蛊彻底的融入了岳清晨的身体，一只硕大的金凤骤然从他体内呼啸而出，口中往外溢出了声声的嘶吼。金凤出，凤女现，天下合一。吾等恭迎天女大人与金凤大人。主人，我们是要去雪家找那个怪男人吗？是的。主人，那个男人好邪门哦。无妨，管他妖魔鬼怪，直接揍就行。我知道你会再来的。你到底是何人？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不喜欢你这样生气。不过能看到你生气也是蛮不错的。雪无双，我最讨厌被人算计的感觉。看着眼前以符咒挡住自己的人，
青青，你记起了很多事情，却还不曾记得我。不过现在不记起来也算是好事儿。雪无双，不知道你是何人，但是我们做个交易如何？这个男子不是等闲之辈，他的一手符咒竟可以挡住我的攻击力。哦，什么交易？你双腿有疾，我能替你治好，条件是将还魂碎片给我。原来你要还魂碎片。不错，这个交易对你而言不算亏。岳清晨想说，等用完还魂碎片，他会将还魂碎片再归还回来，但是话还不曾说完。好，还魂碎片你既要就拿去。你都不考虑一下？不必，只要天女一声令下，无双能做的更多，哪怕是我自己的命。多谢阁下，方才多有唐突，见谅。另外，阁下的腿我会竭尽全力替你治好。我先告辞。好。他自口中一口鲜血突然喷涌而出。公子，怎么会这样？这么多年，那力量早已经被压制住了，你怎么会突然再这样了？我没事，放心，死不了。到底是谁？是你祖宗我呀！哈哈，原来是方才引雷的阁下，没想到阁下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尊者地步。无论如何，如此年轻的尊者高手，我得罪不得。哦，你认识我？那是当然。方才那金雷，整个天域怕是都看到了，再加上阁下您身上的气息，我不想知道都难。就不知阁下刚突破就来我这里，所谓何事？听说你来自九界？不错。我来自九界的昆仑界。那你跟九界可还有联系？是有一点。阁下可是想让我跟九界之人打声招呼？也好，正好我有2个认识的人，恰巧分身到了这天域。阁下若想去九界，我帮您。哦，看来我果然没猜错，他老贼果然是你。不过我还得多谢你，让那2个九界的人来替我引了雷了。你到底是谁？雪老祖，你不是喊了那2个人去杀我吗？现在又不知道我是谁了。是你？你说什么？九界2人被你用来引雷？是啊，那2个人的分身还真惨啊，粉身碎骨，浑身俱灭。那2人的本体是不是该恨死了你？你是？哦，忘记了当初你的神魂是怎么被祖奶奶我给打散的？是你这臭丫头！主人，这老家伙倒真是不弱，不愧是从昆仑界下来的。可需要我出手？不用，正好让我好好练练手。死丫头，我一定要杀了你，一定要杀了你！破崖！那落在岳清晨头顶上山谷朝着下方砸落。这一手泰山压顶，耗尽了我全身的力量，但是还好，我成功了。这里倒是个风水绝佳的宝地，让你埋葬在这里，也算是对你不错了。只是可惜呀，那神琴也被压在下面了。不过也无妨，待过些时日，本座力量恢复，再取那神琴也不迟。这怎么可能？那丫头怎会有如此之力？岳清晨双臂扬起，高举着山谷。哇，终于将玄力彻底的稳固下来了。雪老祖，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这里，那我就成全你。想逃？金凤，你不是想打架吗？轮到你了。硕大的金凤大展双翅，口中嘶吼着朝着前方而去。金凤，真的是金凤！山谷自半空之中轰然砸落。雪老祖自腹部往下，完全被压在山谷之下。怎么样，喜欢这滋味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怎么样，只是给你找了个风水绝佳的宝地，给你下葬罢了。臭丫头，断不可动我！我虽如今身处这下界，但我从前可是九界之人。是吗？你以为我会怕九界？我可告诉你，我身后之人可是昆仑界主。神阴阁之所以覆灭，与如今的昆仑界主脱不了干系。哦，这么厉害啊！我可听闻从前的昆仑界主乃是神阴女王，是你的师傅，如今在位的乃你师傅的敌人，怎么就成了你的靠山？你怎么什么都知道？雪老祖，神阴众人全都赴死，唯你留在这里逍遥快活。说当初到底都做了什么？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说神阴阁的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神阴传承与紫阳琴是你的师傅神阴女王亲手教给我的，你说我与神阴阁有什么关系？神阴阁的事情便是我的事，神阴阁的叛徒当由我亲手处置。不可能，神琴肯定是你使手段拿过来的，师傅怎么会将它交给你？你这狗东西！神阴女王早已看穿了你的本质，空有一副外表，实则狼子野心。莫说是神阴女王了，即便是我根本看
看不起你。回答我的问题。师傅啊，我当年求您求到那般地步，甚至不惜那样逼迫你，你却不肯将传承给我，如今宁愿将传承交给一个外人，你好狠的心呐！是我勾结了昆仑界主，让神阴阁覆灭，可是我的本意并非如此啊！若是当初师傅肯将神烟传承跟紫阳琴交给我，神阴阁断覆灭不了。是师傅他的一意孤行，亲手害死了神阴阁，害死了那么多人。生米恩，斗米仇，世人便是如此贪婪。你若待他太好，但凡一件事情不如了他的意愿，便会被宣判死刑。我再问你，当年神阴阁可是所有人都牺牲了？说。当然没有，你以为大家会跟师傅一样傻吗？当初跟我一同叛乱的还有不少人，只不过他们力量不强，界主不忌惮他们，将他们留在了昆仑界。至于其余誓死守护师傅与神阴阁的人，全死了。畜生不如的东西，你该死！臭丫头，你以为你得到了神烟传承，从此便可以高枕无忧、呼风唤雨了吗？你做梦！昆仑界主是容不得你的。纵你得到了神烟传承，也不过只是枉然罢了。哈哈哈哈！你若敢踏足昆仑界一步，界主必会将你击杀。你等着，你且等着！我去不去得了九界，无需一个死人多言。不，神阴女王当年背叛您的叛徒，我替您斩杀了，这是我替神阴阁做的第一件事。多谢。雪无双，这些丹药你先拿去服用，足够你吃2个月。好，都是神品丹药。不错，是你亲手所炼。我说过会替你治好双腿，这些药下去，再配合复健，双腿应该不会再有多大的问题。看来眼前的女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好，你不怕我毒死你？不会，我相信天女的为人。在这天域最后一件事也算是做成了，我可以回去神域看2只崽崽了。那雪无双，我们后会有期。圣尊，圣尊，我曾有一位挚友，乃是光明圣堂的圣尊，我从未见过那位圣尊的真实模样。当年圣尊素日戴着白色的面具，领着光明圣堂协助我四处征战，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在我被风清瑶掳走时，圣尊正带着光明圣堂在外地，相隔甚远，直至我出世都不曾再见他一面。无双圣尊，雪无双这个名字与那圣尊的称号何其相似。你是光明圣尊？对，他是当年的光明圣尊。天女大人，你救救他，他快死了！安郎，圣尊，您都这样了，难道还要撑下去吗？天女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就该让她知道啊！到底怎么回事？说。圣尊为了救天族人，也为了等到您与黑暗邪殿交易，将身体与灵魂进献给了邪殿。他不仅废了一双腿，甚至体内注入了邪殿的力量。这些年来，正是还魂碎片压制住了邪殿的气息。如今他将那宝物给了你，他便时刻被邪殿的气息所侵蚀吞没。长此以往，他会没命的。无双圣尊曾经最引以为傲的，便是他的双腿。他的双腿力量极大，曾经一脚踢爆了敌人首领的脑袋，更是一脚踏裂了一座山。他是谦虚最强壮的勇士。领主大人，在下定会以这双腿走过与领主大人一同开辟的每一处。你果真是无双圣尊。魏书朗说的不错，雪无双的体内早已覆满了那黑暗邪殿的力量。安郎做错事了，该罚。是我考虑不周，直接带走了他，竟不知道他对你如此重要。天女大人既然要他，就一定有你的用途。无双用不到，只是可惜呀。从此以后，无双再也无法陪伴领主大人踏足您征战的每一处地方，无双陪伴不了了。不，无双圣尊，我们还会一同作战的。你是我当年的战友，我们还会一同踏足谦虚。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你们任何人出事。可是风清瑶如今已登上神君之位，名为青瑶神君。青瑶神君，那便看他往后还能做多久。风清瑶屠我天族60万人，这笔账快了。好，领主大人，无双等着你，等着与您一同征战，再创奇迹。无双圣尊，谢谢你，谢谢你替我保全了天族最后的血脉。不必，无双永远都会陪着您与所有的天族。我如今已与天族相认，你可愿意前去替我暂且带领天族？好，领主大人，往后喊我名字无双便可。也行，无双，那无双圣尊，好久不见，这么巧你也在这里。是龙大终于从九界回来了。那道神魂将岳清晨与无双圣尊之间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并且传递到了他的脑海之中。无双圣尊，没想到都这么多年了，咱们还能在此见到，看来咱们回去得好好的喝一杯，好好叙叙旧。媳妇儿，东西我取回来了。回来了就好，东西取回来了。自然，真棒。有我出马，不必担心。莫要忘了，我可是你的龙大，什么时候不忘了？这狗男人出去了一趟，回来好像
变得话特别多。龙大，这是无双，我们从前的故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叶清晨早已经渐渐地记起了往昔的有些事情，龙思觉则是不然。不过从方才叶清晨与无双的对话之中，他早已猜测了个大概。无双圣尊嘛，本尊自然记得。媳妇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直呼圣尊的名字，未免对他太过不尊敬。还好咱们两个孩子不在这里，要是让两个小家伙听到了，你又要教会咱们两个儿子了。她是他的媳妇儿，甚至他们还有了2个孩子。你是神龙之主？无双圣尊果然好记性，还记得本座。媳妇儿，既然是故人相见，回头咱们一家4口得好好的请他吃一顿。不错，无双，我们一会儿要去神域，你随我们一同前往吧。神域那里有我们如今的家人，他们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我以为我已经来得很早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好，神龙之主，原来是有您陪伴，领主大人才会成长得如此之快。无双在此谢过神龙之主，我或许无法陪伴着青青，但是有神龙之主在，我就彻底放心了。无双圣尊，不必言谢，我知道你与清晨从前情谊颇深，对他而言如若兄长。你既是本尊媳妇的兄长，也便是本尊的兄长。兄长，说得不错，我的年纪足可当领主大人的兄长，无双定会不遗余力，助你2人再回巅峰。怎么去了这么久？出了一点意外。你身上有血腥味，受伤了？当然不会，我怎会受伤？这血是别人的。那就好。话说，我还没好好的跟你算算账，我不在的时日，你都招惹了什么人？你是指男人还是女人？好家伙，原来还有我不知道的存在。小白，你偏一点，你修歪了啦！青龙，你要加快速度，主人以前给你的丹药你都吃到哪里去了？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小黄鸡，你也快点了！主人说过了，一无不扫，可以扫天下。我虽然是只超圣兽，但是我跟着主人最早了，所以我必须监督你们。你们要是敢偷懒，我就告诉主人。神兽出马，速度很快，不过是一会儿功夫，方才还是一片狼藉的屋顶，已经被修葺得整整齐齐。主人回来了，还有龙主人。主人，你快看，我们的屋顶都修葺好了。不错，干得漂亮，回头都有赏赐哦。主人，红红最喜欢你了，还好现在那个跟屁虫不在，我就可以尽情的蹭一蹭主人了。好舒服啊！完了，龙主子满身的气场，有些太恐怖了。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主人，这个混蛋要抓我！龙大，别为难小姑娘。你方才说的跟屁虫是谁？你就是那个跟屁虫。就是你，之前想变成男儿身，离你主人远一点，记住，你主人是本尊的。龙思觉，你吓到他了。哦，是吗？本尊吓到你了吗？不要担心，尽管说出真话。没有吓到我。看到了吗，清晨，我怎么会吓到他？堂堂神龙之主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可还行？我真的不想告诉别人，这个越来越幼稚的家伙是神龙之主。明明当年神龙之主是那般的高冷莫测，让人完全无法逼近的，自己如今转了几世之后，好像转歪了。不许欺负小姑娘。主人，他没有欺负我，他人很好很温柔的，所以你不能责怪他哦。温柔？瞧把孩子给吓得神志都不清了。我们是要离开天域吗？是的，以后估计不会再来了。娘亲，我们好想你。小叶弟弟，你真是没出息，都5岁多了，还跟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娘亲之前都教过我们了，要独立。娘这不是回来了吗？哇，娘亲，你出去一趟好像变得更强了。娘亲，你是突破到了尊者吗？是的。好了，你们爹娘好不容易回来，还不让他们先喘口气儿啊？儿媳妇，这次又苦了你了。怎么样，你要的东西都拿到了吗？还好，都拿到了。还好，看来你们没遇到传说中的天族人，原本我都担忧的不得了，生怕你们会遇到那天族的怪物。哦，怪物？对啊，漂亮奶奶说天域的天族全是怪物，一个个比魔族还恐怖，他们生得满口獠牙，还吃人呢。东后奶奶说有书上记载，当初天族那群怪物的首领就吃人哦，而且还吃小孩。是啊，那个天族首领真是恐怖，还好你们没遇到他。好了，不说这些了，既然你回来了，那就好了。岳清晨扯了扯唇，儿媳妇，这些是谁？跟你一起回来的？他们都是我以前的家人，是不小心遗落在天域的天族人，如今跟着我一起回来了。哦，你的家人呢？那以后留在这里吧，在这神域，本宫与东皇都罩着你们，没有人敢动你们。什么天族人？吾等天族人向东后和东皇问好。天族人？东后只觉自己的世界都快要被颠覆了。儿媳妇，天族人怎么成了你以前的家人了？回禀东后阁下，天女大人乃是天族首领，天女仁义将吾等视作家人。
你也是天族人吗？叔叔，为什么别的人都是白发，你是黑发呢？我不是，我是你爹娘的朋友。哇，叔叔，你长得真好看，是我爹爹跟娘亲之外的第一个好看的人。叔叔，你的腿不能走了吗？小叶，不可胡来。没事，叔叔的腿受伤了，所以无法走路。你若是好奇，放心摸吧，叔叔感觉不到任何感觉的。好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光芒自他的小手心溢出，竟一点点的往他的膝盖骨之中渗出。从前双腿一直没有任何知觉的无双，却是这么多年来感觉到了腿部一阵刺痛。公子，你怎么了？小叶，怎么了？是方才小家伙手放在我腿上的时候，我腿上第一次有了一点感觉。娘亲，我可以看到叔叔腿上的一道奇怪的力量哎！方才我尝试着想要将那力量驱逐，但是我还不够强大，不能完全的将它都驱逐掉，只能让它退下一点点。但是这不太可能啊！黑暗圣殿的力量这么多年来，无论什么势力都没有办法将它击退，小公子怎么会？阿郎，闭嘴！小叶，你答应娘亲，从今日起不可再随便使用你的能力。为什么？娘亲，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努力，说不定就可以替这个叔叔把腿上的那道奇怪的力量全都驱逐了。当然，若是无法驱逐，我还可以将它吸收，将它吞没。岳小叶，娘亲是不是还觉得我是怪物，所以不喜欢我用这个能力？你怎么可能是怪物？你跟小莫都是娘亲最重要的宝贝，只是娘亲担心你出事，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能力会引起多少人的觊觎。黑暗圣殿早在数万年前就在寻找一道力量，这世间也只有那道力量才能镇压住黑暗圣殿的气息。如今看来，那力量竟是在小叶的身上。你来了，不用想太多，顺其自然。龙大，你知道吗？小叶的体质是不一般的。我知道，他跟小莫都是非同寻常之辈。小莫遗传了你的神龙血脉，但是小叶就不一样了，他乃是邪元灵体，你知道吗？早在我还是风青青的时候，便曾经被人称过邪女。彼时黑暗圣殿便曾经几度要将我抓获。黑暗圣殿，我斗了大半辈子，当初我都不明所以，不知黑暗圣殿为何与我作对。如今想来，似乎有了结果。黑暗圣殿吗？是的，我隐约记得当初我便是为了证明自己，带着天族一路直前，最终才让天下人都认可了我。而后想去与那黑暗圣殿对抗，但是还没等到对抗，我就变成现在这样。你担心小叶会被黑暗圣殿再发现，而且就算被发现，我们这次也无需忌惮了。这一次我们一起。清晨，我好想你。龙大，好像要出事了。怎么？不好，怕是要出事。紫阳琴第一次发出警报声，他真是九界有意了。我去将众人唤醒，让他们早做准备。若真是九界来犯，那便麻烦了，务必要保证所有百姓的安全。诸位，如今神域动荡，又有敌人来犯，诸位往神庙的方向前去。一道道的声音回响在虚空，众人看着虚空之中的血色圆月，怎么回事？又有敌人来犯，到底是魔域还是天域？清晨姑娘尚且还在我神域，是谁竟敢如此不知死活来找死？对，有清晨姑娘在，我们根本无所忌惮。管他是魔域还是天域，只要有清晨姑娘在，我们就无需忌惮。我们永远追随清晨姑娘，永远追随清晨姑娘，永远追随清晨姑娘。他们来了，众兽何在？青龙、朱雀、白虎以及两大上古凶兽纷纷窜出。龙大，你去守着左边的那一处。朱雀，你带着老族长以及天族众人守着右前方。白虎、青龙、饕餮、混沌，你们分别前去东西南北4区域，百姓的安危交给你们。是。他们的实力只怕根本不是神域的护卫队能够对抗得了的。与其让神域各位将领冲在前方送死，倒不如让我们直接出手解决。至于这第3支队伍，我去会一会。记好了啊，我们一定要比另外2支队伍更早抓到那小子。谁先抓到拥有上古金凤的小子，本公子绝对不会亏待他的。是。小子，别挡道。既然你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那我问你，你可曾见过此人呢？虚空之中出现了岳清晨身穿男装时的模样幻影。这群人竟当真是为了清晨而来。见过。在何处？快带我们前去。若你带我们前去，我们便给你记下一功，饶你一命。想见他呀，只怕你们见不到。为何？死人是无法再前行的。金色的气刃已是瞬间划破他的喉咙。该死的下界蝼蚁，敢与本公子作对，一起上，杀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众死士全然冲了上来。那便将这小子当作开胃菜吧。龙思觉得那道金光轰然将眼前千人的攻击而来的力量全然挡住。这不曾想到这小子会有此等的力量，小子找死！神龙呼啸而起，轰然张开大口，
畜生，你毁了本公子的神器！主人，我原本还想着这群人会有多大的能耐，原来也不过如此。烈火灼烧而上，他拨动了铠甲上的机关，一道道泛着光的锋利刀刃自四面八方朝着神龙刺去，一声怒吼将铠甲上所有的力量全都震碎。眼前这个黑袍男子并非是意外出现在此，或许就是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出现呢。对，不能被这小子拿捏在手中啊！还不等他们出招，小子，你固然厉害，到底是下界之辈，不如你加入我们。只要你加入我们，此番我们便带你一同回九界，如何呀？哦，我父君正是昆仑界主，你只需带领我们找到那个人啊，本公子便会让我父君给你一官半职。昆仑界可不是这下界能比得上，如此实力留在这下界，实在是可惜了。你们找那人做什么呀？抓他，夺他金凤。这上古金凤唯有我父君才配拥有，只要父君得到了金凤，你便算是功臣。到时他的脖子已经被龙思觉死死地掐住。你实力不仅仅是圣者巅峰，他甚至是尊者中上层，实力远在我之上啊！金凤，你们也配？陡然将大公子的脑袋拧了下来，四方突然一片沉寂。他杀了大公子，我们要替大公子报仇，否则界主大人定不会放过我们的呀！数千个人这一刻再度黑压压的一同攻向前去。他们要来了！族人们摆阵，这一次我们绝不能让从前的悲剧重新上演。是。偌大的气流墙将这里与前方完全的隔绝开来，饶是朱雀都瞬间被隔绝在外。这是天族的天灵之气幻化的气流墙，若是想穿过这气流墙，绝非容易之事。我们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任何百姓有任何伤亡，除非敌人从我们的身上踏过去。终于知道为什么这群人能够被席夫妇当成家人了。尔等何人？杀你之人！没想到神域竟在这里早做准备。众将士，随本公子上，破开这气流墙，杀入神域。成千上万人嘶吼着，朝着眼前那白色结界冲来。众族人攻！气流墙如同一个最强大的盾，难攻易守。此番那无数道烈火箭穿刺长空，轰然落在远处的昆仑界死士的身上，攻得他们一个个不住的后退。火烧到了！该死，这是什么火呀？竟然灭不掉！公子，我们该怎么办？二公子的手中赫然抡起了一把三叉戟，替我助阵。噬魂三叉戟！噬魂三叉戟！二公子必胜，必胜！噬魂三叉戟当初乃是神君留在昆仑界的宝物，不过是卑贱的下界之人，也妄想与我等对抗，找死！融汇了成千上万人力量的噬魂三叉戟，这一刻毫不留情地刺穿了眼前的气流墙。杀了所有挡道之人！杀呀！第二战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总算来了。他拧紧了拳头，尊者三重的力量此刻顺着他的拳头轰然爆破。快！下界有人发现了我们！快！道道的杀戮从他掌心之中溢出，再度往那界域通道内灌入。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力量竟然这么强大，竟然在对面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胆敢来犯神域，无论对方是何人，必须都要做好死的准备。狂妄之辈，公子倒是要看看你是何人，你是何人？你们又是谁？三公子，看来方才跟我们对抗的不是这个姑娘。哼，倒是没想到，才抵达这下界，竟就遇到如此绝色之人。看来今日我们有福了。去，将这丫头绑起来。是，只要我们这一队率先将那上古金凤带回，这整个下界的女人，你们随便挑。果然，来者自昆仑界而来，所谓的是我的金凤传承。昆仑界之人如此龌龊，如此无耻，方才已经将你们的部分人击杀于通道之中，可你们还想执意过来找死，如此我怎能不成全你们？快布阵布阵！八方风雨随我一同上，就不信了，区区一个小姑娘，我们也奈何不了。八方风雨，此乃一种功法。臭丫头，休要再与我们作对，我们便饶你一条命。自岳清晨的周身瞬间溢出了一道保护罩，将八方风雨全部都挡在了外头。加大力量！想要夺回上古金凤啊？你们试试！一只硕大的金凤腾空而起，
直冲前方众人。那是金色的凤，莫不是上古金凤？哦，听说尔等在寻找本座。金凤一出，快，重兵听令，随本公子将金凤击拿。小子，你想击拿本座？快，天雷诀，快啊！所有的雷电全都朝着那金凤与岳清晨再度攻去。天雷诀，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软肋。快，继续！该死！若非是我才刚苏醒，若非是主人实力未曾恢复到从前的境地，我怎会被困住？父君之前就说过，上古金凤传承唯一害怕的便是天雷诀。父君常不欺我呀，这上古金凤被本公子捉到，方才不是还嚣张得意吗？现在看你如何放肆，如何得意。恭喜三公子！快去抓了他！几剑落下，那天雷诀轰然断裂。主人，怪我不够强大，还是奈何不了天雷诀。你刚出世，不怪你。胆敢用天雷诀，死！你敢对本公子动手，快上，抓了这死丫头，让他们退下，否则我现在弄死你。你若敢杀本公子，公子的父君定不会饶过你跟整个神界。昆仑界主？对，公子的父亲正是昆仑界主，摆在你跟前的只有一条路，自己乖乖的交出金凤，顺从于本公子，则你肥有。哼，昆仑界主是吗？正巧，我正琢磨着该送他一个什么大礼。你放心，我会将你带到他跟前的。你要做什么？天雷诀果真是好东西呢，省得脏了我的手。金凤，回来！当岳清晨手中的琴出现的那一刹那，快看，那竟是紫阳琴！怎么可能？神音阁当年已被我等覆灭，紫阳琴也早已随着神音女王不复存在，怎会再度出现？如今的昆仑界主与神音阁的一位姓雪的大弟子勾结，大弟子当初趁着神音阁众人不备，在他们的饮食之中下了无色无味的毒药，使得神音众人浑身力量尽失。随后昆仑界主再带着他们大肆进攻。当年即便神音众人几乎无法使用神音力量，但是他们打赢那一仗还是费了不少力气。现如今神音古琴竟再度问世了。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天雷诀，好呀，自己感受一下吧。所有的精兵们全都被射中了心神，他们所使的天雷诀引发出来的紫色闪电完全对准了他们自己。真的是神音阁的招数，这姑娘怎么会神音之力？怎么会的？你们当初害死的神音众人，现在来索命了。那一群精兵们再也来不及闪躲，一个个的已经全部都被自己的天雷诀击中。结束了。主人，这是什么招数？以前我怎么没见你使过？神音之力与当年无关，最近才得到的。主人，你好像受伤了，是很重的内伤。无碍。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吐出。主人，放心，小事，死不了的。远处的第二战场上，突然就传来一阵阵的轰鸣声，那是朱雀与天族人所在。看来天族众人奈何不了那群人，随我前去助阵。走。主人，你已经受伤了，你不能再使用那神琴了，甚至短时间内你都不可以再使用。没事，就算不用神音之力，我也不见得奈何不了那群。快，加快速度！天雷诀定是另外一支队伍找到了上古金凤。该死，是三弟那边。诸位上啊，杀了这群天族人，随本公子去抓获上古金凤，断不可让另外两个队伍率先将金凤抓走。今日尔等一个都逃不掉，这最后一击之后，这群白衣白发之人就全都完了。老族长，那三叉戟好生怪异。莫慌，只是昆仑界之人而已，我族不该有所畏惧，更何况我们必须要完成天女大人的使命。既然如此，那就先从你下手，去死吧！从远处却是突然一道金色的闪电呼啸而过，噬魂三叉戟所散发出来的强光被震碎。冲啊！杀了这丫头，夺走金凤啊！金凤双翅大展，喷薄出了金光，朝着长空而去。天族伙伴，我们也多年未曾并肩作战，今日便让我们一同杀了这跟随天女，杀了他们！金凤上！主人，你的身体不能再继续了，让我去，你该休息了。不，满身的银甲一点点的展现出来，突然出现在他手中的银色灭天鞭。我并未曾主动将战甲召唤出来。杀敌怎能少了灭天？杀敌怎能少了灭天？你们小主子，你忘了吗？末将是苍冥啊，是你跟战尊最宠爱的苍冥战将。过了这么久，狗苍冥还这么不要脸，原来真的是你们。小主子，末将来迟了，末将来迟了。小六不在，干
羽来代替他，杀敌不可少了甘雨，老娘一定会捏爆这群狗贼的狗头。还有我小主子，还好老头我总算是没有来迟。天罡13将这一刻全都汇聚在此。小主子，你累了，接下来的事情全都交给我们。好，那到底是什么东西？13道身影再度穿梭于精兵之中。这不过只是区下界之人啊，他们怎么会如此这般强大？这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名字是灭天，我们所代表的是灭天战尊。天道他们尚且都曾对抗过，又怎么会害怕这区的昆仑界众人？灭天，传言之中的灭天战队不是早就消散了吗？怎么会再出现在此？不愧是灭天，主人，这13人力量实在是恐怖。当然，他们都是我父亲调教出来的人，便是他们口中所说的灭天战尊。不错，主人，看来这位战尊很够格成为您的父亲，成为这位英雄的女儿也是我的幸运。去哪儿啊？放手，放手！我可是昆仑界主的儿子，你们放手！就是你把我家小主子差点打伤。不是我，不是我。小主子怎么处理他？我了昆仑界主另外一个儿子的脑袋。明白。你小主子，你要真若不让他们一家子团聚，显得我太残忍了。不错，小主子说的对，还是小主子想的周到，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够苍蝇，实在是越来越狗了。龙大，都解决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受伤了？那群人暂且伤不了我，只是对付起来有点麻烦而已，就是可惜了，这身衣服又浪费了。没事就好。清晨，我给你带礼物了。第一战场的首领乃是昆仑界主的大公子，我想你应该会感兴趣的。岳清晨接过了那袋子，这下子还真是一家子整整齐齐了。好家伙，这两个家伙实在是臭味相投。龙大，我有点累了。累了就休息吧。好。3日已过，娘亲醒了。怎么了？做什么亏心事了？这么殷勤？没有，爹爹跟漂亮奶奶他们都说了，娘亲这次太累了，让我们不能打扰你。我跟小莫哥哥又忍不住想要陪着娘亲，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替娘亲揉腿放松啦。你们揉了3天？小家伙多谢。只要娘亲开心，我们也会很开心的。娘亲，你去哪里啊？我去看看其他人，尤其是苍明他们，不知他们如今怎样了。小主子，你是在找我吗？我就猜到了，小主人只要一苏醒，肯定会找我的。谁让我陪着主子这么久呢？小主人，我来了，我终于能够好好站在你面前，好好看看你了。苍明的整个身躯被往外踹了出去。滚！好险好险！龙尊长，我家小主人与你关系虽然不错，但我跟小主人关系更不一样。有何不一样？说与本尊听听。不然我是小主人最宠爱的战将不错，但是这龙思杰是个很可怕的醋坛子。我是龙尊上跟小主人深情的见证。龙尊上，咱俩认识也很久了，也算是老朋友了。那我就祝你跟小主人百年好合吧。好了，龙尊上，小主人，我先不说了。前2天我新认识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我跟她约好了实时见面的，我得赶紧走了，赶紧逃离此处。这苍明哪怕是恢复了真身，也没个正形。怎么？让我看看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我自己都是医师，放心，早就恢复了。医者不自医，我要亲自看过了才能放心。好吧，不错，恢复的差不多了。3天没吃饭，饿了不？你别说，还真饿了。我就知道。这是主人，这是龙主人给你亲手做的饭菜哦。龙大，你算准了，我会现在醒来。不是的了，主人，龙主人这3天每天每顿都会做一次，就等着主人你随时醒来的时候再吃。快吃吧，再不吃又要冷了。好，怎么样？不错。饿了？没有。饿了就快来吃，也尝尝你们老子的手艺。我们终于觉得自己不是买东西赠送的了。怎么样，好吃吗？太好吃了，爹爹做的饭菜我好喜欢哦。好吃就好，吃了我的饭就该替我办事了。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以后有我跟你娘一起在的地方，你们须得远离。我的饭菜你们都吃了，若不答应我的话，你们就显得不讲道义了。怎么回事？道口的饭菜突然就不香了。好了，吃都吃了，可以走了。龙大，你这样小叶小莫会有心理阴影的。不会，男子汉就该有男子汉的样子，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还怎么做大事？不过若是个小丫头，或许就不需要承受压力了。这家伙在跟我暗示什么吗？你这次去九界怎么如此之久？莫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记得你之前曾说过，岳战尊是被南天界的家族掳走的。你去打探过了？不错，还魂碎片并不难取。我顺道过去探寻了一番20年前的事情，南天界内倒是没有岳战尊的消息。不过20年前，南天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各大家族都从各方寻来高手袭入，壮大家族力量。我想战尊之所以被带走，也是与此事有关。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到岳战尊，我亦要完成神眼女王留给我的使命。好，我陪你去。
这是何处？寄予通道的力量被改变，导致目的地发生了变化。看来咱们得先找到出去的道路了。这沙漠看似有些古怪呀。好多灰尘，好脏好脏。怎么还有？漫天的沙龙将他们完全困住了。这分明是有人在蓄意操控。汉坠教时，我们是遇到怨灵阵，有人在动用怨灵阵以这沙尘困住我们，妄图将我们困在这里出不去。怨灵阵，唯独天地间怨气最深的魂魄方可聚集而成。因为怨气甚深，怨灵阵甚至算得上是这世间最邪恶的阵法之一。怨灵阵，那主人，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在那里，龙大，你去对付沙龙，我来对付这个人。在那小沙丘的四方设下四面结界，将他完全的困在里头。我知道怨灵阵是你施展的，我们乃是误入此地，与你无冤无仇，还请阁下与我们不要互相为难，否则撕破脸只怕不会太好看。互不干扰，我呸！一群道貌岸然之辈，将我们困在这里也就罢了，还敢三番五次的派人来破坏我们的安宁，你们都该死！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知死活。却是此刻，不要杀我娘亲！你又敢杀我娘亲，先杀了我们！沙朗大姐姐，你长得这么漂亮，一定不会是坏人的，求你不要杀我娘亲，不要！妹妹，你别胡说，娘亲说了，这世上没有一个好人，甚至当初连我们的亲爹都能将我们烧死在大火之中，这世界哪里会有什么好人？娘亲说了，人比鬼还要可怕。沙朗姐姐，求你不要让我们魂飞魄散，这是我珍藏了这么久的宝贝，我送给你。小丫，退下！娘亲，这个姑娘比往昔来过这里的人还要强大。好，我妥协。既然那个人非要我们魂飞魄散，那我答应你，只要你能放了我的4个孩子，让他们能够轮回。好，你说话算话。我从不食言。什么人这么凶残，竟烧死了你跟4个孩子？你不是那个人派来的？不是，我只是路过。不可能，这里乃是古荒之地，九界之人从来不会踏足这里，你怎会路过？除非是那个人派来的，否则擅自闯入这里的根本是出不去的。现在看来，完全是有人刻意而为之。这昆仑界主可真是好算盘。主人，咱们出不去了吗？这怎么办？既然能进来，就能出得去，不用担心。别做梦了，你们可知道当年有多少尊者高手都掉了进来，却也最终葬身于此。天女大人，她说的不错，这里四处密闭，根本没有能出去的通道。若想出去，的确麻烦。主人，怎么办啊？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能帮你们出去。什么条件？帮我杀了一个人，那个人以自己的血液为引，将我跟他的4个亲生骨肉的魂魄镇压在这古荒之地。我答应你，那个人到底是谁？昆仑界崔寒远。哇，真的打开了！主人，快看，那个灵体，他……你为何不说你是以自己为代价？其实我早就该魂飞魄散了。娘亲，你不要消散，不要！娘亲，姑娘，你可以出去了，拜托你了。娘亲！ 4个孩子却仿佛遭受洞口的排斥。崔寒远使用的血液镇魂术，乃是他现如今的力量无法破解的。等我，很快我会带你们离开这古荒之地，很快。我们出来了。老族长，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了，那接下来就有的忙了。请大人吩咐，吾等万死不辞。尔等100余人，由老族长你调遣，分别前去9界收集各方情报。9界情况复杂，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是，天女大人放心，我天族众人定不负您的所望。好，那我等你们好消息。清晨，你要先去昆仑界。不错，龙大，你之前不是在南天界探查到与我父亲有关的消息吗？可否……我在南天界等你，我要帮你尽快找到你的父亲，这样我才好找他下聘，让他将你堂堂正正的嫁给我。不用太感动，我是为了赶紧给小叶、小莫生个妹妹，那2个孩子太孤单了。虽然前方路途遥远漫长，但是有他在，当真没有那么孤单了。好，龙司诀，等我找到了战尊，我便要8抬大轿，风光10里与你成婚。这是清晨第一次如此直白的答应要嫁给我，那我得赶紧去。红红，咱们也走吧。主人，
我们现在去哪里呀？去崔家。这么快吗，主人？红红知道你能打，但是崔家那个人好像也不是等闲之辈，这么傻守门，好像……先去打探情况。放心，我不会让自己陷于危险之地。主人，这就是古荒之地里怨灵要寻找的崔家的人吗？不错。那我们什么时候替怨灵报仇？这崔家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崔家非但与那古荒之地的人有联系，更与神阴阁、昆仑界主都有关联。如此，事情可就复杂而又有趣了呀。红红，回到我空间，我先去处理别的事情。这阵法你们设置的，休要在此多管闲事。在那2道黑色烟雾要攻上他之际，他的掌心骤然氤氲出了金凤之力。2个来自炼狱的神魂骤然被金凤的力量困住。臭丫头，放了我们！你可知道我们是谁？炼狱来的人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啊！我得去好好会一会你们的炼狱之主了。什么时候炼狱也能与外界相勾结？炼狱之境只负责招收死去的神魂，负责轮回，而现在崔家却伙同炼狱之境的人，生生的让那母子5人无法轮回，这简直是违背了炼狱之境的规则。走，赶紧走！这丫头她不是等闲之辈。这就想走，也不问过我的同意了。金凤的幻影展翅而去。金凤，是老祖宗，老祖宗，怎么会是您？解开阵法。是，老祖宗，我们解开了，您能放了我们吗？堂堂炼狱之境的人，却与外界勾结，你们说这该当何罪？老祖宗，不是我们的错呀，实在是崔家的人逼迫我们的。哦，是吗？是，当年我们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一个宝物，主人命我们前来寻找，是崔家夫妇替我们找到了那宝物，他们与我2人达成了协议，需要我们替他神不知鬼不觉的让几个人无法轮回，才将东西交给我们。没办法，为了不让主人发现，我们只好擅自在崔家布置了这些，希望能够达成崔寒远的希望。所以你们便为虎作伥。老祖宗，我们错了，求你饶了我们。饶了你们？你们可知因为你们被烧死的5个人承受了何等的痛苦？那里面还有4个孩子呀！你们弄丢了东西，就该你们自己承担责任。不过现在付出代价也不晚。那4个孩子的身上阵法已经被解开，再过不久，等杀了崔寒远，便能将他们放出来，让他们去轮回了。你放心吧，我会如你所愿，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揭穿他的伪善，让世人都知道他的真面目，让他不得善终。虚空之中，微风阵阵。老族长来了。天女大人，我们已经探测到了不少消息。说，崔寒远的确有过婚配，还育有4个孩子，但是一场所谓的意外之中，妻儿全都被烧死了。那随后不久，崔寒远还迎娶了昆仑界主的妹妹。那崔寒远真不是东西啊，他竟然故意烧死了自己的妻儿，只为了攀附上昆仑界主的妹妹。还有呢？这么多年来，崔寒远一直在昆仑界赠送他修炼的法器，被世人称作为大善人。但是根据老奴的探查，他所修炼的法器有问题，他所修炼的是邪修。又是邪修？自我一路走来，所遇的不少人皆是邪修，譬如迦叶。当时我以为这一切只是巧合，现在将一切贯穿起来后，却发觉或许并非如此。我依稀记得当年的黑暗圣殿就曾出现过邪修者。天女大人呢？您是想到了什么吗？还有吗？您让我们探查的神阴阁的事情也有了下落了。外头有小道消息放出，那神阴阁当年镇压的部分宝物忽然现世了。天女大人，我记得您似乎拿到了神阴阁的一个传承，看来是时候了。小丫头，没想到咱们今日在这里又见面了。瞧，那些刚刚回到秦之中的魂魄，这是秘籍。是他，当初是他跟血师兄一道给我们下了药，将我们迫害到如此境地。他竟还活着，还敢在此逍遥。一道道声音通过神琴响彻在岳清晨的脑海之中，他悄然心神一动，一道力量透入体内，落在神琴之上，将他们平息了下来。我会处置，不用着急。交出神阴宝物，否则你休想离开。我想起来了，月姑娘好像不太想让别人知道她乃是神阴传承的身份，这宝物是本公子赠给这位姑娘的。
还请媚姬夫人莫要纠缠才好，否则就是与我南天穆家作对。媚姬夫人看着前方这位9届第1天才，哼，果真如此。我就说这丫头怎会有本事拿到神阴宝物，原来是穆公子相赠。穆公子有所不知，我乃神阴阁的后人，神阴宝物本就是我的。你们既将神阴宝物带出来了，现在该物归原主了。只要穆公子将东西交还于我，我昆仑界必然会记住穆公子的恩情。物归原主，不错，所有人都知道我媚姬乃是神阴之后。当年师父弥留之际，曾将神阴宝物嘱托给我，我曾答应过师父，宝物在，我在，势必要将神阴宝物带在身边。一道气流掠过半空，骤然呼打在了媚姬夫人的半张脸上。所有的人都懵了，媚姬夫人也懵了。你既说是你师父将神阴宝物嘱托给你，如今所有的宝物都葬身火海，只留下了一件东西，此乃看护不当。放肆！你敢打我！身侧的崔寒远终于缓过神来，怒然要前去，却是这时岳清晨随手从空间内取出一个神阴宝物。打狗棒！方才在山顶上，所有的宝物都消失不见，唯独这根棍子突然出世。彼时棍子之上有一道声音说要用这棍子杖杀一人。媚姬夫人，你知道是谁吗？此乃神阴阁内给弟子施行的刑棍，此刑棍上打神阴阁的叛徒，下则做错事之人。你要干什么？不是你要物归原主吗？好，那就将这打狗棒给你。在岳清晨力量的操控之下，棍子一棍一棍的砸落在了媚姬夫人的身上。媚姬，你这个叛徒，你还敢在此索取神阴宝物？神阴叛徒理应万棍打死。这声音，臭丫头，你敢在此装神弄鬼？我媚姬怎会是神阴阁的叛徒？你休要如此胡言乱语。别说，媚姬的心理素质是真的可以。媚姬，你当年伙同他人在神阴阁的水源之中下毒，使得我神阴阁众人全都力量消散，随后谋乱，诛我神阴数万人。怎么，莫非是本座误会了你？这不可能！当初我与雪师兄合谋下毒的事情早已无人知晓。媚姬，本座当年待你不薄，你怎么敢？那棍杖轰然砸落在媚姬的身上。该死！我竟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今日事情一过，媚姬与崔家会沦为整个9界的笑柄。我好不容易才攒起的名声，好不容易才爬到的地位，难道就要这样毁于一旦吗？女王，我没有，我不是叛徒，我怎么可能背叛神阴阁？敢做不敢当，你更该打。知道为何本座的神魂会一直不消散，一直附在神阴法器之上吗？那是因为神阴叛徒不除，本座无法心安理得的离开。我的腰断了，我的骨头全数断了。女王大人，我不是故意的，当年我也是有苦衷啊，求您念在我当年也是神阴阁一员的份上，饶了我。说，当年是我哥哥跟雪师兄联合起来给神阴众人下药，这件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女王大人，是我的错，是我未曾将消息禀告于您。不能死，我必须要留住这一条命。我的儿子马上就要成为昆仑少主了，我快要成为整个昆仑界最尊贵的人，我断不可在这个时候出事。女王大人，他是我的哥哥，但是我不知道他一直以来在利用我，是我眼瞎了，错信了人。原来是如今的昆仑界主谋害了神阴阁。昆仑界主自诩正义，却没想到进行如此龌龊之事。当年的神阴女王乃是9界的第一人啊，她率领神阴阁维护着9界的安危，却被昆仑界主这般对待啊，她实在是不配坐这个位置。原本还在打着媚姬的打狗棒，仿佛突然之间稍稍的平息了些许。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昆仑界主成为众矢之的。不知阁下是何人，竟以神魂入内，大乱我昆仑殿，还请阁下自行现身，否则本座断饶不了你与整个施家。传说中的昆仑界主果真名不虚传。是你，方才都是你搞的鬼，向阳是你杀的，并非失忆这小子，是不是？不错，是我。姑娘，休要胡言，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与你无关。今日既然来了，就压根没打算活着出去。这施家的人倒真与崔家人不同，方才那小子的确是我杀的，只不过他该死。哎呀，这个姑奶奶胆子怎么这么大？那是昆仑界主啊，她都不知道收敛一点吗？啊，主人好棒啊！疯了，这一个两个都疯了。我乃是9界天榜第一之人，我穆家又是南天界的第一家族，说是我替岳清晨求情，昆仑界主应当会看着给点面子啊。放肆！好个大胆的野丫头，来我昆仑界撒野！这个界主就有尊者7重境，甚至更厉害。看来想要现在就对付他还比较麻烦。
麻烦。昆仑界主，说来还是我替你斩杀了那个混账东西，我是来帮界主你惩奸除恶，又何谈撒野？韩远剑圣，还记得我吗？姑娘，我崔家到底与你有何仇怨，非要对我崔家做到这一步？崔韩远，你可还记得古荒之地里的5个冤魂？荒之地这件事，唯独我与媚姬知道，除此之外，再无其余人知晓。你说什么？怎么，这才过了多久，你就都忘了？可古荒之地里，你的妻儿还在心心念念的想着你呢。那5个冤魂天天都在念叨你。姑娘，你说什么？古荒之地？怎么，你还不知道？臭丫头，竟敢在此胡说八道！如此丑事，断不可外扬，否则崔家便完了。眼看着昆仑界主要关闭天轮眼，天道骤然出手，谁也别想阻拦本天道看戏！到底是谁？到底要做什么？我们无仇无怨，你到底要做什么呀？我们是无冤无仇，但是我答应了你的妻儿，要送你去见他。那无边的杀意让他感觉到了绝望。界主，快救我！昆仑界主，今日当着天轮眼的面，当着所有昆仑界人的面，我想弄清楚一件事，想给崔家一个交代，昆仑界众人一个交代。我想圣明如您，应当会给我这个机会的。若是证实今日是我无理取闹，我愿意在此给崔家偿命，如何？看了看上方那个怎么都关闭不了的天轮眼，好，本座给你这个机会。界主，韩远剑圣，座相信，希望你不要让座失望。他知道昆仑界主的意思，昆仑界主让他只要咬紧牙关，不承认这一切，事情就都无碍了。崔韩远，当着大伙的面儿告诉大家，你都做了什么？姑娘，我的妻儿是我的伤痛，我看你并非昆仑界之人，想来是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了。我希望姑娘你能够擦亮眼睛。崔韩远，你个畜生！怎么，不是吗？失忆，我自问这么多年来，你们毫无亏欠。姑姑意外去世之后，自我能够修炼法器之后，你施家百般朝我索取，这么多年来，我已经足够满足你们了，却还不知足，还想吞了我崔家的家产，是吗？韩远剑圣，你当真对他们没有亏欠？自然。那你敢跟你曾经的妻儿对峙吗？崔韩远的妻儿早已经去世20年了吧？我就问你，敢不敢？我以自己的鲜血，以那神秘人所赐予的力量镇压住了他们，只要我还活着一天，那5个人绝对不会出来，有何不敢？好，那就让你的5个妻儿自己来跟你讨债吧。崔韩远，你豪狠的心！你为了攀附上媚姬，除掉我也便罢了，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孩子动手？那4个孩子是你的骨肉啊！爹爹，你就是我们的爹爹吗？爹爹，古荒之地好苦，我们好痛啊！爹爹，是我们不乖吗？为什么你要将我们丢在古荒之地？这一刻，崔韩远再也绷不住，踉跄着往后倒去。爹爹，娘亲说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你来陪我们好不？我们好想你呀！爹爹，你现在就来陪我们吧。不可能，你们怎么会出来？分明被镇压在古荒之地，啊！韩远剑圣在说什么呀？滚开！都滚开！别来找我！你们应该在古荒之地啊，永远不可能出来的呀！你们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这5个魂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噩梦啊！蠢猪，混账东西！你说什么？崔韩远陡然回过神来，崔韩远，你看你自己心虚了是不是？好了，你们回来吧，已经很可以了。5个魂魄迅速散去。臭丫头，那根本不是我妻儿的魂魄，你在骗我！是啊，那的确不是他们的魂魄，他们还被你镇压在古荒之地，怎么可能出得来？这5道魂魄乃是岳清晨方才临时前去紫阳秦里拽出来的。崔韩远一直在修炼着黑暗之力，实力已经抵达了尊者境地。岳清晨想以真化符操控，绝无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诛心。满身的黑暗力量再度溢出。臭丫头，你敢骗我！岳清晨出招迅猛，动作飞快。崔韩远，你当年为了自己的情，先让汤姬弃子，更杀妻杀子，该死！是你跟施家人联合起来迫害我，我没有。哼，事已至此，你还敢狡辩？崔韩远，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曾经的妻儿认错。不，那是我最爱的妻儿，我怎么会那样对付他们？你搞错了。既如此，你怎么知道他们的魂魄在古荒之地的？韩远剑圣，你必须要给我们个解释啊！崔韩远，我弄死你！不是我做的这一切，不是我，是岳清晨戏谑地看着这一幕，崔韩远会拉出个什么挡箭牌？
来。是谁？是美姬。这一切不是我的本意。当年他们5人意外葬身火海之后，是美姬找到了人，将他们控制住，镇压在了古荒之地之中。好个崔寒远，明知道媚姬是我的亲妹妹，却还将责任都推到她的身上，这摆明了是要将媚姬跟我都拖下水，好让我无法坐视不理。如今儿子已死，美姬谋害神隐女王的罪名也在9界流传开来，倒不如将她彻底的推出去。媚姬夫人是她呀！我前日听闻神隐女王魂魄出现，指认这媚姬是当年的叛徒，谋害了整个昆仑界的。若真如此，那媚姬夫人简直是歹毒到了极致，说不定那5个人的死也并非意外，而是媚姬夫人蓄意而为之。毕竟那5人前脚死，媚姬夫人就进门了。杀了那5个人，随后将他们镇压在古荒之地。姬夫人何其歹毒，何其歹毒呀！我怎么也没想到，前日还在我耳畔口口声声的说着要保护我的男人，此番会将所有的罪责推到了我的身上。美姬做这些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啊。当我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为时已晚。这么多年来，我对那5个人也深感愧疚，毕竟是我曾经的法器跟孩子，所以我这才在城中给大伙炼制法器，也算是为了给他们超度积德。至于美姬，她是我如今的夫人，我能怎么办？我只能选择替她隐瞒，可是事已至此，也再也隐瞒不了了。这演技简直了！北姬浑身被一道奇怪的力量束缚住，那是崔寒远之前输入到他体内的那股神秘的力量。崔寒远此刻在用力量镇压住媚姬，让他无法给自己辩驳，想让媚姬生生的扛下所有过错。夫人，孩子，是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落到如今地步，是我的失职。你们等着我，等我忙完了一切，我就去陪你们。我现在还不能死，我需要修炼到剑神，造福9界。9界的炼器师太少了，那么多人，至今未能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称手的法器。只要美姬死了，一切便死无对证了。不该，真的不该啊！哦，继续给9界众人炼制邪气，吸收他们的力量吗？邪气，此事除了我崔家的人，再无人得知。胡说八道！知道你是想将我除之而后快，你也不可以这样往我身上乱加罪名。我崔寒远这么多年来，替昆仑界众人修炼法器，尽心尽力。你这法器可是崔寒远给的？是这样。长剑被碎之际，包裹着一道白色光芒，等那光芒完全的没入男子体内之际，怎么回事？我竟然好像变强了。很多人随身所佩戴的都是崔寒远炼制的法器，大家不妨摧毁法器，你们自然会知道真相。法器摧毁之际，天哪，法器之中竟携带着我的力量，这法器果真吸收了我的力量。难怪我前阵子一直觉得精神萎靡不振，现在法器一被毁，我整个人竟然舒服多了。这法器果然吸取了我们的力量。崔寒远好歹毒的心，他好生歹毒。为什么？你为何要与我作对，与我崔家作对？崔寒远，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听说过这句话吗？告诉我，是谁教给你的这身本领？不要挑战我的耐性。我不知道。是吗？却是这一刻，他体内那道神秘力量一点点的增强，他体内断裂的筋脉在顷刻之间竟被那神秘的力量修复起来。我晋级了，我晋级了！从今日起，我便是寒远剑神。臭丫头，你想毁了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做梦！美人娘亲，就是这个黑屋。美人娘亲，你别怕，我们出来帮你。不用，主人，这一路来，这黑色的力量一直在出现，莫不是这黑色的力量一直是冲你而来的？说得对，是黑暗邪殿的力量。黑暗邪殿，我肯定黑暗邪殿定是已经探测到了我的存在，甚至于此刻也是利用崔寒远来对付我。臭丫头，你快死！锋利的剑气将周遭剑神的力量幻化而出的无数把长剑一一砍断。想对付我，你还不够格。这么多年了，虽然我现在实力不及从前，但你是奈何不了我的。崔寒远体内方才滚动着的黑暗邪殿的力量，亦是被岳清晨隔空斩断，所有的气息自他体内抽出，浑身的力量遭到了反噬。不，我是剑神，你怎么会打得过我？岳清晨没有看向崔寒远，而是看着虚空。这么多年了，不过尔尔。却是此时，一道紫色的身影闪出，大刀从身后抹上了崔寒远的脖子。崔寒远，这个没良心东西，我杀了你！
血脉上的力量消失了，那4个古荒之地里的孩子再也不会被力量压迫了，他们可以转生了。还等着崔寒远将这丫头击杀，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姑娘，没想到所有的人都被这个伪善人欺骗了，还好有姑娘你在，若不然我昆仑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受他的迫害。是他罪有应得。岳清晨上下打量着昆仑界主，恨不得当场将昆仑界主击杀，但他眼下并非是尊者7重的他的对手。万事有因有果，人总是要替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这句话我曾经听天道大人也说过，不知姑娘你来自何处？本座从前倒是不曾听闻过你。我只是一个周游四方的游侠，恰巧经过这里，得知了韩远介绍的真面目，想来此揭穿他罢了。但是姑娘今日擅自闯入了我昆仑界，破坏了我昆仑大比，姑娘难道就不想说些什么吗？却是这时，听说我儿子的救命恩人在这里被人胁迫，老朽迫不及待的过来了。是谁？谁在跟我儿的救命恩人较量？是你，穆天中。昆仑界主，好久不见呐！哎，我儿的救命恩人何在？哦，就是你！吓死我了！薛姑娘，还好你没事。爹，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混账小子，没出息，竟然让一个小丫头救你！爹，再没出息不也是您儿子吗？昆仑界主，是你要跟我儿的救命恩人作对吗？这穆天中性情莽撞，天生好武，他的实力如今只怕早已在尊者巅峰，他断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失态。这位姑娘在这里替本座击杀了一个大恶人，拯救了本座无数子民，本座感激她都还来不及，又怎会与她作对？是吗？那甚好，甚好！哈哈，既然你要感激他，赶紧的吧，我还等着把我儿的救命恩人带走呢。不好，穆家出事了。那就是穆家，应当是被人攻击了。我去，不知好歹的东西来入侵我穆家了，老子要去打爆他们的狗头啊！这老家伙真是暴躁啊！也敢来我穆家撒野，老子弄死你！尊者9重的力量一览无余。穆老爷，我们可是世家联盟之人，如今你伤了我，便是与世家联盟作对，这后果你承担不了的。丫头，你说留还是不留？这世家联盟都已经明目张胆到这般地步了，这2人难道还留着一起看风景？好，那老子就捏爆他们的狗头！穆老爷，我们也是听从吩咐办事的。他们是世家联盟的护卫，此次跟随2个世家之人而来，原本以为稳操胜券，谁想到穆天中竟然回来了，甚至于从前对世家联盟有些许忌惮的穆天中，今日竟然大开杀戒。这20年来，穆家与世家联盟从来不愿意有过多的纠纷，甚至一再的忍让你们世家联盟，而你们趁着我不在对我穆家动手，还妄图伤害我夫人。看来这20年是老子太给你们脸了，既然你们这样给脸不要脸，那老子也没必要再留着你们了。穆老爷，不要！你若是执意一错再错，就是彻底与世家联盟为敌。你虽然已经到达尊者9重，但是你的身体情况世家联盟是清楚的，你根本斗不过偌大的世家联盟的。哼，为敌？世家联盟不是早就视老子为眼中钉肉中刺了吗？老子偏要打死他们！道道的雷电之力再度攻击向前，准备将他们全都砸碎。哇，主人他好厉害啊！尊者9重的确不同凡响。哇，尊者9重，那不是比现在的主人你还要厉害好多。穆天中，你胆敢在此击杀世家联盟之人？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击杀了世家联盟的弟子，被当场逮到，违背了南天世家公约，你该罚。一只硕大的虫子攀爬在了他的手臂上，方才还来势汹汹的穆天中满眼痛苦的死死捂着脑袋。穆天中，别挣扎了，早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世家联盟就已经对你采取了措施。卑鄙！原来今日是故意使诈。这群人今日使出了一个连环计，非要灭了他穆家不可了。即便他不杀第1批人，第2批人也会想方设法的对付穆家。交出烽火令，我们便放了你，否则即便你已经到了尊者巅峰，甚至到了尊师境地，只要这吞天虫兽在，便可将你吞没。火皇一飞而上，张开了尖锐的大口，狠狠地啄上了那只吞天虫兽。怎么回事？什么光芒这么耀眼？吞天虫兽！你是从哪里来的东西，竟敢抓走我的吞天虫兽？火鸟的力量巨大，几掌落下，已经将它几乎要踩碎。你要滚蛋，放吞天虫兽，否则我们必不饶你。我可是超圣兽，竟然被这2个人化为野鸟！猩红的烈火自他口中溢出，
直冲那2人前去。吞天虫兽交给我，我饶你不死！你们别杀我，我现在就将这虫子给你们。哼，南天世家好可怕啊！你们接好了，就是接不住，我不负责的。啊！你们怎么没有接住？它掉到茅厕里头了。你为什么不接住它？野鸟，你是故意的！哇！主人，这只坏蛋想要对我动手，他吓到我了还不算，竟然还想对我出手！主人救我！两个老东西，老子跟你们拼了！剧烈的爆破声瞬间就炸响在四方。主人，那只虫子好臭好臭，倒是委屈你了。走！在逃跑之际，更是自那粪坑之中将吞天虫兽奄奄一息的身体带走。老爷，怎么样？你没事吧？杀了他们也无济于事，只会更加的让世家联盟借题发挥，师出有名，来对付我穆家。老爷，你何时竟被种下了那吞天虫兽的蛊？我也不知道，世家联盟的人实属卑鄙。你们说那只掉进粪坑里的虫吗？放心吧，它活不久了。我家主人方才让我去杀那只虫子的时候，顺道给那虫子喂了一味药。那虫子回去之后，最多只能再活1个时辰。吞天虫兽那是袁家家主的宝贝，是袁家家主以心头血灌溉了30年的东西，就这么被弄死了。老爷，这是夫人，这丫头是少皇人的义姐，以后也算是我们的半个义女，就让她暂且住在我穆家，可好？少皇如今总算也干了件靠谱的事啊！丫头，自今儿起你就安心的住在我穆家。好，穆伯伯之前被吞天虫兽困住，伤及了根本，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替他调理好，不会落下病根。穆老爷，穆夫人，你们放心吧，我家主人可厉害了，我家主人说没事就肯定没事。老爷，此番咱们怕与世家联盟彻底走到对立面了。怕什么？不就是对立吗？大不了那些世家来一个，老子打跑一个；来一双，老子打跑一双。这样只怕也不是办法。为何不加入世家联盟？什么？世家联盟天天干些龌龊的事情，我才不会加入。不，我的意思是加入世家联盟，压住其余家族，让其余家族听从你们的号令。神龙，就是神龙！师傅，莫非是传言中的神龙血脉？金凤血脉、神龙血脉、黑暗邪殿，传说之中最厉害的几种力量，今已在这里聚集了3种，你是福是祸？龙主人，你终于来了！我家主人受伤了！龙主人，你一定要替我们家主人报仇啊！还好不是敌人呢。敢生了哈！本尊弄死你们了！快杀了这个男人！快摆阵！那锁凤链被冰块凝固住了，甚至将操纵之人的身躯也都凝结起来。他打了一个响指，四方冰块4分5裂，被凝固在冰块之中的人的身躯开裂开来。这个男人竟随手就破开了黑暗邪气，破开了锁凤阵，随手就杀了这么多人。是你将他伤成这般？去杀了这群贱民，一个一个杀，一个不留，除非这个男人主动认输，主动给我们让道。本尊在此，你觉得你能在本尊的眼皮子底下再伤一个人？小子，黑暗邪殿的力量是你无法想象得到的，若不想他们死，那你……神龙怒吼，满身的金色光芒落地，砸落在将群人困住的黑烟之上。那些围困在众人跟前的黑烟一点点的散去。该死，上，赶走这条龙，杀了这些百姓。无主莫及，有吾在此，这群小小之辈无法再出手。无主想做什么，那就放手去做吧。这么想去死，本尊送你一把。龙思觉，你不是要救这群人吗？好啊，去救啊！本君就不信，本君奈何不了。快掩住心神气息！可是已经迟了，一群人早已被黑暗邪气浸染。龙思觉，本君倒是想要看看，现在你该如何自处？你不是视岳清晨如命吗？这群人都是岳清晨的朋友，包括穆天中和穆少皇。岳清晨可舍不得动他们呀。本君想看看你要怎么选。若是让他们前去拨开了岳清晨的血脉，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退下！尔等想做什么？我看谁敢！谁若敢再往前进一步，本大帝就杀了谁！却依旧失败了。龙主人，怎么办啊？好个卑鄙的黑暗邪殿，竟用这群人来对付主人，气死我了！要是让我见那个黑暗邪君，一定要狠狠啄死那玩意儿！今日由我们
们在，这群东西休想靠近本人娘亲！眼下我唯有将这群人身体内的黑暗邪气抽出，否则无论是什么结果，不过都是两败俱伤，不过都是让黑暗邪君得逞罢了。神主线九界王，抓了这个神主，拨开神主的血脉，我们方可保护九界的安稳。抓了他！抓了他！清晨只知道他体内的力量已经完全的被耗尽，甚至伤到了本源之气，透支到了本源之气。可现在他却清清楚楚地发现，岳清晨体内的金凤本源之气在以他能够察觉到的速度开始汇聚，甚至于这气息较之于从前要更强，那种感觉竟仿佛他要突破了。我眼下的首要任务必须要护住清晨。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顷刻之间全都展现，全都幻化做了一道更为强大的锁凤阵。不好，公子护着月姑娘，彻底结束了。这一次直接撞死岳清晨。公子不可！若是这样，神域与九界会彻底处于对立面。这些都是南天界的各大势力，若是今日再次被击杀，那么从此以后，岳清晨和这位公子便会实打实的沦为南天界的罪人，永世不得超生啊！那么那个神主现九界王的预言将会成真，那神主与九界势必不能共存啊！有何不可？本尊不管他们是谁，本尊只知道他们要动本尊的媳妇儿，胆敢动本尊的媳妇儿就该死！什么神域，什么九界，尊都不稀罕。前方的锁凤链一时轰然撞击过来，却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轰然窜出，挡在锁凤链的跟前。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僧人正双手合十悬浮于空，锁凤链嵌入他的体内，锁凤阵黑暗邪气，唯独见到人血夺走人的魂魄，方能暂且停止。静心大师悬浮于半空。神主现九界王，果真如本大师所预言。若非是他推断出那个预言，当年的岳战尊便不会被抓，一切就会被扼杀在源头之中。阁下，是我当初的大意，但是请你告诉清晨姑娘，往后凡事需要谨慎，这一关我替她过了。大师是为了挡住他，才不惜以身躯挡住锁凤链。龙思觉抬起手来，准备护着他的心脉。没用的，无需对我再做什么。这锁凤链我是知道，它是在剥离本大师的神魂，直让本大师灰飞烟灭。大师，你会不会死啊？神主现九界王，这并非是因果关系，真正要让九界王的是黑暗邪殿，是其余的势力。诸位莫要被愚弄了，我知道当年的预言是你收买了我的弟子放出去的，对不对？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在这世间掀起风浪已久，总会有被自己害死的那一天。我奉劝你一句，及时收手，莫要贪心。我种下的因，自然该由我结束这个果。真好啊，这一切总算是结束，我也无需再心存任何的愧疚了。静心大师的身上一点点地溢出了白色光芒，偌大的白光撕碎天幕，彻底摧毁所有人身上的黑暗邪气。金凤现世，天下合一，这是本大师此生最后的一个预言。小凤，你定要擦亮眼睛，再不可像为师这般糊涂啊！大师，我知道。白色的圣光落在众人身上，这一次黑暗邪气再无法入侵他们的身躯。明明一切已经唾手可得，明明一切已经近在眼前，却被那老东西毁了，全毁了！小莫哥哥，我们今天真的可以见到娘亲啊！不错，若是当真如大伙儿所言，娘亲今日定会在穆家一同参加宴会。小莫哥哥，娘亲会不会责备我们偷偷跑过来？没办法，我们必须来提醒娘亲，有坏人要对付她。若是我们不来，还不知道坏人会干什么呢。不好，小莫哥哥，那边出事了，那是穆家的方向。该死的黑暗邪殿，胆敢来南天界撒野！诸位，我们一道将这黑暗力量打得满地找牙，让他们知道我们南天界
力，绝不容许他们肆意入侵。虚空之中，战火轰鸣。清晨，是我回来的晚了，我应该早点回来的，不该一直执拗于最先岛上的事情。神龙，你去助阵。是，无主放心。他一定在附近操纵着这里的一切，否则这里的形势不会一再的变化。清晨即将要突破了，断不可被打扰。出来，滚出来！既然这么厉害，出来与本尊一战。也好，神龙之主，许久不见，你总算肯现身了。不曾想多年不见，还能见到曾经的故人，竟然是你。龙思觉，我早就想与你一较高下。家业，你3番5次动本尊女人，是该做个了断了。神龙之主，嘿，若换作是从前，你或许还堪堪做本君的对手，但是现在你打不过本君的。畜生，就凭你也想与本尊交手？你竟然动了君的坐骑，本尊连你都要杀了，更何况只是区一个畜生。黑暗邪君瞬间幻化作了一只黑色的狐狸。数万年前你们能被风清瑶弄死，现如今也能被本君弄死。神龙之力再度呼啸而起。数万年前你或许能够与本君打个平手，可是如今数万年过去，你的神龙如今不过只是个幼崽，也妄想与本君交手。一道道的烈火弥漫在黑狐跟前，小小元素之力。元素之当即被灭，口中突然默念起了什么。远处的硕大的神龙浑身陡然一僵，龙思觉更是沉下眸子，双拳紧握。这是那咒语，是从前专门用以对付龙族血脉的咒语。神龙之主可是觉得这咒语十分耳熟。从6域开始，他便几次被这咒语所困，原本以为随着龙鳞霄的去世，这咒语不会再出现了，却不曾想到会出现在此。多年之前，你为了助风清清轮回转世，非但放光了自己的鲜血做事，更是承受了生生世世的诅咒。只要默念这句咒语，神龙之力便会消散。无主，原来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是你将这咒语泄露了出去。本君乃是黑暗邪君，如今的你只是一个没了神龙之力的普通人，还想同本君作对？做梦！不错，是本君，但是本君没想到你也能够同月清晨一同成长到如此地步。今日若是本君再让他死在你跟前，你会怎么样呢？你胆敢试试？想动我的娘亲，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好。就在此刻，身侧那道白色的小小身影突然急速朝前攻来，他的双目一点点的变得赤红。不许动我娘亲跟哥哥，不许！小主人，快让开啊！为什么你们要来呀？那竟是岳清晨的2个儿子。小子，你在命令我，有本事再说一遍。岳小叶抬着头看了一眼被黑狐狸卷起的龙思觉，以及身后看似奄奄一息的娘亲。不许动我娘亲，否则我对你不客气。臭小子，如此狂傲，比你娘跟爹还狂。也罢，小子，你若不让开，本君便从你开刀。他们是孩子，你尽管冲本尊来。神龙之主，本君就喜欢看你这样慌乱的样子。毕竟你在数万年前可是世间最厉害的存在呢。不过神龙之主，给你个机会，跪下来向本君求饶，兴许本君会考虑放了他一马。龙思觉双拳紧握，掌心之中的骨头不住的咯咯作响，正欲说话，却见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哦，我数到3，你若不将我娘跟我爹爹放下，小心我打你的哦。这孩子到底年纪太小，虽然小年纪天资卓绝又如何，却是个脑子不好使。1、2、3，他眼底的红光迸发到了极致，红色光芒瞬间覆盖在虚空，将整个天际的黑色气息全都附住。黑暗邪君身上的黑烟更是在这一刻被一道奇奇怪怪的力量控制住。什么？怎么可能？怎么会？他身上的黑暗邪气在一点点的被吸收，一点点的开始往外溢出，再被消耗。他的身形一闪，迅速幻化作了人身的模样。
叔叔，我都提醒过你了，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是不是你也把我当成3岁的小孩了呀？不可能！这孩子天生奇才呀！师傅，我没看错吧？那真是我家贤侄儿。不错，那2位小少爷应当的确是月姑娘的儿子。太牛逼了！师傅，你看到了吗？那是我的2个贤侄耶！我的贤侄就是厉害！师傅，你说我家侄儿怎么这么厉害呢？腾飞大帝无言。大侄子，赶紧的，干翻这个狗东西！小叶，够了，可以了。不行哦，爹爹，他刚刚在欺负爹爹跟娘亲，还想欺负哥哥，不能让他欺负你们。叔叔，我说了，我会打你的。在吸收邪君体内的黑暗邪气之余，骤然从远处砸落在黑暗邪君的身上，直将黑暗邪君打得摔落在地。你把我爹爹娘亲害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我该怎么对付你呢？邪元灵体，风青青，神龙之主啊！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与我黑暗邪殿作对，何曾想到自己竟然也生出了邪元灵体，生出了个怪物！你说什么？小家伙，你不该与我对抗，我们是一路人啊！我们胡说八道，我跟你才不是一路人，我是娘亲的月小叶，是娘亲的好宝宝。小家伙，你喜欢吸收邪气对不对？那本君就让你吸个够！划破自己的手掌，他将鲜血朝着虚空洒去。当吞入鲜血的那一刹那，月小叶仿佛陷入梦魇，陷入混沌。小家伙，不用感谢本君。小叶弟弟，小小的天龙呼啸而上，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哦，又是一个天龙血脉，还是先天圣体。口中默念着咒语，瞬间天龙以及龙阡陌也似乎瞬间被那咒语困住。他改变主意了，他要先夺走这2个逆天的孩子的力量，再去取金凤之力。神龙之主，你就看着吧，你的女人与你的孩子一个一个，今日全都是本君的手下败将。爹爹跟我娘亲一定能打败你，你等着，你等着。本君等着，也许下辈子他才能动得了本君了。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呀。冲破了禁锢的龙丝诀，骤然将黑暗邪君砸落在地，身后一直似在昏迷的岳清晨一时骤然睁开眼眸，一阵又一阵的金色天雷从半空砸下，狠狠地砸落在了黑暗邪君的身上。不可能，诅咒竟被他冲破了，还有岳清晨，他竟然直接突破了。就说爹爹娘亲一定会打败这个坏蛋的，定。远处的岳清晨身上，他竟连跨数界直抵达尊者7重，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不，我必须要在最后的紧要关头阻挡住岳清晨的突破，必须，否则今日我当真功亏一篑了。神龙之主，你滚开，否则本君对你不客气。眼看着他口中咒语呢喃，这么爱念咒语，本尊撕烂了你的嘴！你好大的胆子！你该死！你擒住清晨，动本尊的儿子，该死！一脚将他重重踩在地上。不！你想清楚了，你若杀了本君，你与你儿子的诅咒此生将会无解。诅咒本尊有法子破解，而你去死吧！我好彪悍啊！爹爹，没事了。从下方方可发现，似乎有什么力量要从黑暗邪君的身躯里头散去。这玩意儿竟然还不止一条命，这玩意儿竟然还想要逃离啊！正要去追踪，远处的岳清晨这时终于完成了突破，眼看着一道力量要逃离，他骤然腾身，银色的鞭子刹那之间将一走的4道光芒完全卷起，一道道的金色符咒朝着那黑色烟雾涌去，将那一团烟雾锁困在里头。被困住的一团烟雾一点点的幻化作了一只黑狐的身影。放开本君，放开！家业，上次是我大意，让你舍弃1条命逃走了，这一次不会了，余下的4条命就让我一条一条的摧毁了。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你儿子的血脉异常与我黑暗邪殿有莫大的关联。
风青青，你若是杀了本君，你会不知道你儿子的秘密，还有神龙之主的诅咒，还有当年你在谦虚封家的一些事情。莫要忘了，本君乃是黑暗邪殿之人，即便是当年的无双圣尊，想要寻到你的踪迹，都得有求于本君。放了本君，本君会帮你。狗东西，还想继续威胁本尊？什么秘密，什么诅咒，本尊自己可以解决，无需你区区一个蛆虫相助。金光炸开在四方，风青青竟当真杀了他最后一条命，从此以后他将万劫不复了。老祖宗，不愧是老祖宗啊！师傅，风青青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我想起来了，风青青不就是那传说之中把自己喝死了的那个老祖宗吗？那个长得丑不拉几的跟黑狐一样的狗东西，竟然敢这么咒骂月姐，想让我月姐跟风青青老祖宗一样的下场，真是其心可诛啊！还好他死了。哎呀，第一次觉得这脑子不好也挺不错的。都结束了，金凤在长空之中发出一声叫喊，金光蔓延天地，旋即他双翅大展，扑棱一下重新回到了岳清晨体内。在龙思觉的照顾之下，小叶小莫都已经被安置妥当，小叶眼底的红光已经散去，恢复如常。小阡陌的天龙血脉则也在龙思觉的催动下一点点的重新恢复了力量。娘亲，没事了，都过去了。娘亲，我又失控了。没有，你方才做得很棒。可是我好像记得那个人喊我是怪物，他自己才是怪物。坏蛋说的话不可信。小叶，是你的出现让那坏蛋有了弱点，你是今日功劳最大的小英雄，若不是你，那个坏蛋今日很难斩杀掉。真的吗？是的，小叶弟弟，今天可真多亏了你，你真的很棒，不愧是我的弟弟，真是爹爹与娘亲的好儿子。太好了，我是小英雄，我是最棒的。我没事。龙思觉看着眼前满目绽放着明媚的女子，握着她的手愈发的紧了。月姑娘，黑暗势力的余孽已经都被我们控制住了，如何处置啊？杀了他们，一个不留。不要啊，姑娘，求你饶我们一马，我们都只是听从邪君做事，我们必须要听从他的话呀。这群人早已被黑暗邪气浸染多年，是不可能脱离得了这黑暗邪气的，若是留下他们，后果很严重。不过小叶的体质似乎与这邪气有3分关联，仿佛是为了克制这邪气而生。好，放你们可以，从今日起，尔等需臣服于我。什么？黑暗邪君已被本尊击杀，从今日起由本尊接管黑暗邪殿，尔等可服？服，拜见姑娘，我等愿追随姑娘，直至死亡，直至魂飞魄散。契约赫然落下。从今以后，尔等听从本尊号令，若有违背，本尊定会亲自抹杀。金凤之力呼啸而上，再度压得一群人无法抬头。是龙大，我父亲当年的仇，我终于替他报了。是我回来的太迟了。不迟，你回来的刚好。我知道你肯定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清晨，我探寻到战尊的踪迹了。什么？当真？在醉仙岛，20多年前，他从这里逃离，去往了醉仙岛。不过，我在醉仙岛上探查了许久，尚不确定他的身份。他的父亲当年被世家联盟众人迫害成那般，岳清晨一直都在担心父亲会活不下去。现在得知此消息，他就彻底的放心了。清晨，我给你带回了一个小礼物，一只满身青色的小龟出现在他的掌心。这是玄武，这不是小王八吗？你才是王八，你全家都……他转过眼去，正想怒斥。呀，好可爱的小孩，看他这模样，应当是玄武的唤醒。还是这个姑娘有眼光。不错，的确是玄武，我在路上不小心遇到的，就顺手带回来给你了。他就知道清晨一定会感兴趣的，所以这些时日他才奋力将玄武治疗好。玄武，看到了吗？这就是你的主人。哎，这个姑娘身上的气息好强大。快去，不然本尊剥了你的壳。想要打开世家联盟的藏书阁，必须要齐聚4大神兽。不曾想玄武这就被带到眼前来了。龙大，你别吓到他，他看着很年幼，或许刚出世没多久。不过这小家伙运气不错啊。朱雀、青龙乃至白虎，他们每一个遇到自己的时候都是状况百出，甚至伤痕累累，出事困难。唯独这玄武就这么出现了。说明一切都在向更好的前进。娘亲，他睡着了。
娘亲，我们偷偷跑过来，你会怪我们吗？不会，是娘亲的疏忽，让你们独自留在神域，差点让坏人害惨了你们。没有，我们知道爹爹娘亲是为了保护我们。对的，娘亲没有做错啊，娘亲做什么都是对的。小叶小莫，娘亲现在想明白了，以后无论去往何处，我们一家人都要一起去。可是我们还不够强大，我们怕给娘亲拖后腿。不会，娘亲跟爹爹会一点点变得格外强大，只要有我们在，再也不会有人敢动你们分毫。太好了，我们可以一直跟爹爹娘亲在一起啦。以后我们永远不分离哦。娘亲，今晚我们要跟娘亲睡哦。身后的龙思觉看着前方的妻儿，唇畔之际的弧度亦是一点点加深了。娘亲，赶紧睡吧，你们从神域过来也不容易，也很累了。娘亲，我们不累。对的，我们不累。娘亲，这是我们在集市上给你买的发簪，这是我们久别重逢给你的见面礼。这么有心，还知道给娘亲带礼物？当然啦，久别重逢，要是没有礼物怎么行？数日不见，小家伙长大了吗？对，我们长大了，可以独当一面了。爹爹见到娘亲的时候，都知道给娘亲一个见面礼，虽然给了一个王八，但是我们做儿子的也不能比爹爹差，对不对？要不然我们在娘亲心底的地位就要被爹爹比下去了。小崽子们，很晚了，该睡了。怎么这么久不见，爹爹还是这么冷？我们不累，今晚我们要跟娘亲说好多悄悄话，我们要说一整个晚上。是吗？不错，爹爹娘亲离开的这一阵子发生了太多事情了。知道那传说之中吃人的老祖宗最喜欢吃什么样的小孩吗？又来。听说他最喜欢在夜间行走，吃夜里不睡觉的孩子。龙思觉睁着眼睛说瞎话，一本正经。真的吗？你们何曾听你们老子说过谎？我听闻那个吃人的老祖宗已经出现在了这9界，你们确定不去睡觉？罢了，你们既要攀谈个通宵，那爹爹我只好在外头守着。若是一会儿那吃人的老祖宗来了，爹爹替你们赶跑，不用怕，有爹在，没人敢动得了你们，就是那吃人的老祖宗也不行。龙思觉满面笃定，看得岳清晨简直风中凌乱。吃人的老祖宗，他们绝对不能让他来。今日爹爹娘亲才刚刚打跑了坏蛋，都好累了。娘亲，我们要睡觉了。数日不见，龙大胡说八道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好了。娘亲，好久没有讲故事给我们听了啊。我也要听。好，随后给他们讲起了睡前故事。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最初的南离国，最初的世月林。许久之后，传来2声均匀的呼吸声。媳妇儿，我好想你，我也要跟你通宵。温热的气息洒落在他的脖颈上。龙大，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不太好。哪里不好？都不太好。数日不见，他实在是想念极了他。黑暗邪君说龙思觉身上有诅咒，此生难解。没事，让我看看。一道道旋律落下，天神般的男女相拥而立。媳妇儿，我们通宵。不行，我要先替你仔细检查一下，若是你还受着伤怎么办？不能乱开玩笑。我没事。不行，还好，没什么大碍。走啊，正好趁此机会去一趟藏书阁。你不困吗？不是你说要通宵的吗？赶紧，趁着今晚夜色正好，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那藏书阁内到底有什么东西了。通宵，我所说的通宵似乎并非如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通体释放出了不同颜色的光。主人，吃了几颗主人给的神品丹药后，我们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主人，我也恢复了，而且经过内战，我体内的力量强大了好多。美人娘亲，我们如今变得很强大了。下一次若是有坏人来欺负你，我们一定打爆他们的头。不错，很好。罢了，只是一群神兽小幼崽罢了。小王八，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想认我家主人为主？你在害怕？放心啦，跟着我家主人好处多多哦，不仅可以每天吃好多好吃的丹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家子在一起，天都很开心的。一般兽想要契约，我家主人还看不上呢。自从我跟随了主人以来，实力那叫一个肉眼可见的飞涨，每天还有很多丹药可以当糖果吃。家，我都不知道家是什么样子啊。小玄武，别害怕，跟我家主人契约了，以后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永远不分离了。我知道你对我还不熟，暂时不必勉强，来日方长。岳清晨并不急于这一时，只要4大神兽聚集，能够打开这藏书阁的门，他就很满足了。你准备与我契约了？好。青色的光芒破空而出，直窜向天幕。青色、红色、白色、绿色，4道光芒从空落下，已经是分别附在4只神兽身上。4神兽归位，4神兽竟然归位了。吾乃青龙，愿为主人赴汤蹈火；吾乃朱雀，愿伴主人开天辟地；吾乃白虎，愿助主人上天入地；吾乃玄武，愿随主人五洲称霸。
父亲，四大神兽原来是您留给女儿的。莫怕，我在。他在，我便再无任何顾虑了。金色的战甲一点点的溢出金光。我的女儿，没想到你真的能够历经千难万阻，走到这一步，抵达此处。父亲，我解决了世家联盟，你的仇我报了。好孩子，苦了你了。不辛苦，您的仇我必须要报。您如今在何处？等我，马上我会找到你，我们一家团聚。唉，太难了，你还不知道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有何难的？纵使上天入地，我也会寻到你，救出你。丫头，这一世为父终于替你做了点事情，弥补了从前的愧疚，还有你娘。为父此生最是愧对于她，未能呵护好她。对不住，是父亲从前的疏忽，让你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苦。您到底是何身份？您到底在哪里？这藏书阁内是我留给你的各种功法，你务必要潜心修炼。灭天战队四大神兽功法都能助你快速回到从前的力量，有了这些助，又有神龙之主相伴于你，父亲总算可以放心了。他竟知道我遭受的一切，或许他都知道我是风青青，他并不仅仅只是我这一世的父亲，甚至于清晨，龙大，我要找五洲大陆的史书，所有的我都要。清晨，这是我在醉仙岛上找到的卷宗，恰巧是这个世界这么多年来的变迁史，不论真实与否，尚且可先看看。卷宗记载，万年之前，风青青老祖宗在征服千虚之后，即将登上大宝当日，却意外身亡，从此千虚大乱，曾经鼎鼎有名的几大势力全都一夕之间消散无踪，偌大的世界群龙无首，动荡了3000年，直至3000年后，风清瑶修炼至天地境地，自封青瑶神君，登上了曾经风青青老祖宗的位置，一统天下。但就在青瑶神君登上大宝的当日，有2个很神秘的人出世，意对青瑶神君动手，试图谋反，却被青瑶神君联合各方势力极力打散了他们的7魂6魄。当时有人传言说，那2人乃是青瑶神君的父亲九阳神帝与母亲。九阳神帝是他竟去击杀风清瑶。九阳神帝，这是数万年前的传奇人物。清晨，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什么？你不知道吧？我也是到死才知道，原来我才是九阳神帝的亲生女儿。到死，风清瑶才将这一切告知于我。我的命运与这一世的你何其相似！你被与龙凌霄交换了身份，而我则被风清瑶的亲生母亲偷走，丢弃在外，足足一生都不知亲生父母是谁，一直到死才知道真相。定是3000年后，九阳神帝与神后发现了真相，所以才对风清瑶动手。难怪父亲会对我那般歉疚，难怪父亲会说太难了。我果然没有猜错，岳北渊不仅仅是我这一世的父亲，更是我第一世的真正的父亲的一缕魂魄的载体，甚至于李心妹或许都是我第一世真正的母亲。李心妹之所以始终未曾醒来，不过是因为我所寻到的不过只是他的一魂罢了。龙大，我都想明白了，曾经我还是风青青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何我没有家人？原来我并非是没有家，只是爹娘不小心将我搞丢了。真好，我有很在乎我的家人呢。是的，你不仅有疼爱你的父母，还有我跟儿子。龙大，这卷宗从何而来？我前些时日追踪战尊的踪迹，经过了无尽海域，去到了醉仙岛，顺着战尊的气息，在一个秘境里得到了他。好，战尊一定就在醉仙岛，等找到了战尊，再找到神帝的其余残魂就很快了，神魂之间是共通的。明日我们就去醉仙岛，我很快就能寻到他们了，很快。月姐，昨天宴会之后我还没能和你好好说说话。月姐，你昨天没事吧？小子，你谁？月姐夫。姐夫？月姐夫，昨儿个初次见面我们还没能好好说几句话。姐夫，昨天你的表现实在是帅炸天际呀！穆少皇毫不掩饰地吹着彩虹屁。一大早的过来，有什么事情？哦，是这样的，我师父催促我了，说要尽快回去地门，地门好像出事了。祝你一路好运，前程似锦。是的，姑娘。公子，我们特地来此向你们告辞，我们马上要回醉仙岛，回地门了。要去醉仙岛吗？巧得很，我也准备一同前往。月姐，你是不是知道我舍不得你，所以
以你特地要跟我一同前去。月姐，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我真是无以为报呀！啊，这小子未免太自恋了。小子，滚！姐夫，莫说喊姐夫了，即便是喊爹都没用。你再胆敢随意靠近本尊媳妇半分，本尊定宰了你！哎呀，姐夫，有话好好说。龙思觉那淡金色的眸子之中溢着冰冷的光，直吓得穆少皇连连退后好几步。娘亲，只看到穆少皇不知何时已经窜入屋子之中。哎呀，这就是我月姐的儿子嘛！哎，那是我大侄子啊，不对，是我大外甥啊！大外甥，让舅舅捏你脸呀！从龙千墨的身上却是陡然溢出一道恐怖的气息。这两个小子要不要这么变态？不过区区2个5、6岁的孩童罢了，竟恐怖如此！娘亲，这个怪叔叔，这是娘亲在这里的朋友。是呀是呀，我是你们娘亲的朋友哦，你们娘亲就是我老大。可是娘亲，这个叔叔看着好像有点奇怪，你们是要出去吗？是要带我们一同走吗？当然，太好了！太好了，以后有人陪我一起玩了。腾飞大帝忍不住的扶额，这个叔叔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2只小小的老鼠张着嘴巴，仿佛在诉说着什么。这是天鼠，他们突然出现，是出事了？原本我想着等找到了父亲再去处理神阴阁之事，现在看来不得不先处理此事了。小叶小莫，你们先跟随穆少皇跟大帝去醉仙岛，娘亲过2天去与你们会合。娘亲，最多3天，我一定去跟你们会合。如今我已经到了尊者7重，也算有能力与那昆仑界主一战了。神阴女王的仇我有能力去报呀。昆仑界主这么兴师动众的，是要去干什么呀？强的气息，好恐怖的人！一支支穿云气剑直刺昆仑界主等人。阁下是何人？既知本座的身份，为何还要挡住本座的去路？阁下到底要干什么？这都看不出来吗？我拦住你是想弄死你。死丫头，是你！是你！方才我远远的就听到昆仑界主说想杀了我，是吗？现在我已经在这里了，有本事来！臭丫头，玉无门你非要硬闯，好的很。龙大，正好我刚有突破，让我先练练手。我倒是想要看看我的尊者7重与昆仑界主相比起来如何。尊者7重？怎么可能？一个小丫头怎么可能到尊者7重？昆仑界主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你果真是那个神主。别着急啊，此番我前来是为了送你个大礼。当岳清晨将那袋子往下丢去时，你杀了本座的3个儿子，真是你杀了他们。总算将这3颗发臭的东西交出去了，简直玷污我空间内的空气。你这个歹毒的妖女，根本不配做神域的神主，本座杀了你！一道道的气息落下。好家伙，不过是越狱不见，龙思觉的实力竟又提升了些许。昆仑界主，我与你的旧账，如今总算可以好好算一算了。我不信呢，我会打不过一个臭丫头。就这，生生的将那漩涡瞬间捏爆。哥，别怕，快用神印之力！无数道紫色气流，一点点的幻化作了各种各样的乐器的幻影。神阴女王的力量实在是厉害啊！臭丫头，你还我儿命来！一直被他安放在空间内的一群神阴神魄们，那是女王的精魄所幻化的神阴力量。该死，那个畜生怎么会操作？他到底都做了什么？女王的精魄力量怎么会到了他的身上？怎么会？月主不能让女王的精魄力量落在他的手上。臭丫头，你杀我儿，今日我定将你碎尸万段。哥，咱们总算要报仇了。哥，这丫头既然这么厉害，若不然一会儿将她的心脏给我炼化吧。你当初炼化了神阴女王的心脏后，你就继承了她这最厉害的神阴之力。我也想试试。好的。当那把古琴出现，紫色的沙光被震得往外退去。哥，你快看，那把琴，那不是神阴女王当时最厉害的琴吗？神阴至宝怎会在她手上？莫非她得到了神阴的传承？哼，一个臭丫头而已，怎么能得到传承？哥，一定是上次穆少皇带着她去了苍山之巅，她在那苍山之巅得到了这把琴，女王的琴，不是一般人能操控的。快杀了她！等杀了她，这把琴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能彻彻底底的得到所有的神阴之力。想得到这把琴，你们还不够格。杀了他！吵死了！2道气流完全刺入媚姬的喉咙，彻底的断绝了气。媚姬，我宰了你！昆仑界主，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阴力量。一道道力量从那莹润的指尖溢出，
将虚空之中鸣奏音乐的幻影全都击碎。不仅如此，一道道力量更是刺穿了神音幻影对昆仑界主的保护罩，从四面八方直击向他。怎么会？神域神主，你已经夺走我3个儿子跟我妹妹的命，我也为今日鲁莽行为付出代价。从现在起，不与你计较此事，我们一笔勾销，如何？正所谓不打不相识，神主大人，我们可以和平共处，甚至交个朋友的。不行哦，我不跟死人做朋友的。昆仑界主，在你击杀了神音女王之后，潇洒快活了这么久，现在该付出代价。你当初亲手击杀神音女王，夺女王的神音力，毁女王的神音阁，现在本尊就让你也死在神音之力之下。他似乎恍惚之间，从前方岳清晨的身上看到了从前神音女王的影子。你果真得到了神音之力，做当年既然能够亲手杀了那神音女王，现在怎么可能对付不了你？杀！身后的一群精兵全然被龙思觉的力量控制着，在昆仑界主的号召之下，一个个的再调动起了全身力量。月主，是他们，当年就是这群人踏平神音阁，是他们当初杀了我们。好，我知道了。高亢的琴音划破四方。到底要干什么？为何会与神音阁有关？今日本尊奉神音女王之托，来送你与你的手下一并归天。不，做乃是昆仑界主，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你莫不是以为你还有做鬼的资格？碎魂，你竟要碎了本座的魂！一旦碎魂使出，对方将会魂飞魄散，万劫不复。而操纵碎魂乐法的人，也必须要对神音之力极为通透，否则一个不小心将会自己遭到反噬，使得自己的魂魄也被卷入，被碎魂乐法所碎，万劫不复。当年的神音女王都没有，而这丫头，她怎么敢？臭丫头，你住手！你住手啊！他分明在选择自爆，自爆的刹那，短暂之间已是达到了地境，地境所有的力量冲着岳清晨攻去。这丫头定躲不过我自爆的力量，她如今分明是聪明反被的聪明误。另外一道黑色身影倏然从长空掠起，直直地冲向了他的力量，一道道滔天的金色气息溢出，骤然将他的地境气息全都挡了回去。不，自爆的力量瓦解，昆仑界主只感觉自己的神魂都要被抽离。是他毁了神音阁，是他杀了我们，杀了我们的家人，是他抓了曾经的女王，杀了女王，甚至还炼化了女王的心脏。我们吞了他的神魄，吞了他呀！不要呀！神音众魂们，现在你们亲手报仇的时候到了。杀了他们，杀了这些屠杀我们家人的畜生！因果报应，如今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清晨，没事了。女王是女王，多谢了，丫头。我继承了你的神音之力，这是我应该做的，不必言谢。知道吗，小丫头？我原本以为你会耗费最起码几十年才能做到这一步，却没想到不过1年多的时间，你成功了。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若等上几十年，岂不是让坏人再潇洒快活几十年？不愧是风清清老祖宗的转世。你也认识我？风清清老祖宗，但凡实力抵达大帝以上之人，何人不知？丫头，我是知道九阳神帝的。九阳神帝？当年九阳神帝攻击青瑶神君的事情闹得很大，虽然被青瑶神君特意压制了下来，但是还是有少数人知晓内幕的。只不过当年知道内幕的很多人早已经不在了。您还知道什么？小丫头，如今你替我报了神音阁的仇，我这一抹神识也无法支撑太久了。索性我将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当年九阳大帝夫妇联手对抗青瑶神君，虽然被打散神魂，但风清瑶也被重创，恼羞成怒之下，凌风世家的其余人全都被他控制住。风清瑶冒充风清清的身份，生活在凌风世家时，极尽万千宠爱于一身。凌风世家的5位少爷与2个小姐呢？2位小姐早已成婚，不过似乎所嫁非人。也是风清瑶做的？不错，青瑶神君以和亲为由，将他们一个嫁去了血族，一个嫁去了炎族。血族与炎族数万年前就以恶臭满盈，风清瑶他怎么敢？凌风家的那2位姐姐何其的温柔，他无法想象置身于血族与炎族的他们会是何等的处境。那凌风家的5个公子呢？他们失踪了。自九阳神帝进宫之后，5个公子就再没了踪迹。毫无音讯吗？对，生死未卜。风清瑶，丫头，
我知道你是风蜻蜓的转世，但是你现在的实力还对抗不了他，万事不可强求，唯有你变得强大的足以与他抵抗，你才能前去，否则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将功亏一篑了呀。掌心之间，鲜血一滴一滴的落下。丫头，我言尽于此，该散去了。我知道你找到了还魂碎片，一定能够将神鹰众魂复活。我现在就可以。罢了，诸位，大仇得报，诸位也是时候离开此处，前去转世了。女王，心事已了，该步入轮回了。丫头，还魂斩很厉害，你要保护好它。我想在你遇到九阳神帝之日，你一定用得到。至于这神鹰众魂，我将带领他们轮回了。丫头，我真幸运遇到了你，能将神鹰传承交给你。我相信以你的身份，你的实力，你会将神鹰传承发扬光大，让神鹰之力遍布天下。从此天底下不仅仅只有这一个神鹰阁，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神鹰阁。小子，总算是逮到你了！滚！你这个岛外之人，胆敢穿透无尽海域，擅自闯入最仙岛。前些时日无尽海域出事儿，可是你所为。让开，本尊可饶你们不死。我们听到了什么？一个从九界来的小子，竟然敢在这里命令我们！这小子虽然看着实力强大，但是不过只是人族罢了。醉仙岛上最不怕的就是人族，休要放肆！你擅自穿透了无尽海域，击杀了海皇大人，拿着海皇大人的令牌到达此处。小子，你……一道金光乍起，骤然落在了最前方的罗刹身上。你们吵到本尊媳妇了，该死！无尽海域内应当有一只神兽玄武，如今它连同它的壳子都已消失不见，可是你取走了。交出那玄武的壳子，我们可以饶你一命，否则休要怪我们不客气，将你剁碎了丢进无尽海域。从前清晨哄着小叶小莫睡觉的时候，会唱一些小童谣，他也轻轻地哼唱出来。那小子在做什么？他竟然在唱歌！他疯了吗？在他的安抚之下，岳清晨似乎再度安稳地沉睡起来。好好睡一觉吧，媳妇儿，睡醒了就能见到小叶小莫了。我们说话你听到了吗？一道道的水龙呼啸而起，伴随而至的乃是一个个锋利无比的冰刀。空气之中，烈火元素从另外一个方向攻去。该死，这是什么力量？竟然能够同时操纵冰跟火？难不成是元素之力？可是元素之力不是只有神龙一族才拥有的吗？龙族，早在10万年前就已经灭了呀，就已经随着神龙之主灭了呀。绝对不可能是神龙一族的人，一定是巧合，一定是巧合！你们既要寻死，本尊便成全你们一把。小子，你胆敢动我们罗刹族？你若敢杀了我们，莫说是你，人族的帝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大叔叔，别着急走呀，送了这么多蛇，我们怎么能独自享用？小莫哥哥，要不我们先做红烧蛇吧？好，一团烈火已经溢出，朝着其中一个魔蛇的尸身而去。小鬼，你们想做什么？我警告你们，我可是玉山大帝的人，你们敢动我，就是与玉山大帝为敌。玉山大帝呀，他想做什么？只是教训一下你们，玉山大帝让我在这里看守着，并不曾想要你们的命啊！等你们被魔蛇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再遣走魔蛇。哦，是真的，醉仙岛上有规矩，岛上不可同族猎杀，否则会魂飞魄散。这两个小兔崽子实在是太恐怖了。困在这人周身的符咒告知他们，此人并未说假话。是吗？那我就将这蛇肉打包送给玉山大帝吧。正当他准备宽衣睡觉时，从上方却是一条条硕大的魔蛇自上落下。谁？是谁？玉山大帝骤然破窗而出，却见两个小家伙正坐在屋顶上。小子，你们好大的胆子！自从知道这岛上那不可同族猎杀的规矩后，他们便轻松了很多。老爷爷，你喜不喜欢我们送给你的礼物呀？小兔崽子，胆敢来本座地盘放肆！老爷爷，你要是再往前几步，你就要吐血了。玉山大帝迈开步伐，再往前3步，一口鲜血自他口中溢出。我提醒过你了。小子，你们到底是谁？这两个奶娃娃竟然如此强悍！老爷爷，你要是再敢上前动我们分毫的话，哼，我爹娘也不会放过你的哦。奶娃娃，你们是跟着腾飞大帝回来的也罢，姑且当你们是被腾飞蛊惑了。小子，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改邪归正，不再跟着腾飞，我便不与你们计较今日之事。
奶娃娃，别跟着腾飞大帝了，以后跟着做如何？腾飞大帝此人心胸狭窄，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且算你们之前年幼无知，被腾飞那奸产小人所诓骗。不许你说腾飞爷爷的坏话，腾飞爷爷当初可是在世家联盟不惜要以性命去帮娘亲的人。他是好人。好人？狗屁！你们可知，当年他的师傅被我师傅打败后躲了起来，腾飞大帝便在外头散布谣言，称是我师傅使了下作的手段。如此毒辣之人，实在是为人枉登大帝之境。若非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镇压着他，只怕他还不知怎么猖狂。胡说八道！腾飞爷爷不是这样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件事是我师傅亲口告知我的。当年明明是我师傅堂堂正正的胜过了盘蛇仙帝，腾飞大帝他们却根本输不起，一再的污蔑我师傅，甚至说我师傅了盘蛇仙帝满门。如此谣言，亏他说得出，帝门因他而变得人心惶惶，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分裂着。老爷爷，会不会你被你师傅骗了？不可能，我师傅乃是一介仙帝，怎会说谎？尤其是我的师傅啊，那可是青瑶神君的得力助手，之所以来到这醉仙岛，不过是替青瑶神君盯着各大种族罢了，防止各大种族动乱。所以考虑的怎么样？若是跟着我有整个帝门最好的东西都可给你们。算了，我们只是在这里等爹娘，等爹爹娘亲来了再说。爹娘？当然了，我们爹娘是天底下最厉害之人。好，本大帝相信你爹娘一定能明辨是非的。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今日之事暂且翻过。对了，老爷爷，你知道月战尊吗？玉山大帝拧着眉正欲回答，远处地门之外有声声鼓声鸣起。不好，有外族来犯！臭小子，你们赶紧先回去。老爷爷，外头的是坏蛋吗？是，所以小兔崽子别乱出去，要是出事了，腾飞那老东西又要污蔑本座了。可是你之前真的是想拿魔蛇要对付我们的呀。玉山大帝一阵无言，他现在没空跟这两个小兔崽子掰扯这些。老爷爷，你拿好了这个，要是一会儿打不过了，就用这个毒，撒下这个毒，你们就可以开溜了。不可否认，他们很厉害，但是只怕还真没到这个程度吧。好，小子，好好待在此处。小木哥哥，我们要出去看看吗？不可，我们不能给爹爹娘亲招惹任何麻烦。小叶弟弟，我们就先在这里等着。好，小莫哥哥，我觉得那个玉山老爷爷好像也没那么坏到透彻。也许的确有什么误会。那是什么？看着怎么这么像怪物？那是罗刹一族。罗刹一族有很多种族，从前都是存在大虚境的。不过万年之前，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都被从大虚境驱赶。大虚境的？难道是那个吃人的老祖宗所在的地方？应当是。那这罗刹门肯定很厉害，腾飞爷爷跟这个坏蛋老爷爷会不会真的打不过他们？放心，一定不会有事。让开，让我等踏入地门，或许我们可留你们一命。做梦！若是如此，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烈火灼烧在两位大帝的周身。小木哥哥，腾飞爷爷要死了！掌心之中，一道道金色的符咒溢出，越过虚空往外而去，企图帮助两位大帝将罗刹族暂且击退。是符咒啊，竟然还这么厉害！他的满身骤然溢出一道红光，符咒碎裂。看来这地门内还真是有宝物啊！快踏碎了地门，盗宝物！坏蛋爷爷，快用我放下给你的东西，用那东西可以杀了那群坏人。腾飞，闭气！一道道的粉末瞬间弥漫往前，最前端的一群罗刹当即被毒得浑身发软。杀！然而罗刹实在是太多了，竟然是个孩子，一个小屁孩还想杀了我罗刹族，哼！地门内几时藏了这么厉害的小家伙？若是能够被我罗刹族炼化，我罗刹族的力量定能再进一步。他在撞破结界，现在想要逃跑肯定是来不及了。别怕，小叶弟弟，有哥哥在。然就在那罗刹即将要撞到小阡陌之际，金色的剑矢掠过气息，陡然射穿了那罗刹将领的双翅，那精壮的身躯瞬间被金色的剑气悬挂在半空之中。谁？是谁？好大的胆子！我乃罗刹一族，尔等何人，胆敢对我罗刹一族动手？哼，罗刹一族，你到底是谁？一道硕大的金凤从原地飞腾而出。小小的罗刹一族罢了，如今竟敢欺负到你祖宗地盘了。金凤？那怎么会是金凤？传言之中，那位金凤老祖早已经死了。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在此处故弄玄虚？金凤老祖早已不在了。罗刹一族，本尊已经在此告诫过尔等，尔等竟敢忤逆本尊，罢也罢。
金色的光亮从长空之中完全呼啸而过，生生的将他的躯体完全的刺穿，彻彻底底断了气。真的是那个金凤老祖，完了，金凤老祖真的出现了。罗刹一族，记好了，这地门乃是本尊罩着的，若尔等日后胆敢再来犯地门，再与地门作对，不安分守己，本尊定灭你罗刹满门。本尊说到做到。是。好，还算听话。另外，谁若敢将本尊今日出现在此的消息放出去，本尊第一个不饶，尔等好自为之。小莫哥哥，这是风清清老祖宗？好像是。岳清晨为了隐藏身份，特意改变声线，压低了声音，以至于小叶小莫都不曾听出他的声音。快，小莫哥哥，我们快回去睡觉。风清清老祖宗最喜欢在晚上吃夜里不睡觉的小孩。哦，天了，醉仙岛真的好危险啊！醉仙岛上不仅有各种各样可怕的种族，还有那个恐怖到爆炸的吃人老祖宗。小莫哥哥，我们以后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了。还有，等爹爹娘亲过来了，我们也要好好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唉，这两个小崽子竟然这么的乖巧，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大帝，这2日麻烦你照顾他们了。若非今日月姑娘你及时出现，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没想到醉仙岛上会有这么多的种族，这些种族从前不是都在大虚境的吗？竟能出现在此，这就说来话长了。总之是很多年前，青瑶神君将各大种族贬至此处。血族跟炎族可在？自然在的。非但是罗刹族，血族与炎族也一直都对我们地门虎视眈眈的。血族、炎族，他知道为何当初战尊即便是浑身被挖了血肉之后，还非要来这醉仙岛，因为凌风世家的2个小姐或许也就在这醉仙岛之上。血族与炎族位居何处？我要去看看。您想去？这只怕不行啊！地门与这些种族素来不相往来，各大种族在醉仙岛上都互不打扰。若是贸然前去，只怕会让血族与炎族抓住把柄。况且这血族与炎族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这么多年的蛰伏，他们的实力或许都不见得在罗刹族之下呀。我知道了，战尊应该是来找当初九阳神帝的另外2个女儿，或许在这个醉仙岛上能够将他们全部找到，也说不准。月姑娘，你们之前说北渊兄在这醉仙岛，10有8九。可是为何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会找到的，腾飞大帝，今日时辰不早了，先好好休息吧。你身上还有伤。对了，月姑娘，你若是想见一下血族与炎族，这些时日倒是有个现成的机会。因为再过数日便是醉仙岛上的盛宴。数日之后是青瑶神君的生辰，届时各大种族都会聚集一起为青瑶神君祈福，这是每年一度各大种族汇聚，互不干扰，和平共处。那风青瑶会出现？自然是不会的，只不过各大种族会向青瑶神君隔空进献宝物，毕竟他如今是大虚境的神君呢。月姑娘，这青瑶神君应当是您的故人吧？不错，的确是故人，很难忘的故人。啊，娘亲，我不是在做梦吗？娘亲来晚了。不晚，娘亲太棒了，说好3天就来，真的就已经到了。娘亲不会骗你们的。对了，娘亲，你一定要小心哦，这醉仙岛上有好多奇怪的种族，他们很厉害。我知道，你们2人也务必要注意，断不能瞎胡闹。再有就是日后在外人跟前不可随意展露自己的实力。瞬间就将2个孩子身上的气息完全的隐藏起来。昨日那罗刹族之所以想对小叶小莫出手，就是因为看上了他们的逆天体质。打今儿起行事务必要注意，切莫招惹上不该招惹的人。放心了，娘亲，我们知道的，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注意，绝对不会招惹到那个吃人的老祖宗。娘亲，昨天晚上我们差点碰到那个吃人的老祖宗了，他的声音好沙哑，好可怕。不过他没有露脸，他的样子一定跟他的声音一样，特别恐怖。是的，娘亲，不过娘亲放心，我们不会让那个老祖宗对我们下手的。龙大瞎编的2句话，瞧把这俩娃吓得。娘亲，你怎么了？是在担心我们吗？是不是吃人的老祖宗给娘亲造成了困扰？没有，也许那个老祖宗并不那么恐怖。不可能，他连脸都不肯露，肯定是个丑八怪。也许跟你娘我长得挺像的呢，这更加不可能啦。我家娘亲天下第一美，那个吃人的老祖宗给我娘亲端茶倒水都不配的。这2个孩子呀，到底还是太年轻了呀。来，穿好衣服，娘亲带你们出去逛逛。要跟娘亲逛街吗？一同去吧。太好了。
爹爹，爹，看来对孩子温柔一点还是有用的。看着他们这渴望拥抱自己的热情，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来，就想将他们抱住。谁曾想，两个小家伙突然与他擦身而过，他们一左一右，分别站稳身子。娘亲，你看我们是不是比爹爹还要帅气？我儿子自然是天下最帅的。娘亲，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一定会比爹爹还厉害。一定会的，你们两个都是天赋逆天，将来定成大器。嘿嘿，那是因为我们是娘亲生的呀。龙思觉一阵沉默，不知为何，他仿佛有被羞辱到。时辰不早了，小兔崽子，走了。月姐，你等等我呀，等等我。本就多了俩小电灯泡，现在又来了个更大的了。娘亲，脑子不太好使的这个叔叔又来了。月姐，总算追上你们了。哎呀，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去矿山？是啊，方才听我师傅说起，你们一大早准备去那上古荒矿，这等好事我怎能不去？月姐，真我要跟紧你，你去哪里我都要跟着。最重要的是，师傅说了，我得好好历练历练，我要趁此机会好好历练一番。同时，直觉告诉我，跟着月姐有肉吃啊，我得紧抱月姐的大腿，绝对不能落队。滚回去，别在这里碍眼。想要跟紧的清晨，我算什么？嗨，姐夫，几天不见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酷啊，真不愧是我月姐的男人。走吧，管好你自己的小命。好嘞。那是什么玩意儿？穆少皇，你跟紧了。漫天的荒石落下，冲击得他们几乎无法喘息。月姐，这到底是什么？是阵法，有东西在操控着这些荒石，点石成兵，莫过于此。不行啊，月姐，这荒石好多好多呀，怎么办啊？怎么办？那就让那个他们无石可点。不过是一会儿功夫，方才那即将要触及到他们的所有荒石，全然被爆碎。牛啊！看来这些荒石总算是不敢胡来了。看到了吗？无论是什么，即便是石头，也都是吃软怕硬的。等他们落在这矿山中央，矿坑之下，天，娘亲，这里真的有好多宝物。月姐，咱们是发达了吗？只看到那个矿坑之中，突然就往外溢出了炽热的烈火，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这玩意儿在搞偷袭吗？又是人族，该死的人族！这么多年了，竟还敢三番五次的来打扰本座，该死！炽热的火龙怒吼着从前方冲击过来。龙思觉准备调动起空气之中的水元素，将火龙熄灭。然而处在这荒石之上，水元素却是少得可怜，竟半点都凝聚不起来。竟然还想调动水元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区区人族也胆敢在本座跟前叫嚣！清晨，这里交给我。龙思觉将小阡陌交给岳清晨，在他们的周身落下了一层强大的结界。清晨交代过，在这最先倒，最好不要使用那神龙之力。不过，即便不用神龙之力，我就不信我还奈何不了这个东西。在龙思觉的跟前，竟是一点点的凝聚起了一道道烈火。看来你很会纵火，那就看看你与本座谁的火龙更强吧。最会控火，你确定？在他跟前的那条硕大的火龙再度变得越来越大，天地之间的岩浆如同倒流一般，一点点的从地上被往上吸去。你让本尊教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控火。他陡然打了个响指，爆破声骤然响彻云霄。不，胆敢破了本座的控火术，定不会让你们全身而退。爹爹，天黑了。半空之中所展现的赫然是一轮血月，能够操纵白天与黑夜变换的唯有烛龙。清晨，你快先带着孩子离开，我在这里对抗他。没错，就是烛龙，神龙一族的死对头。此龙拥有操纵四季、分别昼夜的能力，他睁开眼便是白天，闭上眼便是黑夜，呼吸之间便是春夏秋冬。他若是实力足够时，他甚至能够操纵人的意识，让人产生幻境。数万年前，神龙才将烛龙堪堪打败，占据了龙族之首，而如今神龙才相对而言不过处于幼年状态，力量较之于当年完全无法相比。现在想离开，迟了，人族今日必死无疑。硕大的神龙这一刻自他体内溢出。烛龙，你且瞪大了眼睛，看清楚本尊是谁。烛龙在看到神龙出现的刹那，神色大变。是你？怎么会是你？你不是早已经死了，怎会出现在此？让开，莫挡了本尊之道。神龙之主啊，也好，数万年前做惜败在你手下，如今做总算可以给自己讨回个公道了。他那红艳的身躯直直地攻向龙思觉。
神龙呼啸，化作一道道的闪电，劈向那烛龙的身躯，几口之下，竟就将那神龙之力吞没。神龙之主，不曾想数万年不见，你竟变得这般弱小。本座被困在这里多年，力量已经耗损了50%，而你却连当年的1/10，甚至1%都不到。认输吧，如今的你只会是本座的手下败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做梦。放肆！娘亲，爹爹有危险了。没事，你爹一定打得过他的。烛龙，这的确是不好惹的角色，更别说如今他们的实力都远比不上从前了。该死，本座怎会打不过你？明明你如今弱到爆，座怎会奈何不了你？本尊说了，哪怕只有1/1000，本尊也照样能打败你。娘亲，你说的对，爹爹打得过他的。哼！神龙深知自己的弱点，他们有同出龙族，他势必是无法奈何得了神龙的，但是他可以奈何得了这几个人呢？岳清晨周身的景象突然改变，这里似乎没有了穆少皇与小叶小莫，似乎只剩下了他孤身一人。风清清，你看你竟也有沦落到今日的地步。风清瑶，这个从前一直存在于自己远古记忆之中的人，竟仿佛真的出现在了岳清晨跟前。堂堂的谦虚之主，竟也如此狼狈。风清清，只要你交出灵凤世家的金凤传承，我便可饶你一命。想要金凤传承，你啊还不够格。放肆！在他的两侧赫然出现了2个孩子。风清清，这是你的2个儿子吧？你若不将金凤传承交出，我现在就一刀一刀的剜下他们的肉。他竟恍惚之间似乎分不清现实与虚幻了。放开他们，放开！风清清，你想清楚了，交还是不交？却就在这一刻，那原本被奇怪的力量禁锢着的岳清晨，却陡然之间浑身蹦出一道剧烈的气息，轰然冲向前方。风清瑶，你动我便算了，你还敢动我儿？我杀了你！一掌砸落，前方的女子当即拍了个粉碎。亦是在这一刻，她周身的景象再度改变，再度幻化作了方才的模样，一切仿佛全都不曾改变，唯独那硕大的烛龙在半空之中骤然吐出一口鲜血。不可能，这女人竟破开了本座的幻境。烛龙胆敢对本尊的女人下手。烛龙，你竟为难一个人族，你们自身都难保了，还有空关心别人，不愧是当年心怀天下的人啊，实在是让本座佩服。该结束了，总有一天天地十兽都将由本座来号令。天地十兽，其中包括金凤、神龙乃至青瑶神君的青鸾。龙思觉将一道神龙之力落在了岳清晨的身上，岳清晨随身携带的那一滴龙思觉的心头血上瞬间就溢出了耀眼的光，神龙力量与金凤力量汇合，更是将那元真之力往后逼退去了3分。灭天战甲豁然一点点地附上他的身躯。号令天地十兽，烛龙，你是当我们死了吗？是你们4大神兽。4大神兽合体之后将成为神灵之兽，与它同属天地十兽。4大神兽，你们算什么天地十兽？你们只要一日不合体成为神灵体，便无法位居天地十兽之列。好啊，那我们就让你看看我们合体了是什么样子。诸位听令，随我归位。是。4大神兽眼下与岳清晨的战甲融为一体，他们更是将作为神兽的所有力量全部都贡献给了岳清晨。4神兽合体了？怎么可能？这么多年来，4神兽从未合体过。神兽附体，幻化作了天地十兽之中的神灵兽。这一刻，他完全得到了神灵兽的力量。烛龙，你想号召天地十兽，下辈子吧。一拳又一拳砸落在烛龙的脑袋上。放手，放手啊！做不信，做会奈何不了你。所有的矿石这一刻都像是在吸收天地灵气，再将天地灵气传到他的身上。神灵兽又如何？找到了宿主又如何？座依旧能够将你击败。座虽被困在这里，但是本座到底是天地十兽之一的本体，只要这天地力量还在，座的力量便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爹爹，这个大怪兽是要吸收这些矿石吗？神龙之主，这竟真是你的儿子，竟还是人族的小子。你可真是自甘堕落。
原来这些矿石是可以吃的呀，早说呀！臭小子，你要做什么？哼，原来你就是靠着吸收这些矿石的力量，在这里欺负我爹娘的。那我就先给你吸光，倒是要看看你还怎么欺负我家爹娘。一道道很怪异的红色光芒往外蹦出，迅速的从悬浮在半空之中的这些矿石之上掠过，身后的矿石已经全部都往地上落去。不，这是本座的矿石，藏了天地力量的矿石。小子，你胆敢吸收本座的矿石？烛龙浑身的元真力量随着矿石被吸走，仿佛也开始消散。哼，烛龙，你方才欺负我爹娘，一定要好好教训你。这些矿石没了，我也完了，我根本不能从这里离开呀！娘亲，你说我要怎么教训他呢？我是吸光他，还是煮了他喂兽呢？烛龙浑身一个哆嗦，不过这烛龙乃是天地实兽，若能收服了它，将它化为己有，不失为一件好事。烛龙，吸光你或者煮了你，你自己选一个。还有最后一个选择，认我儿子为主，只要你认他为主，定会放你一命。做梦，断不会认一个无能的人族为主。你说我无能？男人最讨厌被别人说无能了。小叶弟弟，我没有被这怪力反噬，我有自己的意识，我只是要先证明自己哦。放心啦，我是娘亲的乖宝宝。小怪兽，你说我无能，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能耐哦。道道修复的力量在一点点的沁入他的经脉。你在做什么？看到了吗？如今的我是丹圣，更是圣者丹师，你还敢说我无能吗？既然我娘亲愿意给你一个机会，那我给你一个机会。小家伙，你干嘛撤走了？哼，我机会给过你了，你又没有认我为主，我为什么要在你的身上浪费力气？你不认我为主，便是我的仇人，活该被罚。给个甜枣再打个巴掌。小叶这小家伙看来如今真是成长了不少啊。刚刚体验过天堂一般感觉的烛龙彻底受不了这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痛苦的脸都变了形。小子，停手啊！本座答应你，认你为主，可以了吗？真的，我不喜欢强人所难哦，你可千万不要勉强。这小子竟然这么厉害，甚至还能吸收天地元气。当然，一切都是本座自愿，是本座心甘情愿的。那你会跟我契约的哦。契约，这意味着从此生生世世他都要跟随于他。烛龙一时之间不觉有些迟疑了。我就说你在勉强罢了。娘亲说了，若是不为己用，只有杀之。不，本座愿意。这小家伙如此厉害，我若是契约了他，倒也不算亏。最重要的是可以保命啊！小怪兽，咱们开始契约吧。以无鲜血与尔契约，自此生生世世，此生相随。契约落下。天哪，这一个这么小的奶娃娃，竟然已经完完全全抵达了圣者9重境界，这可是世间之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爹爹娘亲，我又突破了，我也有龙了。爹爹有神龙，小莫哥哥有天龙，我有烛龙，我终于可以跟爹爹哥哥一起保护娘亲了呢。主人，我的身体恢复如常了。是呀，你已经是我的契约兽了，所以我就替你修复了。还有那些矿石似乎能够让你变得更厉害。既然你已经是我的契约兽了，那些力量我会还给你的哦。早知道方才还打哪门子的架，之前在他们抵达这里的时候，我就直接去抱大腿不就行了吗？真是失策。主人体内的这道力量竟是……小怪兽，主人有事您吩咐。那是我爹我娘。我知道。所以以后见到我爹娘的兽兽，千万不能对他们不尊敬，不要乱了辈分哦。烛龙眸子之中全是震惊。辈分？可是我们同属天地实兽啊。小怪兽，你不听我的话吗？你要是让我生气的话，后果很严重哦。放心吧，主人，我一定不会乱了辈分了。以后我就喊你爹娘祖宗，他们就是我祖宗。怎么样，祖宗可以吗？岳清晨扯了扯唇，你随意。祖宗听着跟那个吃人的老祖宗的名字有点相似，不过只要娘亲喜欢，一切都行。小猪龙，快喊声大爷听听，喊声姨。实在不行，喊声哥哥也好。耻辱，实在是耻辱啊！我这一生的英名是彻底的毁了。最后烛龙只得不甘不愿的顺着四只神兽的意思出了声。猪龙，你也有今天。这就
就是你识人不清的代价。烛龙方才差点伤了爹爹娘亲，现在也算是给他的一个小小的教训了。烛龙，你为何会落到此处？说来话长，当年在神龙之主跟神龙消失之后，龙族忽然遭受了一道奇怪的诅咒，我就莫名其妙的被困在了此处，怎么也不得脱身。诅咒？他记得龙大身上也有一道诅咒。不错，这道力量很奇怪，我只能在这荒山的小区域活动，无法离开。万幸我随身带着很多矿石，用于补充能量。可知是谁做的？不知。罢了，先回去吧。天哪，原来契约了主人你，我就自由了。主人，你怎么不早点出现？你要是早点出现，我就老早跟你走了。爹爹，我有一点点痛。你是男子汉，要撑住。一道力量闪烁出来，瞬间让小叶陷入了沉睡。爹爹，小叶弟弟他去守着院子，莫让任何人踏入。这个院子分明是有结界护着的，不可能有外人到来。爹爹这样做，定是要支开我。好，出来，龙主子，你在喊我出来，本尊没有耐心。但是那道气息却依旧藏匿起来，他的大掌再度挥舞，顺着小叶经脉往里头探入，他似乎想将那道气息逼出来。哎呦，别催了，别催了，爹爹，我好疼啊！别瞎认爹，你根本不是小叶。哼哼，看来我果真没有选错人，这小家伙呀，实在是来路不凡呀，连爹娘都这么厉害。这跟主人的声音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呐！什么东西竟然一直住在主人体内，而我们竟然全都不知道？什么鬼东西，从本尊儿子身体中滚出去！可是不行啊，我出不来啊。到底是谁？不会伤害他的，我都跟着他一起生活了将近6年了，一直不都相安无事吗？以后也让我们相安无事的相处，不好吗？将近6年，也就是说，从他出生起就已经在小叶的体内了。此道气息太过隐秘，这么多年来，甚至连岳清晨都未曾发现了他。说清楚！我就是邪元灵根的气息呀！这小家伙当年在他娘被剖开肚子丢下山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没气儿了，是我恰好进入了他的体内，这才让他能安然无恙的被生了下来。你想干什么？我当时觉得你儿子的体质很不错，就顺势钻了进去。我们这么多年和平共处，一同强大。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看，小家伙将我滋养的多好啊！你竟将他当作滋养你的载体，还妄想夺走他的身体，你该死！你想清楚了哦，你要是把我逼迫出来，你儿子就会成为一个废人了。本尊不将你抽出，但是本尊却可以炼化了你，让你与他的身躯彻底融合。哼哼，你是融化不了我的。是吗？那来试试。本尊不信，即便是拼了本尊的全身力量，也奈何不了你。你要来真的？你妄图操纵本尊儿子的躯体，你不该存在。我是你儿子的救命恩人。你们只不过是互相成就罢了。当年若非是有小叶的身躯，你邪元灵根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谁都不欠谁的。你若是融化了我，并不见得是好事。邪元灵体很麻烦的，根本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样的存在觊觎着邪元灵体。有再多的麻烦，有本尊兜着。至于你，对于小叶而言，才是真正的麻烦。不要炼化我，只要你不炼化我，我以后就乖乖的待在这里，以后再也不会出来蹦跶。而且，我愿意乖乖顺从小叶。我发誓，永远不会与他再抢力量，他的身躯永远都是他的。我还能隐藏气息，不让任何人发觉我的存在，不会招惹到麻烦了。好，如你所言，立誓他为主，你为仆，为此本尊才会放心，否则本尊现在就将你彻底炼化。好，我答应你。只等那誓言落下，那一道气息才一点点的隐匿起来。爹爹，我怎么了？没事，你只是太累了，方才太困了，睡着了罢了。真的吗？我还以为是我体内那奇怪的力量又要冲撞出来了。不过爹爹，我现在已经很努力的在控制这道力量了。你喜欢那道力量吗？以前一直不喜欢，我才不要被当作怪物。不过我发觉那个力量若是存在，只要我能操纵好它，我就有保护爹娘还有哥哥的能力呀。所以我已经很努力的让自己喜欢它了。我发现有这个力量在也不错哦。只要你喜欢就好。小莫哥哥，我现在实力已经很强大了。真好，我的弟弟果真厉害。小莫哥哥，要不我们切磋切磋，我已经等不及了。小莫哥哥，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说咱俩谁要是赢了，谁就当哥哥？不是要切磋吗？来，我们出去切磋一下。嘿，
太好了，小莫哥哥，开始吧。好，哼，这次我一定要打败你。顿时将小叶困住。小叶弟弟，打架不是只有蛮力才行的，看到了吗？这是阵法。这是外公的阵法，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你就不要管了，别忘了，你哥永远是你哥，你再厉害，我还是你哥，不开心啦？不，我只是不想再让小莫哥哥那么累了。小莫哥哥，以后遇到危险了，你不要总是冲在前面好不好？我们一起应对。你看，我现在也很厉害了。好，听你的。我与你有缘，救你一命。我这条命早就不值得救了。他并不知道这女子是谁，但是女子自毁容貌自保的举措，让他都忍不住为之侧目。不管发生什么，活着才有希望。你快走，今日之事与你无关，我自己承担就行。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得罪了血族，你会很麻烦的。血族那群都是恶魔。莫慌，我在，往后退去，我跟你解开笼子。可是不值得了。怎么会不值得？想想是谁把你困在这里，让你变成了这样？难道你就任由亲者痛，仇者快？退后！这姑娘是疯了吧？这疯宴除了血族自己，其余人根本无法可解。她区区一个人族，竟如此胆大包天。长鞭落下，竟生生的将那符咒印记砸得晃动，伴随着最后一声爆破声响，灭天鞭终于完全的砸烂了符咒，笼子更是在这一刻轰然碎裂。你自由了，多谢。还不知姑娘姓甚名谁，从何处来？若是换作他人，他断然不会应答。不过这个女子已经立下血咒，生生世世的追随于自己。岳清晨，来自九界六域。岳清晨，我知道了。娘亲出来了。岳姑娘，您这么快就出来了，可有什么收获？听闻这天机堂内竟是好宝物啊！偌大的种族取出宝物，只为了与血族第一美人共度光阴，简直是荒唐。只怕如今的天机堂早已变了味儿了。这是何意？宝物没找到，不过收获还算可以。娘亲，他是谁啊？他从天机堂内与我一同出来，从此往后他也跟着我，像是娘亲很好的朋友，是娘亲的朋友呀。姨姨，你疼吗？你叫我什么？你是娘亲的朋友，所以我们该喊你一声姨姨。如若青青与青寻还在，他们应当也已经成婚了。青青与那个神秘的神龙之主，青寻与他的心上人，他们的孩子也该是唤我一声姨母的，一如这两个孩子一般。姨姨，你怎么了？是不是我们惹你不开心了？没有，你们没有惹我不开心，我只是太激动了。你们是清晨的儿子，初次见面，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便算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2颗血红的小珠子落在他掌心，这是什么？没什么，只是2个很好看的东西，你们留着傍身便是。好，多谢姨姨。那就是血灵珠分化出的小颗的血珠，天地之间有5行元素幻化作的灵珠，每一个灵珠都汇聚了5行元素最纯粹最厉害的力量。譬如从前所遇到的水灵珠与血灵珠，而这血灵珠却是当年凌风世家的法宝，是以凌风世家祖辈的鲜血凝聚而成的。如今这血灵珠竟出现在了不悔的手中，一道力量陡然落在他的身上，仿佛要落入他的身体内，探寻着什么，却都是空空如也。清晨，怎么了？怎么会是他呢？所有的人都知道风清婉早已经死了，我可真是疯魔了，竟然有一瞬间会觉得这个不悔与风清婉有关，但不悔根本不可能是风清婉啊。当年的风清婉乃是凌风世家嫡出的小姐，她有最引以为傲的凌风世家的玄根，她还有与生俱来的半生兽。她虽未曾继承金凤血脉，但是却也有虫鸣鸟相伴。而方才岳清晨的一番探查下去，清清楚楚地显示不悔都没有这些，甚至不悔体内流淌着的是10足10的血族的血，他实打实的是一个血族。清晨姑娘是要寻找什么吗？没有，只是方才那2颗珠子太过珍贵了，送给2个孩子未免浪费。你们值得一切最好的。姨姨，这是之前娘亲给我的几枚神品丹药，我都偷偷的攒着，一般人我也不给他们。不过我跟姨姨你有缘，这丹药我就送给你了，你也值得最好的。这是我炼制出的最好的符咒，有它在，一般人无法伤到你。岳清晨到底生了2个什么样的神仙孩子呀？哇，痛打落水狗啊，好精彩！不悔，看到了吗？来得早了，咱们就看不到这一出了。魅族别的或许不行，防御力却是各大种族之中无人能抵的。娘亲，你认识魅族吗？算是吧，也是老相识了。清晨姑娘竟与魅族是老相识？从前打过交道。数万年前，风青青曾顺手救下过魅族，此后与魅族倒是私交不错。姨姨，我娘亲就是这么厉害的哦，认识的人也多也厉害。那姑娘可知
风青青。娘亲，风青青是那个吃人的老祖宗吗？他也会来吗？放心，有娘在，没事的。姨姨不要担心，有我爹娘在，那个吃人的老祖宗不会伤害你的。不会，风青青怎么了？无事，只是觉得他太可惜了。族长，这魅族实在是胆大包天，竟不让我们进去，不给我们血族面子不说，连青瑶神君的面子都不肯给。魅族，你们想清楚了，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到底让不让我们进去？听不懂人话是吗？赶紧滚出去！就算你们那猪腰子神君过来，今日你们也休想踏入一步。族长，这魅族实在是胆大包天，他们怎么敢？魅族素来与青瑶神君不对付，当年的他们尚且有那个老祖宗撑腰，现在那老祖宗早没了，他们还敢如此肆意妄为，真是可笑。那强攻，魅族固然有天下最强大的防御，但是他们也不过只寥寥几人罢了。只要我们足够有耐心，不怕攻不进去。红色的光芒自他们周身倾泻，轰然朝着半空溢去，朝着那魅气结界砸落。挡住他们，切莫让血族任何人踏入。血族这行人都是那青瑶神君的走狗。姑娘，那是血族，他们不好对付。为首那人正是血族如今的新族长，他的实力不可小觑。血族啊，正好省得我去找了。魅族的魅气乃是天底下最强大的结界，甚至连风清瑶都奈何不得。有着魅气阻挡，里头发生任何事情，风清瑶都无法感知。如若在魅族之中斩杀血族，定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开魅气！老族长，您当真就为了那烤鸡烤鸭折腰了？这世间知道他喜好吃烤鸡烤鸭配桃花酒的，为老祖宗一人。这姑娘的烤鸡烤鸭不是一般之物啊！魅灵们神色不解。族长，您确定这个丫头当真是来帮我们血族的？我怎么觉得她是来拖延时间的？臭丫头，你最好不要耍我们，若是耍了我们，你后果也不堪设想。放心，我爹说了帮你们，自然不会食言。你们且等着。哎，族长，快看，那魅气的结界在被打开了。好，人族的丫头，你果真不负我们的期待。今日之后，你就是我们血族的人了。走，咱们也进去。娘亲，这个魅族的人原来喜欢吃烤鸡烤鸭，魅族的那位族长也是个吃货，难怪娘亲之前说与魅族是老相识，连这个都晓得。可是娘亲，血族也进来了魅族的地盘，怎么办？他们进来了就好办了，关门打狗，懂吗？你烤鸡烤鸭这会儿没来得及做，倒是有一壶桃花酒，老族长若是不嫌弃，先收下这桃花酒，毕竟喝了这桃花酒能够活到9万9。是他，真的是他。老族长，刚才多有得罪，还请见谅。这一刻，一道神石已经落下，朝着魅族族长而去。魅族，生命之花在何处？带我们去找。你们想要生命之花？不错，我血族乃是最仙岛之上最厉害的种族，但凡想得到的，还从来没有失手的。也好。魅气自他身躯往外涌出，轰然加固在外头那魅气结界之上，大门紧闭。魅族，你们想做什么？老祖宗说的对，既然狗都送上门来了，那就关起门来好好的揍一通吧。魅族大伙随我杀！数万年了，魅族的功力竟倒退成这般了。血清吉，今日人族与魅族便是你的食物，这丫头是你的开胃菜，吞了这丫头。清晨姑娘，这血精急只听血族吩咐，一旦应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年已经是地境实力的不悔，都是败在了这血精急之下。他被逼着殉葬那一日，他拼了命的抵抗，想要逃脱，但是却依旧不敌这血精急，被这血精急困住了力量，无法反击，最后竟生生的被抽出筋骨，换掉鲜血，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我断不能让这丫头出事，不能让这丫头被血精急所伤。我当年未能救下青青，如今不能再让自己再有一次遗憾了。不等不悔靠近，一道黑光冲向了血族，撞在血族族长身上。好啊，又是人族，一来2个，那就一并诛杀。一并诛杀，血族好大的口气啊！陡然将那血精急的几个脑袋砍落下来。还等什么？先去抓了那2个小鬼，抓了他们，杀了他们。莫慌，姨姨在，没人动得了你们。不悔姨姨，你不用保护我们的，我们可以自己战斗哦。不过爹爹好像已经先出手了。不悔姨姨，你放心吧，我爹娘都很厉害的哦，你快让开，别让我爹爹误伤了你啊！血族就凭你也妄想动本尊的女人与儿子？
神龙呼啸而起，直冲天幕。神龙，神龙之主，他是神龙之主吗？是呀，不悔一役，爹爹是天下最厉害的神龙之主。神龙之主出现在这里，那个女人是他，原来真的是他，我的感觉不会错的。不悔一役，你怎么了？害怕吗？一役莫怕，万事有我爹娘，更有我们。不可能，神龙之主早死了。神龙尽所有力量弄死这群血族。是，无主放心。一声声的惊爆声响。神龙之主，竟然真的是你！血族族长，现在该轮到你了。烈火灼烧，自血荆棘之上发出了声声的嘶吼。血族族长倒在地上。怎么会如此？青瑶神君！当年血族族长归顺青瑶神君之后，青瑶神君给了他一个法宝，告诉他只要那法宝在，无论遇到了什么，他都可以化险为夷。只不过这个法宝他此生只能使用一次。神君之力护我平安，神君之力助我杀敌。青瑶神君，有您的相助，我血族一定能够化险为夷。无主，这力量好强大！神龙之主，数万年前你都已经死在了青瑶神君的手下，现如今你们以为你们还有本事与青瑶神君对抗？小莫哥哥，我好像动不了了，我们被这道力量困住了。那是神君之力，是风清瑶给血族的力量。血族如今的新族长，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神龙之主，怎么着？你竟然找了个人族的女子为妻，还跟那人族的女子生了2个孩子？龙思觉双拳握紧，浑身都在酝酿着什么。世间都传言，当年神龙之主对那个老祖宗一往情深，甚至为了那个老祖宗而死。可惜呀，我倒是没能见到那老祖宗的真面目。不过，就算见不到那老祖宗也无妨。如今有这个女人在，神龙之主，既然这个是你的女人，那我倒更是要去看看这个女人有什么过人之处了。神君之力，没想到吧？神君之力，放眼整个天下，尚无人可对抗。杀去！胆敢动他！他的体内早已经流淌着血族的血，所以神君之力对不悔的束缚尚有余地。哦，是你，滚开！杀去！你敢动他分毫，除非我死！就你如今早已是一个丑八怪，青瑶神君又说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既然如此，那就先杀了你。风清婉啊，堂堂凌风世家的千金，血族曾经的老族长夫人，如今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实在是连我都觉得可惜呀！谁？你说谁？我皇，人族的小丫头。等我解决了风清婉，一会儿就轮到你。风清婉，你是风清婉？对不起，这一次我一定会以性命保护你。这一次，姐姐不会再任由别人欺负你了。滚开！口中巨大的力道几乎要将他的胳膊咬断。我杀了你！血色大刀已是从半空往下劈落，不悔眼眸瞪大了，只是更加用力地咬着他，哪怕死，不悔也要拽着他。血族族长，你该死！齐齐斩断了他操纵神君力量的双臂。老祖宗，我的老祖宗终于归来了！爹爹，为什么那个老爷爷叫娘亲老祖宗？青青，有我在，无人能伤你。那是金凤的翅膀啊！传言之中，唯独那个人才有金凤血脉，这不可能啊！风青青老祖宗已经死了，死在了青瑶神君的手下了。血族族长方才不是很能吗？怎么这会儿就怂了？风青青，你若敢动我分毫，青瑶神君不会放过你的。青青，血族是风清瑶的，血族与风清瑶之间有关联。青青好不容易才活过来，好不容易才能有转世，断不能再出事了。风清瑶啊，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取他狗命。如今就先收点利息，从他手下开始吧。青青，你想做什么？凌风世家的人容不得任何人欺负，这媚气的结界里头发生什么事情，没人知道。告诉我，血族这么多年都怎么对待的你，必须要知道。血族当年将我活埋之后，对外宣称我已假死，将我换血后关押在笼子之中1000年，丢在天机堂内供人玩乐。血族，你们好大的胆子，死不足惜！是青瑶神君吩咐我们做的，都是青瑶神君啊！风青青，你当年已经惨败在青瑶神君的手下，再过数日就是青瑶神君的生辰。青瑶神君若是发现我不在了，定会追查，你也逃不掉的。是吗？你跟风清瑶关系这般好？我与青瑶神君早已立下了血契，我若死了，他会感知到一切。
青青不能杀，血气很厉害的，气主是可以感受到随从的生死的。要是风清瑶知道他已经死了，再过数日，他的生辰之日上，他定会对醉仙岛发难。如今的风清瑶实力早已不可小觑。哼，好啊，既然如此，那本尊不杀你了。魅族内可曾养狗？魅族内倒是一直有几只疯狗，可以吗？疯狗啊，那最好不过了。你干什么？你说了不杀我的。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爹爹，他们怎么都喊娘亲风青青？今天天气不错。爹爹，风青青不是那个吃人的老祖宗吗？这魅族内的空气很好。爹爹，你不是说风青青最凶神恶煞、最可怕的吗？胡说，我没说过。风青青明明是最漂亮、最可爱。小叶、小莫两人的心中皆是溢满了问号。青青，真好，你回来了。当日我曾猜到了是你，但是你的体内流淌的全是血族的血，所以我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若不然，我也早认出了你。你果真一直在寻我？你是凌风世家的人，我自然要找到你的。可是当年是我凌风家做错了，错信了歹人。青青，你一定很怨我们。岳清晨知道，当年的凌风世家也只是被风清瑶一干人等蒙骗，凌风世家也是受害者。亲人之间不必言这些。是啊，我们是亲人，从此以后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对抗同一个敌人。青青，这一次姐姐会呵护好你。老祖宗已经到了。从里头的栅栏之中放出几条疯狗。不错，这些疯狗跟血族族长倒是很配。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领主，莫不是要用这东西的血肉来喂狗？你若杀了我来喂这些畜生，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放心，本尊才不会让这些狗吃你的肮脏的肉。本尊怕你毒死这几条狗，不过让你与这群狗交换灵魂，应当蛮不错的。你说什么？你将本尊姐姐的鲜血与血族交换，本尊便将你的灵魂与狗交换，一报还一报，很公平，不是吗？沙泉，你这肮脏的灵魂只配待在疯狗的身体里。魅族老族长，这只疯狗暂且劳烦您看管，如何？放心，您吩咐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好。青青，再过几日便是风清瑶的生辰。无事，风清瑶暂时发现不了，血气气的乃是灵魂，唯独死亡，灵魂消散，风清瑶方能有所察觉。这只狗还在，死不了。娘亲，娘亲，你真的是风青青老祖宗？对，是我，传说之中那个吃人的老祖宗。你们怕吗？娘亲，不管你是谁，你永远都是我们最爱的娘亲哦。我跟小叶弟弟会更加努力，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对，就算你真的吃小孩，我们也最爱你了。娘亲，要是哪天你真的想吃的受不了了，我可以给你啃一小下下。不过娘亲，你真的吃小孩吗？哪个王八羔子竟然胡编乱造，说我娘亲吃小孩的？哼，下次让我们见到他，一定狠狠地揍他。小兔崽子，你们对你们的娘亲这么没信心吗？吃小孩不过都是传言而已，流传出此谣言之人或许只是无心之过，可你们身为你们娘亲的儿子，怎可将这谣言当真？可是那画本子上是这么说的。爹爹，要不我们去找到那个编写画本子的人，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编排我娘亲，哼，就该接受代价。看吧，我就说你们太愚蠢，你们难道就没看到画本子最前面写的本故事纯属虚构？是这样吗？龙思觉是恨铁不成钢，你们该好好反省了。果不其然，在那画本子的扉页赫然写着小小的一排字：本故事纯属杜撰，如若相信，只因你蠢。小叶小莫无语望天。现在知道错了吗？知道了，我们误会娘亲和这个编写画本子的人了。还是爹爹聪明，难怪之前爹爹说娘亲是最可爱最美的。爹爹教训的是，我们以后不会再误信这些传言了。岳清晨听着身后父子三人的对话，再度忍俊不禁，伸手扶额。龙大如今可真是愈发的厚脸皮了，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功夫见长啊。娘亲，既然那个只是谣言，那今晚我们都要跟娘亲一起睡，好不好？好。龙思觉看着这一幕，他突然发觉他好像又被自己给坑了。神龙之主，谢谢你一直陪在青青身边。与他相伴是我的福气，本尊从前竟从不知道他是凌风世家的人。龙思觉的脑海之中已经开始一点点的浮现了过往的记忆，是我们弄丢了他。凌风世家可真不愧是当年大虚境的第一大家族，真是好得很。他是本尊的宝贝，本尊不愿意再看到他被你们凌风世家所伤，否则无论是谁，但凡让清晨不快了，本尊定先让他先不快活。风清婉看着前方龙思觉的身影，低声笑了起来，神色之中尽是欣慰。领主，
那生命之花就在这悬崖之下，血族今日就是奉风清瑶的命令来取它的。风清瑶竟是想要这生命之花，只不过这生命之花不是那么好取的。当年我们搬迁到这里时，风清瑶曾经来此探查过一次，彼时我们都藏匿起来，未曾让他发现。当时我们亲眼看到那风清瑶仿佛被这生命之花周遭的力量击退过。是吗？生命之花聚集着整个醉仙岛之上最强大的力量，它的力量可以入气入药，传言生命之花的汁液甚至可以复活一个死人。这生命之花我要。领主，您确定？唧唧歪歪个啥？你们老祖宗既然说会得到这生命之花，一定会得到。领主，我愿随您一同前去。不必了，我自己前去就行。我陪你。好，诸位，还请你们先照看好2个孩子，我们去就回。青青，你放心的过去，小叶小莫交给我们。那个气息又来了。每次到月圆之夜，那个气息一定会来。每次出现时，这悬崖边境便会寸草不生。娘亲小心，何人在里头装神弄鬼？那火球砸落的速度越来越快，水元素凝结成冰，一寸寸的将那些火球完全的冻住。所有的火球此刻就轰然炸裂。不愧是神龙之主，依旧很有当年的风采呀。龙大，我不需要这样被护着。清晨，这座山有怪异。这气息他竟觉得似曾相识。这气息，去瞧瞧，是炼狱境的气息。不曾想竟然能在此见到你们，金凤之主、神龙之主。明玉，果然是你。风青青，许久不见，你怎么还跟这小子掺和在一起？本尊与何人在一起，还需问过你呢？倒是你一直躲在暗处，跟个缩头乌龟似的，有本事出来。风青青，你都已经是死过9次的人了，竟还如此狂傲。莫说是死过9次了，就算是死过90次，你依旧是本尊的手下败将。风青青，神龙之主，你们本就死了，该去往生了，魂魄却自本座这里逃离了足足9次，这一次本座断不会让你们逃离。明玉，你是想困住我们？你莫不是忘了当年你是怎么被本尊打得在地上求饶的？当年是当年，如今的你早已经过9次转世，今时不同往日了。本座虽不知你为何会无法忘却前尘旧事去往生，不过只要你今日喝了那往生汤，本座可当一切从未发生过。若是本尊不呢？今日由不得你。神龙怒腾，金凤狂笑，纷纷与那炼魂焰对抗在一起。金凤神龙，是你爷爷奶奶我们。转生已经9世，你们的金凤神龙竟还拥有如此力量。屋主，要不要去弄死这个装神弄鬼的王八蛋？好，明玉，来啊，打一架呀！神龙之主，你也来此与本座作对吗？就是跟你作对了，怎么了？风青青，你好样的！既然如此，本座就让你好好体验一下炼狱境的力量。他一直想要的生命之花竟在此处。生命之花与彼岸花同出一脉，彼岸花象征着死亡，而生命之花则象征着生。如今那一团团一簇簇的，赫然是生命之花的花骨朵。生命之花花瓣虽然凋落，却永远不会掉光。每掉落下一片花瓣，那花朵之上会迅速的再生长出另外一片。无数的花瓣旋转在二人周身，将他们彻彻底底的包围住。生命之花乃是我炼狱境的至宝，本座知道你2人是来此寻找它的。哼，你们倒也运气足够好，恰逢它刚开花就来了。如今的你们早已不是万年前的你们了，今日你2人是无法再从炼狱境离开的。闭嘴！原来他就是生命之花。清晨，交给我。龙大，你做什么？炼狱境主，你不是想知道为何本尊媳妇这么多年不得往生，带着记忆与力量轮回吗？现在本尊就告诉你。他记起来了，万年之前，他曾以全身的鲜血为代价，与一个力量做交易，为的便是让青青能够永生不灭，永世轮回。当年与他做交易的就是这生命之花的力量，只要这生命之花绽放出全力，今日他与岳清晨只怕会当真如明玉所言，根本无法离开这里。他必须要从生命之花下手。生命之花万年不见，你倒是快开好了。神龙之主在与生命之花对话，这怎么可能？4万年之前，生命之花终
终于从一个花骨朵绽放成了一个小花苞后，便一直被炼狱境当作祖宗一样供着。神龙之主，你生命之花，本尊知道你是炼狱境的宝物，你负责替炼狱境做事。不过，若是本尊没看错，你似乎尚未完全绽放。当年是本尊助你成长，今日本尊依旧可以助你彻底绽放。生命之花陡然一震，你竟当真能号令生命之花？生命之花，当年本尊与你交易，为的便是本尊媳妇儿能够永生轮回。现在有人妄图破了你当年的力量，想打破这一切。生命之花又一阵晃动，似乎在跟龙思觉沟通。若你协助本尊处置了他与炼狱境，本尊定会助你。好嘞，金主爸爸！万千鲜红的花瓣朝着明玉攻击。生命之花，你乃炼狱境的宝物，你怎可与外人一道攻击炼狱境？我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待在炼狱境，是因为炼狱境的气息适合我生长。不过炼狱境的气息不过尔尔，都在这里待了10000年，还不如当年神龙之主的一点血。神龙之主现在既然来了，那我就不需要炼狱境了。生命之花，你要做什么？我金主爸爸让我处置了你和炼狱境，我自然要听他的话呀，谁让他是我的金主爸爸呢？神龙之主，本座乃是炼狱境主。是你对付我们在先，生命之花看你的了。你当真可以让我完全绽放哦？自然。那无数的生命之花的花瓣割着他的袍子与他的皮肤。该死！明玉，看在我们相识数万年的份上，本尊倒是愿意给你个机会。你到底要如何？从今日起，不得再与清晨作对，不得再深究清晨轮回之事。日后但凡我们有任何需求，你必须无条件的相助，其余时间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不再追求轮回之事，怎么可能？尔等本就违背了炼狱境的规则。生命之花，继续吧。好，金主爸爸。被困在生命之花之中的明玉，他甚至已经有了魂飞魄散的感觉。本座答应你。停，炼狱境主，本尊还得多谢你将这生命之花带到本尊跟前，省去了本尊寻找的时间。神龙之主，看来到底是本座低估了你。金主爸爸，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了你所说的了。快，我需要你的血，我需要你的血。他指尖轻动，鲜血落下，刹那，生命之花上释放出了一道道的红光。我开拳了，我开拳了！经历万年，终于开好了。原来生命之花是一道力量，那是自然，我乃是天地生灵之气的荟萃。我想带你走。不行哦，只有炼狱境的气息最适合我生长。是吗？不过若是我金主爸爸愿意再给我吞噬一点力量，那也未尝不可。你休想！哼，那就算了，我只跟金主爸爸做交易，其余的不论谁来了，想碰到我就得死。龙大，我们回去吧。当年本尊尚且耗尽了全身的力量，才让你开始绽放，如今就这几滴血，又如何能让你维持长盛不衰？不过本尊有法子，继续让你长盛不衰。你当真能保我长盛不衰？本尊有个媳妇儿，从前本尊让她受了很多苦。生命之花，若你愿意归顺于她，与她相伴，本尊便帮你。龙思觉，你胡说八道！你要瞎做些什么？金主爸爸，当年你就是为了他第一次与我交易，如今你确定还要交易？不错。好，如你所言。生命之花，滚开！你胆敢靠近她一步，我撕碎了你！金主爸爸，这个女人好凶悍哦，不过我还蛮喜欢的。她是我的金主妈妈吗？光芒再度复落下。龙思觉，停下！这生命之花要不要都无所谓，我不需要它，不需要它了。清晨，不要阻止，只是一点点精神力而已，没什么的，死不了。媳妇儿，你之前不是提起，在你上一世的时候，男子每个节日都会给自己心仪的女子送鲜花吗？很遗憾，我至今尚未给你送一束，今日就以这生命之花补上吧。别人有的，我媳妇儿怎么能没有？金主爸爸，我吃饱了，下次需要再向你要。不过下次估计就是很多年后了。媳妇，龙大，明明方才还是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此番模样看着不过只是一个3、4岁的孩童。是我。明玉发誓，今日绝对是他这数万年来过得最精彩的一天。生命之花，这是怎么回事？将他的力量吐出来。哎呀，金主爸爸的精神力被我吸取了一半，所以相应的身体也缩小了一点点哦。道道光芒探入龙思觉体内，同时也在替他仔细地探查着身躯。放心啦，金主妈妈，金主爸爸的力量没有消散，相反，我方才顺手帮他激活了万年之前的力量哦。现在金主爸爸只是暂时体积缩小了，不过你要相信，浓缩就是精华。正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再过不久，等金主爸爸体积恢复的那一天，金主爸爸的力量就可以大幅度提升哦。毕竟他是我金主爸爸，我才不会让他出事呢。等探查到
的确如他所言，岳清晨这才淡淡的松了口气。媳妇，抱。看来变小了也不是没好处的。生命之花，本尊已经祝你长盛不衰，你该履行你的承诺了。金主妈妈，以后我就按照金主爸爸的吩咐跟随于你啦。只要我金主爸爸能够按时保证我长盛不衰，我就不会弃你而去的。他化作了3个花瓣，倏然落在了他的眉心。金主妈妈，你如今在尊者第7重，看来很快就要突破了哟。多谢。嘿嘿，不客气，谁让你是我的金主妈妈呢？神龙之主，万年不见，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惊讶。明月，记住你说的，往后不得再找本尊媳妇的麻烦。放心，本座不会食言。媳妇，龙思觉，下次你若再敢这样不顾一切的豁出性命，我就跟你翻脸。只要媳妇开心，我也就很开心了。怎么样，媳妇？那生命之花是不是很漂亮，跟你很配？龙思觉，我说真的，这是最后一次，若有下次，定不会再认你。他简直不敢想象，若非是生命之花还算有良心，那后果到底会发生些什么？我知道了。素来高冷的龙思觉变成一个小奶娃的模样，这还真是让人新鲜。生命之花，它何时能恢复力量？快了，只要等到一个契机，能够激活金主爸爸的力量，到时候金主爸爸定能一飞冲天啦。就是要委屈金主爸爸这段时间内要变成一个小宝宝啦。不委屈，好像龙大很喜欢这变小的感觉，好像得意得很啊。媳妇，拿好了生命之花，咱们可以离开了。是吗？两位要离开了，那本座送你们。好，明玉，那咱们后会有期。明玉心想，可别后会有期了。上次万年前，风青青闯入这炼狱境，将炼狱境闹了个鸡犬不宁，这一次更甚，神龙之主夺走了他炼狱境的宝物。好，那2位后会有期了。媳妇，一会儿出去别告诉那俩小兔崽子我是他爹。为啥？要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把我缩小成这样，往后我在他们的心底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这好像不太好。反正我应该很快就能恢复本体大小了。若是让小叶小莫得知他变得这么小，只怕会被那俩小兔崽子取笑一辈子。好，看在你是为了我缩小的份上，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真的？真的。龙大，抓紧我，跳到了。星辰，你也不能喊我的名字。那喊你什么？随便，总之不能叫我这个名字了。好，随即一个纵身抱着小龙思觉往外呼啸而去。小莫哥哥，娘亲怎么还不出来？放心，娘亲肯定很快就会出来了，不要担心。他们什么没经历过，这次也定能所向披靡。好，出来了，领主大人他出来了。娘亲，他是谁？娘亲，他跟我们长得好像啊。龙大不让他告诉崽子们他的真实身份。那领主大人，我曾经听闻一种空间之差，所谓天上一日，地上一年。领主大人方才前去取生命之花，我们在这里待了半日。莫不是您已经进去了有3、4年？岳清晨一阵无言，他从前怎么不知道魅族老族长的脑洞如此之大？娘亲，你进去这个洞内，竟然给我们带了个弟弟回来了。龙思觉的表情微微一凝，这个不是你们弟弟。曾经我倒是听说过，有人无意间踏入一个秘境，不过只在那里待了半天，外面实则已经过了数十年。正所谓沧海一粟，一梦千年呐。怎么我从前不知道你这么博学多才？言下之意就是就你会抖机灵，老族长只当是岳清晨在夸他。毕竟当年我跟随领主大人您多年，深得领主大人您的亲润。娘亲，爹爹人呢？怎么只带着小宝宝出来了？你们爹暂时有别的事情，暂且留在那座山洞里，不过很快会回来的。这小孩我从那洞里捡来的，只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我们就说爹爹一定会没事的，爹爹是最厉害的了。小龙思觉的脸上露出些许欣慰。不过娘亲，这个小宝宝好可爱哦。小叶小莫，这个真不是你们的弟弟，是我随手捡过来的孩子。娘亲，你们大人怎么总喜欢骗小孩说是捡来的，这样是不对的哦。弟弟莫慌，有我们在，以后没人伤得了你。滚蛋，老子不是你们弟弟。哈哈，我知道啦，你不是我们弟弟。小莫哥哥，你看这个小弟弟的脾气像不像你？娘亲又生了一个与你和爹爹好像的小宝宝呢。岳清晨在一旁忍不住揉揉眉心，只觉得这关系混乱得很。不过龙思觉又不肯告诉他们身份，也只能暂且作罢了。好了，这里不安全，咱们先从这里离开。
娘亲，我们现在就这么离开了吗？你确定爹爹现在很安全吗？放心，他很安全，没有任何危险。臭小子还知道关心他，他终于有了一点安慰。既然爹爹现在很安全，娘亲，要不你再进去山洞半日吧，我们在外面很耐心的等着，也许再过半日，一定就能带个妹妹出来了。小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虽然只是个弟弟，不过我们也很喜欢，以后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哦。小宝宝，来喊声哥哥来听。他突然后悔不公布自己的身份了，现在任由这两个小崽子在这儿放肆。小子，老子是你爹。小莫哥哥，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比我脸皮还厚的人了。以前我一直想着当哥哥，没想到现在咱们的弟弟竟然想当我们的爹。放心啦，谁让我们都是爹娘的孩子，脾性都差不多的了，说明我们三个是亲兄弟。岳清晨听了一阵无语，老子真是你爹。小叶小莫却笑得更畅快了，这可把龙思觉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尔等也会流落至此？当年领主大人出事之后，风清瑶就开始扫除您的同伴，彼时我恰巧带着魅族一群人在外历练，这才躲过了这一劫。他也对你们下手了？是的，风清瑶或许担心我们的报复，对您当年的同伴追杀得很彻底，尤其是当年的天族。天族60万余人，最后几乎一个都无存。我们不曾想那风清瑶竟然会如此的丧心病狂，我们自知无法与风清瑶对抗，索性暂时离开了大虚境，在这里落足。我们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还存在一日，就会有扳倒他的一日。领主大人，您不会责怪我们太过无能吧？不会，还好你们离开了，这是最好的选择，活着才是最正确的。不过领主大人，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还能有再见到您的那一天呢。原本我们还以为有生之年再也等不到替您讨回个公道的那一天呢。相信我，这一天不会很远了。领主啊，您突然出现在此处，莫非也是为了那风清瑶的生辰盛典而来？哦，看来他的生辰场面很是盛大。不错，他如今毕竟是大虚境的神君，各族都在尽力的讨好他呀。是吗？那我还真是很期待。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吗？他以前一直觉得龙千墨已经是像极了爹爹那个面瘫的，现在竟发觉这个小宝宝更像。小莫哥哥，你看小弟弟真的比你还像爹爹哦。的确，他已经几度告知他们他就是他们的爹爹，无奈两个小家伙就是不信，索性他也不愿意继续多说了。总听你们提起你们的爹爹，不知你们爹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爹爹是天下最厉害的男人，他是神龙之主哦。虽然爹爹总是冷冰冰的，不过对娘亲真的好好，我这辈子只想成为我们爹爹这样的人。所以爹爹娘亲才会生出这么厉害的我们呀。我一直想着爹爹跟娘亲若是生出个女孩子会是什么样的，一定会很可爱吧。一定会很可爱。可是你霸占了我们妹妹的位置哦。这个裙子是当初莫姨为了我们的妹妹准备的哦。莫姨把未来的妹妹的衣服从小到大准备了好多啊。小宝宝，你想不想看看妹妹以后的样子？自然是想了，相信我，用不了多久就有妹妹了。这件裙子的大小跟你现在正好合适。你们想做什么？小宝宝，你既然霸占了我们妹妹的位置，不如你就扮演一回我们的妹妹。龙思觉脸都黑了，我实在是太想看看我们未来的妹妹是什么样子了。弟弟，你帮我们扮演一回行不行？臭小子，我是你们老子，你们敢？最后只能任由他们拽着自己。臭小子，你们跟老子等着，老子恢复了原形，老子有108种方法教训你们。臭小子，看老子回头不打死你们！臭小子，你们胆敢再放肆，打断你们的狗腿！爹爹娘亲果然厉害，竟又生出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弟弟。好啦，看在你这么厉害，应该不会给娘亲拖后腿的份上，那我们就暂且放过你啦。在干什么？清晨抱。怎么样？你们在聊什么？以后我天天要跟你一起睡，好不好？就只有我们两个，不好？你说过的，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答应我。行，我答应你。只有我们两个，不带这两个小屁孩。好，报告
金主妈妈，不要担心，那是因为金主爸爸万年前的力量开始被激活。金主爸爸万年前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现在一时之间还不能恢复。还要多久？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哦，少则1天2天，多则10年半载。岳清晨无语。星辰，不要担心，我没事的。对了，刚才你跟小燕、小莫在聊什么？没什么，总之等我恢复了，那两个臭小子完了。悠着点儿，那是你儿子。放心，儿子大了，该好好的磨练。媳妇，外面出事了。住手！如今在醉仙岛上，各族本就动乱不堪，你们地门内非但不团结一致，却在此内乱，你们觉得合适吗？姑娘，我们也不想内讧啊，是腾飞大帝挑事在先，他私藏了我们的师傅。腾飞大帝不会私藏你们师傅的，你们不如去别处寻寻。可是整个地门内与师傅有过节的，唯有这南院了。师傅的命星显示，师傅如今还在地门，我们翻遍了北院，都不曾找到师傅，现在就只有南院还没搜查。金主妈妈，没想到这里还有仙帝境地的人哦，而且那仙帝气息在吞并另外一道大地气息哦。哇，金主妈妈，看来这里还是藏龙卧虎的。岳清晨的表情豁然一凝。你们的师祖在何处修炼？你们抓走了我们师傅，难不成还想趁着我们师祖闭关时再对付他？蠢东西，带我们去找你们师祖的闭关之处，否则你师傅就没命了。我师祖的闭关之处岂容你们亵渎？带我前去。一阵符咒将他困住，在符咒的力量之下，如同被控制了似的，直往前去。哇，金主妈妈，我果然没有感觉错误，那气息越来越强了。月姑娘，是不是玉山大帝真的出事了？岳清晨轻应了一声，我得去救下他。玉山这老东西只能败在我的手里，断不可被他人擒获。退后。月姑娘，这里是？这是北岳那位先帝闭关之处，玉山大帝应当就在里头。您是说玉山大帝被他师傅控制住了？胡说八道，师祖怎么会控制我们师傅？南院的，你们怎么敢在此污蔑我们师祖？这么一个一个来到这里，看来是知道本仙帝突破困难来帮助本仙帝了。生命之花的力量闪烁，生生的将那漩涡撞得粉碎。鬼幽仙帝，果真是你抓住了玉山大帝。那是本座的徒儿，与你们何干？本座的徒儿自当由本座自己处置。月姑娘，你们先退后，这里让我来。脑海之中赫然浮现出当年师父被鬼幽仙帝卑鄙手段打败的景象。放心，不用退后，今日你们一个一个来，都可以来作为本大帝晋级的力量。生命之花的力量再度呼啸而起，附在那群弟子们的身上，将他们暂且护住。姑娘，记好了，下次若再犯错，丢的是你们自己的命，谁都救不了你们。地门南北院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你们互相激励着往前行，并不是为了你们分裂。尔等都是人族的顶尖之人，肩负着重任，怎能不辨是非，随意而为？媳妇，准备好了吗？神龙之力与生命之花的力量一出，直冲云霄。不过只是个连大地之境都不曾到达的黄毛丫头，还有一个奶娃娃，竟敢对本仙帝出手！是你，月姑娘，你为什么要来啊？你快走，你快走啊！媳妇，不生气，你敢让本尊媳妇生气？幻化作了硕大的金龙模样，往鬼幽仙帝击去。果然，生命之花果然在你的手中。月姑娘，那是血鸦，你们快逃，快逃！血鸦，那是鬼幽仙帝的仙帝气息所幻化，一旦血鸦沾上身躯，对方必死无疑。生命之花，只看到生命之花的每一个花瓣都与那血鸦撞上，骤然之间将那些血鸦往外打去。这生命之花果然不同凡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哼，就你也想拿生命之花？先问过我的拳头同不同意？媳妇，等我一会儿，抱着你不太方便揍人。我帮你。不必，我有生命之花相助，没什么可怕的。更何况先帝之境，现在也只有借助生命之花的力量才能对抗。金主妈妈，我来帮你。敢惹我金主妈妈，还想笑降我，就该打！无数花瓣再度涌上前去，鬼幽仙帝再度被狠狠地往后砸去。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以人血来修炼的怪物，你如此丧心病狂，该死！大胆的臭丫头，不过尊者，胆敢同本仙帝作对！金主妈妈是要杀了这个老东西吗？杀了他，别有用心，甚至妄想吸空自己徒儿力量之人。好嘞，金主妈妈，你不过就是仗着生命之花才在这里如此嚣张，本仙帝倒要看看，若没有了这生命之花相助，你还能怎么样？口中仿佛在轻念着什么。哇，好强大！从那浪潮之中，仿佛有一道幻影突然闪烁。
20年了，你足足在这里20年了，如今也该出来替本先帝战斗了。他以先帝的力量驯化跟前之人20年，只为了让他成为自己的血傀儡。你去对付生命之花，务必将那生命之花拿下，若拿不下，就毁掉它。这个血人是什么？力量好强大，气息好强大！郡主妈妈，我觉得我可能打不过这个血人了呀！若非是当年他身负重伤，被自己捡了个漏，鬼幽先帝知道他断不可能有任何机会能够抓住他，甚至操控他了。臭丫头，这次生命之花帮不了你了，本先帝倒要看看你还能有什么法子。郡主妈妈，这个血人的力量超脱了我的想象，我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去帮你了。金色的战甲此番附在他的身躯，生生的挡住了先帝境的力量。4大神兽现4大神兽从4个方向冲击而至。你可真是让人惊喜不断呐！非但给我送生命之花，连4大神兽也要送给本先帝。4只神兽眼下竟都被他的力量攻得再也无法往前一步。看在你给本先帝带来这么多宝物的份上，本先帝定会留你一具全尸。师傅，不要！你快收手吧，不能一错再错。你若想吞噬力量，吞噬我的便是，不要连累无辜的人呐！没有用的东西，为师现在倒是用不到你。4神兽归位，留我一具全尸，你好大的口气！纵你再厉害又如何？吾乃先帝，挥手之间便覆灭一城。你觉得你当真能奈何得了本先帝？修为再高又如何？身为师长，却试图吞噬自己的徒弟；身为地门门主，却要残杀同门。哪怕你有朝一日修炼至天帝乃至神帝，不过依旧只是无耻之辈。你这小丫头片子懂什么？本先帝不愿与你争辩这些。不过你这身上这身战甲倒是不错，倒是没有想到九阳先帝所炼制的神兽战甲竟到了你的身上。之前本先帝寻了这么久都没有寻到，今日又不费吹灰之力的送上门来了。待本先帝吞噬了尔等，再拿到这战甲，先帝便会有机会横扫千虚，所向无敌了。你见过战尊？哦，你是来寻找他的呀？有意思。你看啊，这满血池的血全是他，多灿烂！他再也控制不住了，浑身金光暴起，金凤之力呼啸而出。我杀了你！硕大的金凤自岳清晨身后呼啸而起，竟是那金凤老祖！先帝气焰再度展现。鬼幽先帝，胆敢动岳战尊，定要你血债血偿！先帝原以为金凤老祖的力量到底有多强，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他想，或许眼前的女子不过也如当初的九阳神帝一般，这只是他的一缕魂魄的化身。金凤老祖，本先帝还真的期待打败你的感觉。道道金光幻化作了锋利的气息，砸落在血鸦身上。他被困在那血鸦之中，一时之间竟是脱不开身。你如今不过就是在尊者之境，若是我也将你的力量全部都吸光，莫说是天地境，便是神帝也指日可待呀！就这！神龙破体而出，带起狂烈的风，嘶吼着冲向了那一群血鸦。然而还不等龙思觉与神龙靠近，跟前骤然传出一声震天的爆破声响，金光乍起，一只只的血鸦吓得发出沙哑的叫喊声。你竟这时要突破了，我必须要阻止他！你毁灭吧！一道金色光芒重重地冲了上来，挡在鬼幽先帝的红色气息之上。臭小子滚开，否则本先帝现在就撕烂了你！你敢动本尊媳妇，有本事来试试！那是神龙之主，你所有的招数却仿佛都石沉大海一样，在触及到那黑袍小童时，瞬间化作了无形。神龙不住地呼啸着：神龙之主，你如今不过就是个孩童，你以为凭借着你们现在的实力能奈何得了本先帝？哼，简直是做梦！乖乖们，快上啊，摆开最厉害的阵势，弄死这小奶娃！哼，不可能，这不可能！你鬼幽先帝，这次且让我们看是谁先弄死谁。神龙飞奔而至，
伴随着怒吼，盘旋在鬼幽仙帝周身，将鬼幽仙帝整个人完全的禁锢住。鬼幽仙帝，你动本尊媳妇儿，动本尊老丈人，你去死吧！那金色的球砸在鬼幽仙帝身上，轰然震碎了他身上的筋骨。这不可能，方才的你分明才是个奶娃娃，实力更不过只是在尊者的巅峰，这怎么可能呢？金主爸爸，你竟然这么快就恢复力量了！天哪！金主爸爸的力量几乎恢复到了当年的80%。鬼幽仙帝，现在知道是谁要先弄死谁了？该死，邪傀儡，上啊！破开那生命之花，抓住那个丫头！那金色战甲之上陡然生出了漫天的金光，与那红光生生的撞击在一起。那原本还要往前的血傀儡突然狠狠停下身躯。邪傀儡，你在做什么？上！给本仙帝上！他炼化了他多年，早已将他炼化成了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傀儡。那傀儡的掌心突然蔓延出一道气息，耀眼的红光落在岳清晨前方，顺着他的筋脉朝他的身躯内灌入。这血傀儡竟是在给清晨灌输力量，在助他突破。血傀儡，你胆敢不听本仙帝的话，那本仙帝便先惩罚了你。血傀儡浑身更是一点点的溢出了无数伤口。只要你听从本仙帝的命令，本仙帝就会停下手，暂且饶了你。女儿，我保护你，不怕，我保护你。仙帝滋养了你20年，你却背叛于我，也罢。要毁掉血傀儡，龙思觉神色紧凝，要将那仙帝击杀。杀了本仙帝吧，杀了他，这些傀儡消散得更快。无主，这个老怪物用的是生死血气，契约了这个血傀儡。生死血气呀，一旦这老东西死，契约者也会随之灰飞烟灭。金色的闪电划破天幕，紧随而至的更是那一道道的惊雷。第一道砸他经脉，第二道再度砸下，将他浑身骨头全都打碎。足足108道金色雷电狠狠砸落在鬼幽仙帝的身上。我的修为，他的仙帝修为全部被那108道金雷打得彻底涣散。金雷劫已过，竟是助他从尊者境地直接突破至大帝之境。臭丫头，你吞没了本仙帝的力量。修炼到仙帝境应该很困难吧？我知道你是来找岳战尊的，他就在那儿啊，他就是我的血傀儡。你若敢杀了我，血傀儡就会魂飞魄散，岳战尊也一定会魂飞魄散呐。清晨，莫怕，我在。岳清晨看向了被自己笼罩在金凤力量之中，挡住消散之力的血傀儡。血傀儡或许感觉到了岳清晨的目光，竟是再抬起头来，朝着岳清晨的方向，他似乎在微笑着对他说：今日能够见到你，已经很满足了。简直死不足惜啊！清晨，现在不能杀他，那是灵魂血气，他若死了，血傀儡会不行的。不错，你杀了本仙帝，他就必死无疑。是吗？你确定你有资格与岳战尊同生同死？掌心之间赫然出现了还魂琉璃盏。你要干什么？自然在准备送你上路。那是还魂琉璃盏，你想将它与本仙帝之间的血气解除，这不可能，你解除不了的。即便与他同归于尽，也断不可能让你满意。龙思觉已是抬手一掌，太吵了，吵到本尊媳妇做事情了。媳妇儿，你好好处理这些，鬼幽仙帝有我，断翻不出任何花样。好。自还魂斩上漫天耀眼的光芒覆盖而下，散落在血傀儡的周身。一道声音仿佛传入他的脑海之中：青青，我总算见到了如今的你。不要担心，我马上就将您恢复。不用了，我早该死了。凌风世家对不住你。往事已矣，不必再提，都过去了。紫阳琴已经出现在他的怀中，催动着还魂斩。这才是我凌风家的孩子呀！当年是我凌风世家太愚昧，竟不曾认出你。可是青青，这是血气，天道不可违。我只是遗憾未能找到你的2个姐姐，还有你们的娘亲。当初她与我一同被风青鸟打散了魂魄，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他果然没有猜错，李新妹就是他当年的娘亲。兜兜转转，九阳神帝也好，岳战尊也罢，自始至终也都只为了他们。找到了，清婉姐姐已经找到了，我娘亲也找到了，其余的哥哥姐姐也很快能见到，我们一家子很快就能团聚。天道又算什么？我已经跟他打了一架，他若敢再来，我也不怕他。还魂斩，解除血气，快！还魂斩始终只是在他周身盘旋，修复的速度远比不上血窟窿散开的速度。正是此时，金主妈妈，我来抱你。他是九阳神帝，他的神魂是无比的强大的，岂是万物能干扰得了的。这还魂琉璃斩还缺失了一半，力量大打折扣，更加无法奈何得了九阳神帝的神魂了。龙思觉满目疼惜地往前而来，要助他一臂之力。不过谁让你是我的金主妈妈呢？我愿意帮你一小下下。金主爸爸，记好了，回头要让我再多吃一点哦。好，竭尽全力，回头便是要了我这条命，我都给你。只要能让老丈人复原，让清晨不要伤心。金主爸爸，我就喜欢你这样，够大气。这辈子我就只认准你跟妈妈了。当生命之花与琉璃斩的其余舞伴汇聚在一起时，血傀儡身上不住扩散的窟窿竟突然停息下来。他以子扬琴，鸣奏着一曲魂归，灵魂血气轰然被斩。在生命之花与还魂琉璃斩的力量辅助之下，他终于开始被修复了。半空之中的血傀儡终于被修复完毕。金主妈妈，我有点累了，我先睡一觉。生命之花没入了岳清晨的眉心，还魂斩意识停止了旋转，他拨动琴弦的手指轻轻颤抖，自不远处的鬼幽仙帝身上掠过，琴音突变。鬼幽仙帝，我改主意了，我不杀你，我要让你永生永世，守着自己的残躯，永远不得超生。锁魂曲幻化作了一道道锁魂阵，将鬼幽仙帝的神魂锁住。你这是逆天而行，即便我死了，魂魄从来由不得你做主。你这是违背了天道，违背了炼狱的准则，你在藐视天地的规则。即便你是金凤老祖又如何？违背了天地规则，定将遭受惩罚。天地规则，那不巧了，这天地规则呀，如今由尊说了算。是炼狱境的炼狱之火。炼狱境使者，快带我离开此处！我的肉身如今已毁，我理应归往炼狱境。金凤老祖，主上派属下前来，请问你有何吩咐？炼狱境使者，你们做什么？你们看来明玉总算是上了道。既然明玉派你来了，那这道残魂就交给你们。我要你们时时刻刻以炼魂焰淬炼，永生永世不得中断。半刻钟的痛苦已经足够让一个神魂彻底的认输，更别说是永生永世了。还在等什么？一道炼魂焰落在神魂之中，炼魂焰中的鬼幽仙帝这一刻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生不如死。不如毁了我！灭了你，那可真是太便宜你了。记好了，永生永世不得间断，你们轮流着来。是，您放心，主上吩咐过了，您的命令便是主上的命令，属下一定做得到。血气已经彻底解除了，放心，清晨，既然已经寻到了他了，那剩下来的一切都不再是事了。他现在太虚弱了，这么多年来，无论是身体还是神魂，早已经被透支到了极致。他现在得好好休息。他会醒来的，他是我的父亲，是当年最风光无限的九阳神帝，我定会让他重回往昔的风采。他乃是大虚境内第一个修炼到神帝境之人，是大虚境内曾经最负盛名之人。清晨，我没事。他小心翼翼地将岳战尊的身躯带起，放入自己的空间。他一定很想一直跟娘亲在一起，以后他们一直不会再分离了。等他们都苏醒过来，看到彼此一定很惊喜。清晨，有我一直都在。龙思觉，不要再为我做任何傻事。你是我的媳妇儿，答应我，若不答应我，便不许再跟着我。傻姑娘，我甘之如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而我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护你、爱你。姑娘，多谢姑娘今日相救。蠢货，没看到月姑娘这边忙着，还敢来打扰？算了，竟然会被自己的师父抓走，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实在是愚蠢至极。我弟门内怎么就出了你这样没用的东西呢？唐飞兄，往昔种种恩怨是我的不对，今日你与月姑娘前来的救命之恩，我定牢记于心。我可没想救你啊，你个蠢东西，自己蠢死了不说，还差点让月姑娘受伤。得亏月姑娘没受伤，
若不然老子第一个不饶你，老子要你跪下向老子磕头。腾飞兄，过往种种皆是我的不对，是我误信鬼幽仙帝的话，一直误会了你南院，误会了你与你的师父鬼幽仙帝。如今虽已自食恶果，但我总归也错了这么多年。腾飞兄，今日我在此任你惩罚。算了，惩罚你，要是把你的腿儿打断，回头外族再攻过来，岂不是便宜他们了？还得连累老子来照看。你要真有这个心啊，就一起将地门好好的发扬光大。同时啊，你好好准备准备，过些时日之后的青瑶神君的生辰，我已经得到了风声，青瑶神君这次生辰宴只怕不会太平啊。放心，我与鬼幽仙帝不同，地门在，我在，我与地门共存亡。娘亲，你突破了。突破了。娘亲，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大事了？一定是，要不然娘亲不会突破的这么快。娘亲，弟弟人呢？弟弟是不是出事了？我听扫地的大爷说，娘亲你抱着弟弟一起出去了，为什么弟弟没有回来？那还真不是你们的弟弟。娘亲，你突然晋级，是不是弟弟被你吃了？传言之中，金凤老祖是吃小孩的，如今弟弟突然不见踪影，娘亲又突然晋级的这么快，一下子就抵达了大帝境地。思来想去，也只剩下这一种可能了。岳清晨简直被这话给逗乐了。龙大，你说。臭小子，老子之前就告诉过你们，老子是你们的爹。爹爹，爹爹是你吗？爹爹，你怎么变了个模样？爹爹，我们差点都不认识你了。小子，之前敢逼着老子穿裙子，反了天了。你那个小孩子真的是爹爹你？敢目无长辈，以下犯上，小子你们该罚。误会。爹爹，都是误会。所以你们知道错了？知道了。好，记好了，小子，打今儿起好好修炼，非老子允许不得靠近老子与你们娘半步，晚上睡觉也不能再缠着你们娘，老子定要你们好看。好吧，我们知道了。还不去修炼？全都一溜烟的往外头窜去。好险好险，小莫哥哥，爹爹现在好恐怖好厉害，我们暂时千万不能招惹他。那怎么办？咱们就先自己睡吧，不打扰他们了。走，咱们修炼去，无论如何不能给爹爹娘亲拖后腿。在他重新恢复了从前的部分力量之后，往昔脑海之中的所有记忆他也几乎全都恢复。龙大，你的头发。万年之前，龙思觉发如泼墨，意气风发，后来再替他放光鲜血，化作了干尸之际，那满头青丝才幻化作了雪白。如今便是从前的力量恢复了些许，这头发却也随着当年那般化作雪白。岳清晨有些心疼。龙大，当年你一定很疼。疼什么？一点都不疼，更何况这白发我很喜欢，我记得你最喜欢白色，如今我的身上有了你最爱的颜色，你可心悦？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心悦，都喜欢。谁让你是我的男人？清晨，小叶小莫快想妹妹想疯了，咱们不能再让孩子失望了。好，既然孩子们这么期待，那就给他们再生个妹妹吧。所有的兽不许出现偷窥，否则老子弄死你们！满室的寂静。清晨，夜色渐浓。小莫哥哥，怎么办？我们这次真的让爹爹生气了。放心，爹爹说了，只要我们不去打扰他跟娘亲，他就会原谅我们的。真是羞羞，爹爹都这么大人了，还缠着娘亲一起睡，难不成爹爹也喜欢听娘亲讲睡前故事啊？谁说不是呢？算了，就先让着爹爹吧。小叶弟弟，赶紧睡觉吧，明日咱们得早点起来，加紧修炼。爹爹娘亲如今实力都又有突破，咱们要是再不进步，就真的拖后腿了。好，我们绝对不要再拖后腿。一夜无话，仿佛连月儿都不忍再多看着下方的一切，已经躲进去了云层，直至天色将亮。天亮了，龙思觉，别说话。清晨，天都亮了，小叶小莫一会儿肯定要过来了。天亮没有？你看错了。掌心之间不着痕迹地溢出一道浅浅的光，四方再度陷入了黑暗。看到了吗？外面还是黑的，天还没亮，夜还很深。难不成是产生幻觉了？媳妇儿，专心一点，不许分心，不然更加容易产生幻觉。岳清晨如海上的一叶扁舟，终于承受不住，沉沉的睡去了。此时此刻，外头早已是日上三竿。坏蛋爷爷，腾飞爷爷，你们来找爹爹娘亲。不错，只不过看来昨日月姑娘实在是累到现在还没有睡醒。坏蛋爷爷，娘亲可能在修炼，这里有结界覆盖住了，你们
要不先回去吧？娘亲闭关修炼的话，估计得要好几天才能出关呢。面对如此景象，他们也只有这样一个解释了。不愧是老祖宗，真是勤勉，昨日才刚刚突破，今日又抓紧一切时间修炼了，实在是我辈楷模。不过我们还是在这里守着吧，我想见证一下老祖宗修炼突破的盛举。从前素来水火不容的两位大帝，仿佛一夕之间已经言归于好，统一阵线了。也好，那两位爷爷，你们先守着，我们就不奉陪了。媳妇儿醒了。龙思觉，你说话不算话。好像之前让你不太满意，那继续吧。他只觉得自己的腰好像有点疼，老腰好像不太受得了了，好像跟一个高手打一架都没这样的感觉。龙思觉好像已经过了挺久了，快起来。媳妇儿，外面天还是黑的，天都没亮，起来做什么？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长长的缓了口气。也是这时，他终于发觉了事情的不对。龙大，怎么回事？天怎么还不亮？大概是这长夜太美好，所以迟迟不过去。没事的，媳妇儿，先休息吧，睡一觉，天就亮了。可是我饿了。从空间内取出了些许灵泉灵果，吃吧，天色这么晚，就不能去劳烦别人了。院子之外，两位大帝从白天等到黑夜，再从黑夜又等到又一个白天。许久之后，他们终于熬不住了。不愧是金凤老祖，修炼如此刻苦，这都已经1天2夜了吧？但凡我们有这1%的勤勉，我们或许也早已经远非今日的境地了。童飞啊，咱们得好好学着，金凤老祖与神龙之主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一定要有金凤老祖与神龙之主这样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帝门才能够被更加壮大。等这次回去之后，咱们就更加好好的训练弟子们，这龙凤精神实在是非同寻常。媳妇儿，这可怎么办？元素凝结成冰，将他自己身上的炽热全都降了下去。窗外的结界已经被解开了，露出了外头的光亮。岳清晨再睁开眼时，媳妇儿，早。完蛋了，他老腰受不了了。岳清晨暗自想，他得离这个男人远一点。天亮了，龙思觉，你不许再胡来了。不许再怎么样？龙思觉，你还得寸进尺了。放心，我不会让你受伤的。阵阵温热的气息附在他的身上，只等龙思觉疗伤完毕，龙思觉这才将他抱起，往后头屏风走去。龙大，岳清晨错愕，待落到屏风后头，里头的浴桶内早已放好了温热的灵泉。洗澡一起？若是你想，也未尝不可，我帮你。日上中天，岳清晨这才洗漱完毕，这一觉竟睡到现在。岳姑娘出关了。出关？是啊，您将自己关在房间内2天2夜了。不过不得不说，岳姑娘的精神气是越见好了。我们已经开始号召整个帝门好好向您学习，定要学习您与神龙之主的龙凤精神。龙凤精神2天2夜？龙思觉，你个王八蛋！怎么了，清晨？是不是还要继续修炼？那我继续陪你。无愧是神龙之主，岳姑娘，神龙之主实在是贴心啊，连您修炼2天2夜都一直陪着。腾飞啊，你看到没？神龙之主都看着好像有那么一点憔悴，一定是陪着岳姑娘不合眼，累到了。他再忍不住，压低声音轻喊出声：“别说了。”岳姑娘，怎么了？是修炼出了什么问题吗？还是……没事，只是修炼之事乃是机密，往后不可再随意提及。狗男人竟敢骗我，没下次。好，岳姑娘放心，我们绝不会将这机密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两位等在这里是有什么事吗？自然是在这里等着看您闭关结果如何的。岳姑娘，是这样的，鬼游仙帝已经不在，如今帝门内群龙无首，我们想着要推举出一个新的门主，所以想问问岳姑娘，您愿不愿意当这个门主啊？帝门门主啊，我怕是不适合，两位不如另选高明，我看你们2人就不错。岳姑娘，放眼整个醉仙岛，也就您最合适了。况且您有所不知，在马上到来的青瑶神君的寿辰上，各个种族之首皆会亲自带着宝物，亲手献给青瑶神君。我想你应当感兴趣的。只有各族首领才能前去会见风清瑶。不错，青瑶神君毕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一般弟子怎能见到？往昔每年在青瑶神君的生辰宴上，各族首领会踏入破空阵，在那里青瑶神君的一道分身会抵达此处，将进献之物取走。也好，既如此，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岳姑娘，那事不宜迟，不如随我们进行门主认证。想要成为帝门门主，须得经过帝门守护灵的认同。好，走，岳姑娘，咱们现在就去灵室。哈哈哈，我帝门从今以后就出息了。龙思觉，你好像累到了，就留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未来2天，胆敢随意靠近我，后果自负了。好，你说的2天。岳清晨无言，再扫了一眼龙思觉，赶紧跟着2位大帝离去了。你说什么？炎族在何处？姑娘，
我什么都没做啊。炎族当年发生了什么？姑娘，那青瑶神君当年说过，这些事情不可妄议的。说，300多年前，那炎族得罪了青瑶神君之后，被青瑶神君给掳走了，留在了神焰阵之中，至今都未曾出来。他们被风清瑶困在里头300年。是的，姑娘啊，您还是不要提及这青瑶神君的名讳啊，若不然下一个遭殃的肯定是你跟帝门。那当年炎族的族长夫人就是因为提及了他的名讳，那全族都被迁怒了。风清瑶，哎呀，青瑶神君的生辰时辰到了，快看呐，神焰阵被打开了。诸位久等了，吾等恭迎青瑶神君。青青，莫慌，交给我。岳清晨以一道神识传音。好，你要小心。不曾想诸位今日竟都在此候着本君，尔等这番心意，本君全都记住了。既如此，就不必再浪费时间了，尔等可以进来了。是。神焰阵，此乃风清瑶与醉仙岛众人经历万年所研制出的阵法。这么多年来，风清瑶被九阳神帝那道力量禁锢住，他唯有以此方法才能与这里交流。2道阵法分别从2侧施加，在中途被打通，用以传输宝物。这么多年来，风清瑶便是以此来拿取醉仙岛以及9界的宝物。放我们出去！你们这群风清瑶的走狗，你们不得好死！姑娘，快走吧，你可得小心行事，不可再像之前那般嚣张了，不然会被关押在此的。这些都是青瑶神君关押在此的。对，念在你是刚刚成为帝门门主的份上，我提醒你，千万不要惹怒了神君大人。神君大人很厉害的。看来炎族也被关押在此。好了，姑娘，我言尽于此，其余看你自己的造化了。主人，真的是他，他还把我的雕像踩在脚下，这狗东西太嚣张了。淡定，主人，青鸾好像在他身上。金凤作为天地十兽之首，鸟族之兽，眼下清清楚楚地发现了青鸾的气息。我知道，青鸾原是风清寻的半生兽，但是却被风清瑶夺走。主人，他可真狠，我想去咬死他。好，一会儿有你咬的时候。他的掌心已经释放出了一道道淡淡的微光，风清瑶坐在上方，更是未有警觉。主人，您这是？嘘，等着，有好戏。吾等参见青瑶神君。青瑶神君能在生辰之日以分身前来见吾等，实在是吾等之福分呐。醉仙岛乃是9界最重要之地，诸位这么多年替我守护在此，维护住了9界的安稳，实在是让本君感激。神君大人，这是我族的心意，愿神君大人一统谦虚，千秋万代。各族族长纷纷前去，将此次收集到的宝物准备进献给青瑶神君。血族族长在何处？为何迟迟不见他？神君大人，血族族长这些时日不知所踪，或许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不过您放心，血族定不会错过您的寿宴。这是继血族族长之外对自己最忠心之人。当年在虏获炎族时，古族也出了一份力。古族的，你是怎么回事？竟这般狼狈？神君大人替小的做主啊！帝门新任门主对青瑶神君您不敬，小的不过是说了他2句，他就将小的打成这样。神君大人，您要替小的做主啊！你是帝门新任门主？他记得帝门的门主乃是鬼幽仙帝，那也是一个对自己颇为忠心之人。不错，好大的胆子，见到本君还不跪下。早就听闻青瑶神君英勇无双，对各族关怀备至，实乃大虚境人君。今日我终于有幸能亲眼一观了。我听闻青瑶神君推崇人人平等，若是跪拜，那岂不是才在对您不敬？风清瑶原还要发怒，眼下却被岳清晨这句话给噎了回去。若今日当真让底下那丫头下跪，岂不是在打自己的脸？你是从何人？小小年纪竟已到大帝之境？我乃盘蛇仙帝的外门弟子，近日才回归帝门。哦，为何戴面具？摘下你的面具！我生得吓人，唯恐容貌吓坏了青瑶神君。这位新任门主生得貌美，甚至比青瑶神君还要美上3分，也难怪他要戴着面具。否则若青瑶神君看到他的真面目，只怕岳清晨会死无葬身之地。群人思忖着，一个个的也不愿意去多管闲事。臭丫头，你胡说八道，你就是不将神君大人放在眼底。神君不是问我为何要对古族族长动手吗？因为我发现古族族长欲对神君大人您不敬。你
神君，您最好距离那玄火珠远一点。为何？一声剧烈的爆破声响。不好了，我们进献的宝物全部被烧毁了。还有地门的月姑娘，快，她被火点着了，快救火！怎么回事？这玄火珠是谁进献的这东西？神君大人，玄火珠是小的进献的呀，此乃我古族至宝，怎么会这样？古族族长，之前我就不小心听到你说要给青瑶神君一点教训，没想到你竟是下了杀心，还企图将各族在此陪葬。古族的，我之前就听你们说要灭了血族，夺走血族这次的宝物，你们就可以取代血族成为万族的第一位置。没想到你们还敢对神君大人下手。现在好了，我们给神君进献的宝物全部被你们给毁了。古族，你好大的胆子！难怪血族不曾现身，原来是你们搞的鬼！神君大人，小的没有，是这丫头在胡说八道，小的怎么可能？哼，怎么取代了血族之后，是不是还想取代本君之位？你们莫不是以为有了生命之花，便当真能奈何得了本君？没有，神君大人，小的真的没有啊！告诉我，血族在何处？古族族长吓得浑身狠狠一阵战栗，再是忍不住晕了过去。神君大人，之前我真不是故意要对古族动手，实在是这古族太嚣张，我看不下去了，所以才出手教训了他们，想让他收敛收敛，没想到还是失败了。好家伙，真会演呐！这演技可跟从前的风清瑶有的一拼了。他以一道神识传给体内金凤，淡定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付这种人渣就该用馊法子。不过主人，您还好吗？真的受伤了吗？你觉得我有那么蠢？怎么样，这演技你服不服？是我办事不力，请神君大人责罚。我之前听古族说他们囚禁了血族族长，我想了无数法子，想从古族这里逼问出血族族长的下落，却都失败了。这古族族长是个硬骨头啊，想要问出来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想找出来还是得靠神君大人您才行。我建议不如将古族族长也丢到暗笼中，好好的折磨折磨。滚！看来本君是太久没给过你们惩罚，竟让你们觉得能够凌驾于本君之上。既如此，尔等都瞧清楚了。禁锢的牢笼终于被打开，顺手将古族族长丢弃在暗牢之内。风清瑶，是你！风清瑶，你这个畜生！你自诩为大虚境青瑶神君，却将我等囚禁于此，任由秃鹫吞噬我们族人。风清瑶，你不得好死，总有一天你会遭受报应的。精灵族都已经这么多年了，能在食人秃鹫之下活下来，也是你们的运气。怎么，莫不是到现在还不知悔改？本君今日亲自来此，只要尔等跪下，朝本君认错，对本君俯首称臣，从此为本君之命相从，本君便愿意将你们从这里放出。向你认错？我呸！风清瑶，你当年不过就是领主大人的走狗，你也配我们俯首称臣？便是死，我们也不会追随你这等奸佞小人的。本君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到底是追随本君还是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领主大人才是我们的首，才是我们愿意追随之人，是吾辈愿意追随的英雄。你又算个什么东西？风清瑶，你要记住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拿不稳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将你拉下来，你等着。风青青那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可你们非要追随于他，食人秃鹫，咬死他们，咬死他们！让你们喂饱他们，也是你们的福气。阵法之中，再度一阵狂风呼啸而去，眼前的屏障挡住了秃鹫们的去路。神君大人，您说的对，这群秃鹫可是用神君大人您的丹药饲养长大的，他们这般高贵，怎能让一般人污染了他们？结印，你在干什么？如神君大人您所言，高贵的秃鹫就该以最高贵的人为食物。那一个个食人秃鹫，如同丧失了自己的心智一般，竟然全部都调转方向，朝着风清瑶而去。放肆，滚开！凌厉的掌风将禁锢在他们周身的力量切断。你是何人？别怕，我来带你们出去，以后不会有人对你们这样了。这是疗伤之药，吞下它们，你们身体会舒服很多。族长，我先替你疗伤，一会儿带着大伙儿先行撤出阵法。我相信你的领导能力，当年你曾协助天族，将数万个种族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你是？可是不可能啊！那丹药能够让你们暂且感觉不到疼痛，会帮助你们撤离。我来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这么欺负你们了。终于，所有的食人秃鹫全部被斩落，彻底断绝了气息。臭丫头，你是谁？是你对食人秃鹫下了符咒，摘下你的面具，不然本君现在就杀了你！
风清瑶，你说我会是谁呢？不可能！虽然当年自己亲手将那个女人击杀，可是毫无疑问，那个女人成了他这辈子这么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噩梦。臭丫头，本君不认识你，休要在本君面前装神弄鬼！风清瑶，这一次我倒是好好的跟你较量。那是混天阵，快后退！你不过只是一个大地之间的蝼蚁罢了，还妄图在本君跟前叫嚣。今日本君便让你知道什么是自取其辱。混天阵，风清瑶，九阳神帝的混天阵，你如今竟还有脸使用？九阳神帝的阵法，你不配用。那是诸神之阵。诸神之阵，这是当年九阳神帝的绝招。诸神之阵，这不可能，那是九阳神帝的绝招啊！你怎么可能会用这个？诸神之阵，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灭天阵。在他的实力突破到了大地之境之后，他对这灭天阵的理解又透彻了3分，如今已是可以操纵出灭天阵的第8重。你为何会用诸神之阵？这是灭天阵，是我的父亲教给我的。父亲？灭天阵？可笑，可笑！灭天不仅仅是灭天道，更是来灭他的混天阵呢。诸神之阵，普天之下唯有九阳神帝能够修炼，如此交给这个丫头的必定是九阳神帝。风青青，真的是你！九阳神帝当年死活都不肯将诸神之阵授予我，却就这么给了你。你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存在？灵凤世家本该就是本君的，这天下最尊贵的人也该是本君的，我只是本君的手下败将。还有，你不过只是一个孤儿，你哪来什么父亲？修罗族长以及其余众人都惊恐地抬起头来，他是风青青，那传说之中的金凤老祖。两尊大拿交手，他们若是再不逃，只怕后果不堪设想。哼，想逃？今日谁都别想从这里逃出去，都得给本君死在这里，否则他青瑶神君的英名将毁于一旦。风静静，本君若是你，就应该夹着尾巴，有个僻静的地方好好躲起来，不是像现在这样出来找死。聚气成冰，凤吟剑起，灭天鞭落。这灭天鞭赫然是当年九阳神帝存放在灵峰世家的至宝诸神之鞭。九阳神帝非但将诸神之阵交给他，甚至连灵峰世家的至宝也送到了他的手上。风青青，风清瑶，别喊本尊的名字，本尊的名字从你的口中喊出来，真让本尊觉得恶心。风青青，你不过只是凭着九阳神帝的东西才在这里嚣张罢了，除了九阳神帝的东西，你还能有什么？说的是啊，那是本尊父亲给的东西。风清瑶，如今的你是没有资格拥有这些的。神焰阵之外，此番看着眼前神焰阵的动荡，神龙之主龙思觉一袭银发，一阵阵的力量落在阵法之上，仿佛在稳固着阵法。相信他，自己的周身溢着淡淡的光芒，那气息顺着他的心头之穴落到了里头的岳清晨随身携带的心头穴之上。这是神鸟青鸾之力。虽然这些时日神鸟青鸾总是有些异常，但是风清瑶到底是修炼了神鸟青鸾万年。怎么办？我快无法呼吸了。青瑶神君果然名不虚传，这精神之力原来这般吓人。神君大人，求神君大人放我们一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风青青，看到了吗？即便没有拿到你的金凤之力，本君也无所谓。这青鸾之力不比你从前的金凤之力差。说本君没猜错的，你如今这个身躯不过年仅20余岁，即便你的金凤之力觉醒，如今也不过只是跟你一样，是个没用的小幼崽吧。半生兽的力量与年龄是与主人同步的，那金凤如今也完全无需忌惮。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你的金凤之力，有的只是本君的青神之力。耀眼的金光冲破云霄，瞬间将青神之力撕碎。主人，这个垃圾玩意儿竟然敢说我们是没有用的幼崽，那咱们就一同打得他喊祖宗。只是一道青鸾的力量，也妄图与本座来媲美。风清瑶，看来本座跟本座的主人不在的这些时日，太看得起你自己了。真是山中无大王，山鸡就把自己当头了。岳清晨眉心之处突然闪烁出隐隐约约的红光，生命之花的气息根本逼迫得风清瑶完全无法出招。生命之花竟被你夺走了。在所有力量的束缚之下，风清瑶此番竟是生生的挨了一边，将风清瑶这道分身困住。贱人，本君如今不过只是一道分身，有本事等你真有本事到了大虚境，同本君好好较量。你如今趁人之危算什么？与当年的你比起来，如今我倒是光明磊落的多。放心，大虚境的你，我迟早会弄死。风清瑶，当年那笔账，现在本尊先跟你讨个利息。想走啊，风清瑶，只怕没这么容易。风青青，放开本君！本君如今是大虚境的神君，你敢对本君动手，便是对本君不
风清瑶，本尊是什么样的人，你不应当最清楚吗？被天下之人称呼为血战神。锥心之痛，还记得当年你就是这么将本尊困住的吗？天道好轮回，现在到你了。风清清，你等着，你这般待我，不会放过你的。如今我无法本体达到此处，大日本君定会亲手手刃你。本尊问你，为何凌风世家将你视若珍宝？你为何还要这般狠？为何还要对凌风世家出手？你已将本尊击杀，为何还要丧心病狂，屠尽天族满门？我就是要杀了他们，要让你即便轮回千百次，你也找不到家人。你永远只是一个孤儿，一个没人要的可怜虫。畜生，去死！在风清瑶那惊恐的眼神之中，生生捏爆他分身的整个身躯与魂魄。风清清，本君不会饶过你的，给本君等着！主人，快看，这坏东西碎了，不见了，他是不是逃跑了？这道分身是他的一道魂魄分散出来的，一旦被毁，就消灭无踪了。那岂不是白白对付了？不，这道魂魄被打碎，他的本体也会被重创。此次一伤，他得花费不少时间修复了。他不仅将那分身击杀，更是捏爆了那道魂魄。换言之，风清瑶的本体将会残缺一道神魂，必将受到重创。这才只是开始，事不宜迟，尽快离开这阵法。他不知道以风清瑶的手段还会做些什么。领主大人，真的是您？是我回来了。我们是在做梦吗？竟能真的再见到您？我们原本都以为此生再也遇不到您了的。我回来了，以后由我给你们撑腰。是我们的领主大人，领主大人回来了。领主大人回来，我们以后就什么都不用怕了。精灵族长炎族何在？炎族他们被关押在另外一边。当年炎族的族长夫人差点将风清瑶的神识打散，风清瑶大怒，将炎族单独关押在阵法的另外一边。炎族的当年可真是好样的，只可惜有了血族那混账东西出手相助，导致整个炎族覆灭，关押了。精灵族长，你们先行出去，我去找炎族。就在众人准备撤离阵法之际，阵法之内气息陡然改变。领主大人，就是这道气息，当年是这道气息帮助风清瑶的神识在这里建造出这样的暗牢，是这气息将我们生生的关了这么多年。快退下！如此力量，甚至都在那黑暗邪殿之上。风清瑶今日是打定主意，想让我们葬身在这阵法之中了。我们是无所谓，可是领主大人不能出事啊！大家不要慌，联合起来，大不了决一死战，护住领主大人。好，领主大人，你在做什么？精灵族长等人看着眼前屏障，再度神情大变，惊喊出声：我说过，如今我回来了，就不会再让你们受到欺负与压迫。领主，快回来！但凡被吸入阵法之中的人，已经全部都被这阵法瓦解了。领主大人，他被吞没了。这道力量太奇怪了，哪怕是万年前，他竟也从来不曾接触过。主人，谁都不许出来！他们若是出来，便是在找死。他之所以现在没有被这力量瓦解，正是靠着万年前的强大精神力以及生命之花的力量。放心，我没事，记好了，谁都不许出来。该死，我竟真的奈何不了这阵眼之力。主人，我马上就出来。美人娘亲，媳妇，主人，我记起来了，这气息就是当年将九阳神帝打散的气息，就是他。原来就是这道力量，就是他。你说真的？对，我们都记起来了，主人就是他。灭天阵法7重，第8重，第9重。丫头，好样的，这么快就悟到了第9重阵法。是您，九阳神帝，竟然会在此再遇到九阳神帝的意识。小丫头，我原本还以为你这辈子都无法到达这一重了，毕竟这诸神之阵，天底下还未有第2个人能够修炼到如此地步。神帝，这阵法的第10重，我未曾来得及留在江州岛之上，只好留下一道意识，亲自告知于你。丫头，你闭上眼睛，仔细地悟着，仅此一次，若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脑海之中一幅幅的画面蔓延而过。丫头，这是我最后一道神识了，这是诸神之阵，你务必要修炼好它，日后它会助你一臂之力。可惜爹爹找到你找得太晚了，也再不能陪着你应对接下来的事情了。父亲，丫头，保护好自己呀，保住性命最重要，万事莫要强求，只要你们活着就行。
灭天阵法第10重，鲜红的烈火再度灼亮了整个阵眼中心。本尊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今日你必毁灭，风清瑶必死，你这风清瑶背后见不得光的人也必死。阵眼中心顷刻之间碎裂，风清瑶一大口鲜血喷涌出来。这是本君耗了数千年的心血才结下的阵法呀！风清清，贱人！本君与你不共戴天！伴随着阵眼的被破，整道阵法终于被破。领主出来了，阵法已破，从今日起不会有东西困住你们，你们自由了，再也不会有人敢压迫你们，再也不会有人敢伤害你们。我们相信领主大人，我们永远只追随领主大人。风清瑶将他们困了这么久，他们却誓死不屈从，也的确让人刮目相看。到底是我亏欠了他们。主人，这不怪你，只怪风清瑶太歹毒了。风清瑶如今已经在大虚境内这么多年，只怕大虚境内早已是物是人非了。主人，如今看来是风清瑶那玩意儿自封清瑶神君，是想着自己统治大虚境了，在大虚境内自立为皇。当年主人你虽然征服了谦虚，但是为了让百姓们不再忍受各方势力争夺带来的战争和杀戮，这风清瑶却是为了一己之私迫害各方势力，统治大虚境，他尚且不配。主人说的对，我们该出去了啊，龙主人还在外头等着。方才就在他即将被白光压迫浑身的力量时，他赫然感觉到从心口处有一道力量护住了他。他知道那是龙思觉的心头血，是神龙之主心头血的力量替他拖延了时间。马上就出去了。看向阵法的另外一边，在那里正是被风清瑶关押着的炎族。风清瑶，我跟你拼了！那个女人是风清寻。风清寻为人泼辣，性情豪爽，从前的他最爱一身黑袍，纵马轻扬，如今竟像是疯子一样，再也看不出分毫当年的模样了。他的力量很弱，让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感觉。他没有退让，只是任由他打着。风清瑶，你这个白眼狼，你害死了青青还不够，还害惨了整个凌风家！我杀了你，杀了你！而岳清晨则是没有哼一声，任由他发泄着。岳清晨知道跟前之人那口气已经在心底憋了太久。你不是风清瑶！一道道力量从岳清晨的身上溢出，落在跟前的女子身上。不过只一会儿，风清寻赫然感觉到体内断裂的筋骨有些许异动。你金凤图腾，你是青青，你不是风清瑶，你是青青，青青是你对不对？对不起，我来晚了。青青，对不起，方才我打疼你了，是不是？不疼，你没有打疼我。青青，当年是风清瑶害了你，我们都知道，但我不是跟风清瑶一伙的，我也不是故意要打你的。我知道，风清瑶不是你们真正的妹妹。你都知道，你知道就好。青青，快跑，快离开这里！这里是风清瑶的地盘，风清瑶将我们抓在了这里。不对，青青，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莫不是你也被风清瑶抓来这里了？我来带你们离开。青青，这4大神兽，我契约了他们。这4只小东西当年是父亲的心头宝，我记得父亲当年出事的时候，这4只小东西也被封印沉睡了的，父亲把他们留给了我。你见过了父亲？一时半会说不清，一会儿出去再细细与你详说。好，一会儿再好好跟我说说，我还想听听风清瑶那个白眼狼被你打败的景象。想到风清瑶变得很惨的样子，会得畅快的不得了。青青，你一定要仔细告诉我，让我开心开心。仿佛这么多年来从未受过任何苦一样。先出去，等出去了，我再一一说给你听。族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何你们如此狼狈？莫不是又有人得罪了青瑶神君？谁这么大的胆子啊，竟然敢！混账东西，闭嘴！一会儿谁都不许多言，任何人不得提起青瑶神君。 4只硕大的神兽从那阵法之中窜出来，每一只神兽背上都载着好几个人。岳姑娘出来了。岳清晨用一道神识传遍最前方一群人的脑海，务必将本尊的身份隐瞒。不过经过此劫，我想从今日起各族之间定会和睦相处，对不对？姑娘说的对，最先岛上各族本就是一体，从今日起各族必当齐心协力，一同成长。族长，您忘了吗？咱们各族可是要争个高下，才能脱颖而出，回到大虚。闭嘴！我知道大伙儿的想法，不过是当年被贬到了醉仙岛，都想重新回到大虚境。不过尔等且放心，大虚境本就是尔等的家乡，你们会回去的。我们接听姑娘的领导，从此我们都听姑娘的。好，这是你们说的，记住你们的话。谁若是再敢在醉仙岛上掀起纷争，我必取他首级。恒大，别浪费力量了，没事。不行，你精神力损耗太大了。那阵法上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之前我想要进入阵法，都被挡住，无法踏入。那便是当初将九阳神帝打散的力量，也是风清瑶身后的力量。我之前就猜测到有人将我跟风清瑶交换，
必定有所图。如今看来，果真如此。不用再想这些了，先养好身体。农大，我找到了我的2个姐姐了。如今风清瑶也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存在，只怕日后会更难了。我什么都不担心，只是担心2个孩子。眼下风清瑶那边已经得知了我们的存在，只怕会不遗余力要对9界出手。他们断不会出事，我会以性命将他们护着。别动不动以命护着，反正不允许再做傻事。你这条命很珍贵，你若是敢出事，休怪我再不认你。好，农大，我去前院看看姐姐。书记找到了青青，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大姐，青雪，我真的没事，倒是你被风清瑶夺走了青鸾。罢了，就算没有青鸾又怎样？如今我有一个世间最好的妹妹了。青青，不愧是我的妹妹，就算是换了个容颜，也照样美得惊天动地呀。岳清晨顿时忍俊不禁。二姐，这是复原经脉的丹药，你浑身经脉断裂，先服下这枚丹药再说。青青，这是你自己炼的？不错，二姐，给我点儿你的鲜血。好，你干什么？我之前就听到传言说风青青老祖宗喜欢吃小孩的血，看来青青你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连大人的都要吃。不过你放心，只要是你想要的，就算是放光我的血，我也要让你吃饱。他断没有想到这奇葩传言竟然连风清寻都信了，他忍不住扯扯唇。不用，我只要1滴就好。青鸾是你的半生寿，我要以你的血召唤青鸾。什么？你说青鸾？给我1滴血。好。道道金光注入到那滴血之中，还魂斩再度落在他的跟前，口中念念有词。青青，你这是？我以你的血感应青鸾，从今往后青鸾便不会再任由风清瑶肆意调遣。真的吗？但是已经上万年了，青鸾跟随风清瑶已经这么多年，并早已认他为主。放心，那是凌风世家的神鸟，本就是你的半生寿。方才那道力量能够让青鸾神识逐渐恢复清明，等着吧，青鸾会回来的。莫说是青鸾了，凌风世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草，他风清瑶不够资格拥有。青青，你还是如当年那般，让人忍不住刮目相看。不过你还要不要血？要是要的话，我去拿盆给你。那倒不用了。是吗？那回头你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找我，我这边量大管饱，完全不用担心。岳清晨一阵无言。我的青鸾是天下最好的半生寿，小青鸾，从今以后你便陪着我，一同行走千虚，一同打败天底下的高手吧。小青鸾，记好了，你是我凌风世家的半生寿，你便要坚持恪守凌风世家的准则，匡扶正义，惩恶扬善。那一道道爽朗不羁的声音，不知是从何处传入到了青鸾的脑海之中，仿佛是在召唤着他什么。青鸾的眸子一点点的变得愈发明亮。他振翅而飞，直至最后，他整个青色的身影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风清寻的那一滴血一直飘荡在半空之中，在金凤之力以及还魂斩的帮助之下，不住地朝着四方散发着气息。青鸾，青鸾，他感觉到了青鸾的气息了。青青，这滴血真的能够让青鸾渐渐脱离风清瑶的掌控吗？这血上有你的气息，青鸾曾经与你同生，我将你的气息传递给了青鸾，凌风世家的半生寿定能与你心意相通的。青青，我们何时能去大虚境？我想尽快找到青鸾。大虚境与其余地方不同，大虚境与9界之间被一道无形的力量阻拦住，让人无法肆意的穿梭。从来只有上界面抵达下界面，而下界面甚少有人能够前往。我也在想办法。青青，一道剧烈的气息轰然朝着外头撞去。是谁？谁在伤害我妹妹？放了我妹妹！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凌风世家的风清寻，从前就听闻过你比男人还要野蛮，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天明塔，是你，别玩了。二姐是自己人，别担心。天明塔，你要做什么？臭丫头，你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了？一道小小的缩小的塔盘旋在虚空之中。自然没有，不是你说要等一个契机才能打开第8层以上吗？是呀，第10层已经打开了。当真？天命塔说过，唯独他方能打开下界去大虚境的通道。若真如此，那便距离大虚境更进一步了。对，就在5日前，有一股力量足足持续了2天2夜，让第10层直接打开，实在是奇怪。我曾经以为要打开第10层至少再等个数十年，没想到相隔不到数月就打开了。领主大人，你说奇怪不奇怪？到底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领主大人，5天前你们都在干什么呀？5天前2天2夜。他的唇角扯了扯，神色略显不自然。领主大人，你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也许最后一层也很快就有希望。也许是因缘巧合。巧了，不要再问了，我也不清楚。是吗？算了，我还是自己去问神龙之主。每一层的觉醒都跟着神龙之主有关，想必只有神龙之主应该知道。你敢出去，我现在就把你砸得稀巴烂，不准去。他想到当年被这个女人所支配的恐惧感。不问就不问，怎么这么小
气。脑海之中再度划过了当初那2天2夜的事，忍不住扶额。好了，领主大人，这第10层既然已经打开，那你就来查收属于你的东西。岳清晨点头，天命塔是替他保存东西的地方，一道道的光芒绽放在他的周身。青青，这个东西当真不会对你怎么样？放心，给他100个胆子，他都不敢。别看这第1到第8层了，再看他们也不会自己回来。哎，谁让领主你当初太傻缺，竟然被人给暗算了？那前8层的东西早被人家抢光了。你说的很对，下次不要再说了。不过我相信领主大人您一定能找到这第1层到第8层的东西，毕竟您是英明神武的领主大人。领主大人啊，原来这第10层竟然是星魂杖。这星魂杖可是各方势力追逐的宝物。是啊，不过它是我的。我知道他是领主大人你的，你应当知道，那当年整个千虚都是对星魂杖虎视眈眈。我答应过他，不会再抛弃他了。星魂杖再度一个纵身，突然之间缩小了身躯，缓缓地化作了一个很简单的素簪。丫头，我吃饱了。好。小丫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被一只狗咬了。好啊，狗，我最喜欢打狗了。小丫头，你等着，回头我跟你一同打狗。想当打狗棒，只要食物到位，也未尝不可。你也是我们的姨姨吗？好奇怪，我们短短时间内竟然多出了2个姨姨。青青，这2个奶娃娃哪里来的？青青啊，你别告诉我你是故意养了2个奶团子用来吃的。放心，姨姨，我娘是不会吃人的。姨姨，我跟小莫哥哥是被那些画本子给欺骗了，难不成姨姨你也被画本子蒙骗了？原来你们是青青的儿子。那感情好啊，长得这么可爱，真不愧是我风清群的外甥啊。还真别说，看到这2个小团子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是青青你故意养着来吃的。不过青青，你到底吃不吃小孩的？当年我就听到了你喜欢吃小孩的传闻。这消息分明是当初龙大为了吓唬小叶小莫而胡编的，现在看来倒不是空穴来风。我从前也是无意间听到过这个风声，但是媳妇儿，我从未相信过这些传闻。二姐，这消息你从何得来？当年在你出事之后，整个大虚境都在传你修炼了邪影族的功法。邪影族最喜欢抓小孩来吞噬，邪影族的人都很厉害，因为他们喜欢以幼儿来修炼，实力突飞猛进。邪影族，邪影族，传言那个种族作恶多端，却有着通天之术，只不过早在当初的很多年前就被九阳神帝歼灭了。看来风清瑶为了将我毁掉，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对了，青青，父亲曾经倒是跟我提过邪影族的事情，我怀疑父亲当年被风清瑶打败，或许与邪影族脱不了关系。不过我百思不得其解，风清瑶怎会与邪影族扯上了关系？父亲、母亲是邪影族将你们害到如此地步的吗？娘亲，我们好久没有听娘亲讲故事了，快睡吧。这几日你们闭关修炼也辛苦了。小叶、小莫，你们会觉得累吗？不累，一点都不累。娘亲，我最喜欢修炼了。我也是，我只想变得更加强大，除此之外别无他想。听着这话，反而是愈发心疼了。他何尝不知道这是2个孩子故意这么说的。你们同龄的孩子这个时候都过得那般恣意，小叶、小莫，是娘亲一直连累了你们。娘亲，你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有多大的能力就得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们的娘亲与别人家的娘亲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也肯定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娘亲，我们从来没有觉得累，也没有丝毫怨言过，相反，我们很乐在其中。只要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能够让我们都有盼头，能够以后保护娘亲，我们就都充满了干劲。对，哥哥说的对，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娘亲，所以我们也要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宝宝哦。门边一道暗色的身影正傲然站立。小家伙出息了呀，勉强将老子媳妇儿让给你们2天。尔等何人？阁下，我自玄天境而来，还请阁下行个方便。谦虚与醉仙岛从来不相连通，阁下此次前来乃是逆天而行，我劝阁下还是赶紧离开。公子就是不知你是这醉仙岛的何人，让我猜猜，你怕是这醉仙岛的守护人吧？还望公子您滚！若不想死，现在滚回去！臭小子，别不识抬举！你不过只是这醉仙岛之上一个小小的守护人，也试图阻拦我们从谦虚过来的，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以雷霆万钧之势攻了过来，耀眼的金光顷刻之间与女子再度对上。玄天境，哎呦，看来你也没什么本事，没这个本事还硬凑上前去，嘿，我都替你蒙羞。闭嘴！
玄天境的，得亏这次我也发现了星魂杖的所在，看来无主的东西还得需要我亲自来取。当年我乃无主当年在千虚境最赏识之人，而你，不过就是个喜好男色的一无是处的女人罢了。这二人虽然嘴上不对付，可现在竟是齐心协力，一同冲上前来。不好，探查到已经有其余几个人正在试图冲破界虚结界，向此争夺星魂杖。偌大的千虚，除了我们，更多的是敌对的人。若是被青瑶神君的势力带走，青瑶神君统治千虚便是板上钉钉之事。就在前日清晨才将星魂杖收复，这二人妄图来抢夺星魂杖，血符咒的力量瞬间将那二人全部都捆绑住。想拿星魂杖，那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了。龙大，住手！好大的胆子！我们可是来自千虚，小子，你这把将我们困住，如此代价你承受不起。是吗？什么代价呀？星魂杖，星魂杖在你的身上。你们竟是为了星魂杖而来？告诉我，你们要星魂杖做什么？早在万年之前，整个千虚众人就已经为了一个星魂杖而争得头破血流。当年连风清瑶这个曾经最好的朋友尚且都能背叛于他。你管我们的，臭丫头！虽然不知你用什么方法得到了星魂杖，但是只要你今日能够交出星魂杖，我保证千虚可饶你不死。你可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今星魂杖傍身，只有死路一条。快把东西给我，快！马三娘、陆苍，倒是没想到你二人速度如此之快，竟在我们跟前抵达。哼，我说怎么会突然闻到这一阵阵的恶臭味？可真恶心死老娘了！老娘的眼睛、鼻子都是用来看美男的，才不是用来看你们这群比蛆虫还臭的东西。陆苍、马三娘，当年若你们也与我们一同选择归顺青瑶神君，今时今日，你们又怎会被这9阶的2个小小人族拿住？青瑶神君那是什么东西啊？他将万族赶出大虚境，齐心骤然入阶。小子，放开老娘！你放心，老娘先不破你们岛的结界，老娘有别的事情要处置。经过他们的寥寥数语，龙思觉与岳清晨已经彻底的了解情况了，将马三娘与陆苍全部解封。你们这群蛆虫，脏了老娘的五官，滚！一阵阵的鬼火将整个天地都撕碎，骤然将陆苍与马三娘完全围住。这万年间，青瑶神君早已经突破到丹仙境地，而你们却一直守着一个死人国，值得吗？那万年前所有的人都立下过誓言，要归顺无主。你们如今背信弃义，转投了风清瑶。风清瑶是用了下作的手段才暗算了无主。你们这群蛆虫跟着风清瑶那畜生，你们也定不得善终的。马三娘、陆苍，既然如此，那你们就下去陪你们那个鬼魂主人吧。罢了，死就死了，等老娘魂归九泉，说不定能跟无主相会。无主当年说了，他会裹走一堆美男相伴的，也好也好。一声撞击声下，尔等何人？人多欺负人少，谦虚的人就是这么不要脸的吗？你们是最先倒的人，不想死就休要挡道，休要插手。哦，那若是我非要管呢？小丫头，这件事你别管，你是打不过他们的。马三娘，你放心，美男我会给你找一堆的。这件事我管定了，我的地盘岂容你们肆意放肆？就在那一群人要齐心协力的将岳清晨困住，要将他斩杀之际，翅膀扇动，金色的气息从他的身躯溢出，分别朝着那群人砸去。是星魂杖，金凤传承，你是领主尊上。看来你还认得本尊。你方才不是说本尊已经死了吗？本尊不过在外头游玩了万年，尔等便迫不及待的攀上了其余的高枝，就这么着急吗？怎么办？难道真是领主尊上？不是领主尊上，领主尊上死了，不过只是个妖女。诸位听我号令，杀他夺杖。青瑶神君吩咐过，若能拿到星魂杖，便重重有赏。此乃血龙，这乃是各境之人耗费万年凝结而成的。这么多年来，但凡千虚内有违抗他们命令之人，就被他们锁在血龙之中。小丫头，这是血龙，快闪开！加固血龙！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大伙儿看到了吗？根本不是领主尊上。血龙之中的女子突然纵身再起，破开血龙，朝着他们的方向而来，一剑刺入。现如今我们都拜倒在青瑶神君之下，你不能对我们动手。若让青瑶神君知道这一切，他断不会放过你。
是吗？那你就先去黄泉一步，改日我再将你的青瑶神君送下去，让你好好拜拜。现在轮到你们这群叛徒了，本尊的阵法与你们的血龙相比又如何？不要杀我们，我们知错了。领主尊上，只要你放了我们，我们便愿意重新追随于您。常胜进的，那好像真的是我们的领主尊上。是他，真的是他！没出息的老东西，哭什么？重新追随，现在才知道无主的厉害了，知道无主的好了。哼，追随于本尊，你们这群不忠不义之辈也配？小丫头还真是狠，本尊可不是什么垃圾都收的。都过了万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个性子，还是这么喜好美男？马三娘，你当年可是本尊座下得力的护法之一，这么多年来，你可没在外头破坏本尊的名声吧？若真如此，往后本尊让你一个男人也见不到。领主真的是无主哎！他们激动地矮下身躯，欲行跪拜礼。起来吧，在我跟前不必行如此大礼。无主，我们还真以为你已经不在了，你回来了就太好了，太好了！以后谦虚内谁也不敢诋毁你，不敢胡作非为了。我知道，先随我下去再说。我不在的这些时日，你们过得好吗？不好，无主，您不在的这些年，我们都快被欺负死了。说这些干什么？陆苍，你个男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在无主面前就说些开心的事情。无主啊，你不知道这万年来啊，马三娘极力想找到一些好消息来告诉岳清晨，但是她却发觉这万年来好像就没有一个好的事情。您当年种下的那棵树啊，长得好高好高了。岳清晨的心脏微微的收缩着，他看着他们，自然知道这么多年来受了多少罪。他们都追随了风清瑶。不错，风清瑶自风清瑶神君，名号响彻千虚，很多人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与风清瑶为伍了。无主，你不必难受，那群人都是有眼无珠的。不难受，这种人不要也罢，本尊不稀罕。只不过这么多年来，你们应该过得很苦，再苦也值得。无主现在既已回来了，那一切就都算不得什么了。无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年为何风清瑶要杀了你，还将风家的兄弟全部都驱逐到各境受苦？风家的兄弟，你们知道他们的踪迹？风家那几个小哥长得都不错，当年风清瑶被封为清瑶神君后，那几个小哥都消失了，我就猜到肯定是风清瑶做了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四处探寻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其中一个，他就在天珠境的学院之中。我前些时日匆匆见了他一面，可惜了呀，当年那般风华正茂的他，如今，领主，您怎么了？还有呢？我只远远的见了他一眼，看到他不复从前的风华，好像干枯了一样，其余的倒是不太清楚了。凌风世家的孩子每一个都有特殊血脉，特殊的半生兽，是各方势力都极眼馋的存在。你要去谦虚？好，我陪你。您去不了的，无主，除非是谦虚之主亲自号召你，否则您是去不了的。领主啊，不要莽撞，我说了，只要我最后一层塔打开，就能送你前去。可我不愿再等了。青青，这么晚了干什么呀？姐，小叶小莫暂且麻烦你们照顾。青青，你要去何处？原本我还想再等一阵子的，可是我发现我再也等不了了。我多等一天，我的亲人便会多受苦一天。青青，可是我们去不了啊。帮我照顾好2个孩子，等着我。我若不死，我便将你们带回家。臭小子，这次娘亲又要先丢下你们了，对不起，等娘亲来接你们。一道道符文印记自漩涡之上呼啸而出。何人如此大胆，竟要擅自闯入上界，还不速速退下？若我执意要闯进去呢？执意擅闯者，万劫不复。你可以一试。领主，你要三思啊！龙蛋，周身神龙呼啸，原来是神龙之主呀！难怪如此嚣张。好你个小子，竟妄想这样将这通道打开，你在开玩笑吗？但是龙思觉却置若罔闻，只是继续撕扯着漩涡。清晨，快来，马上就可以过去了。住手，龙思觉，住手！他这样下去，经脉会被震断，会出事。没事，清晨，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逆天而行，必死无疑。那是谦虚之主的天罚，无数道猩红的闪电朝着龙思觉撞去。谦虚之主，住手！谦虚之主，本尊的男人，你也想伤？不知死活，竟然想徒手将界区通道打开，难道不该罚？谦虚之主，本尊说了，本尊势必要踏入谦虚。是你，没想到
你还活着，竟然沦落到这下界来了！哼，就凭你这样还妄想通过界虚通道，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与我单独较量。万年之前，整个千虚都在流传，说你能战胜千虚之主的力量，一定能够登基成千虚之主。今日你若能够胜过我，我不仅同意打开界虚通道，更能答应你3个要求。好，龙思爵，让开，我来。不行，你会受伤的。龙思爵，这一战迟早会来。万年前我就该与千虚之主的力量较量过了，这只是迟来的一场较量。不行，让开，乖，我跟你保证不会受伤。况且我带着你的心头血，你还在我的身后，好不好？龙大，你相信我。一甩灭天边，趁着他不察，将他彻彻底底的捆绑住。岳清晨，灭天边已经带着龙思爵朝下方而去。千虚之主的力量不是要较量吗？来呀！哼，不过从前我早听说千虚之主是个空有力量、有勇无谋的莽夫。胡说八道，臭丫头，你胡说八道！我乃是第1任千虚之主，怎会有勇无谋？我曾带着整个千虚走向辉煌。可是并没有辉煌多久，你就败落了。那是意外，但并不代表我没有智慧。那今日我们就斗智，你敢不敢？好，臭丫头，我就跟你较量。青青，等着我。你说说，你要怎么与本座较量？千虚之主，还请您解开这9龙环。千虚之主尝试着从每一个角度要将9龙环解开，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他竟都无法将之打开。臭丫头，你是不是在诓我？这东西根本无法打开，这是个死局。做使用了阵法、符咒，竟都无法将之解开。做就不信连本座都解不开，世间还有人能解开它？若晚辈能解开它呢？不可能！你若真能解开它，本座就算你胜。好，你说的。千虚之主，您看好了。但硕大的9龙环已是刹那之间全都化作了碎末。这东西被毁掉了，他给你毁掉了！臭丫头，你当真在诓我？千虚之主，晚辈怎敢诓骗您？我所说的是要解开它。您看，现在它不是被解开了？你在作弊！你若早告诉我可以毁了它，本座又怎会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可我从未说过不能毁了它。我知道，当年您之所以会被邪隐族逼迫到如今这一步，是因为您的仁义，但是世间不是所有的人与事都值得仁义以待的。例如当年的邪隐族，有时候一念之差，仅存的仁义却会让人陷于死地。好大胆的臭丫头，胆敢蹬鼻子上脸，擅自揣测本座的心思！我怎敢擅自揣测您的意图？只不过万年前我也与您有同样的遭遇。您之前不是问我为何迟到了这万年吗？那是因为我也因一时的仁义犯下了不可磨灭的过错，使得恶人有机可乘。但是这一次不会了，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对不值得的人有任何的仁义。谁若挡我，便是破釜沉舟，同归于尽。我也定不会善罢甘休。若本座还是不让你通过这界虚通道呢？千虚之主，我知道您不会食言的，您并未解开这9龙环。再者，如今千虚之内恶人当道，您莫非当真甘愿眼睁睁地看着您自己当年开辟出来的一方天地笼罩在邪恶之下，被恶势力所统治？还有邪隐族，邪隐族再现世了。邪隐族成为了风清瑶的后盾，帮助风清瑶作恶多端，帮助他击败了九阳神帝。若非是九阳神帝散落之前的那一道力量镇压在四方，岳清晨知道如今的千虚定是早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与邪隐族势同水火，还请千虚之主放我前去。您会知道今日您的决策是最正确的。邪隐族是他这么多年的心病，当年他秉持着天下众生一视同仁的理念，试图对邪隐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却惨遭反噬。好，今日你胜了，本座依你所言，放你前去谦虚。本座倒真想看看你所说的破釜沉舟是什么样的。对了，谦虚之主，您之前说愿意答应我3个条件，可还记得？臭丫头，莫要蹬鼻子上脸。谦虚之主，您胸怀大义，从来不会食言，我断不可破了您的规矩。好，你说你有何要求？我要带我的家人们回去。你的家人们？你是说神龙之主？有他。行，那小子可真是彪悍呐，不愧是神龙一族之人。好，本座答应你。还有其余2个条件呢？只要您能答应我带我的家人们一同回去，这1个条件就足够了。哦，从方才的交锋下来，他算是看得真切。这小丫头就跟个小狐狸似的，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确定不需要其余的？我只要能带我的家人们回去就够了。好，本座答应你。小丫头，我等着你。界虚通道暂且替你与你的家人
门而打开。四方带出了谦虚之主的神识之外。青青他会不会出事啊？被灭天鞭捆绑着的龙思觉一时抬着头，眼底充斥着血光。星辰，青青，月姑娘，指尖悄然一动，将灭天鞭从龙思觉周身抽出。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方才心底的怒气在看着岳清晨的那张脸时已是完全的散去。下次不可再莽撞了。放心，我有数。好了，臭丫头，别唧唧歪歪了，不是要去谦虚吗？赶紧的。不愧是青青啊，大姐二姐，去收拾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了。你说真的？我几时骗过你们？龙大，去将小月小莫带过来，告诉他们要跟着娘亲回家了。一道道的印记已经落下，他眯起眸子，口中轻喃有词，似乎在召唤着什么。从四面八方一道道的身影呼啸而来，天族族长带着天族众人跪拜于地。天女大人，吾等来了。阿四拜见小主人。无双圣尊亦是已经抵达此处，四面八方一个个人影缓缓的抵达，全部都跪倒在岳清晨跟前。本尊答应过你们，会带你们回去，回到谦虚。今日我们便一同回去吧。谦虚之主满是懵逼。小丫头，你不是说你只带你的家人们走吗？是啊，他们都是我的家人。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一群人，整个人都在风中凌乱。小丫头，你又诓本座！他已经被这丫头欺骗了第2次了。这谦虚不是谁都能踏入的，若是随便谁都能前去，你们置本座于何地？他们的确都是我的家人，这是天族，是当年收养我的人。我当年在天族长大，自然他们是我的家人。这是几大种族，是当年在谦虚臣服于我之人，便是我当年的子民。他们为了我，在这醉仙岛被风清瑶折磨，历经磨难，自然也是我的家人。这是当年追随我，助我征战四方，患难与共之人，他们亦已是我的家人。而他们是我当年的嫡姐，又怎不是我的家人？每一个人都抬着头，眼底蕴满了泪光，所有的人都嘴唇轻轻的颤动，有人想要张嘴说些什么，却都一个字都发不出来。但是这一刻他们都清楚，这万年来的等候是值得的。谦虚之主，您且告诉我，我说错了吗？好像也没毛病。那就是了，还请谦虚之主放行，放我随我的家人们一同前去。小莫哥哥，我们到谦虚了。娘亲，你放心，我会更加努力的修炼的。小阡陌，不必这么拼命的，娘亲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更何况娘亲的身后还有爹爹。不，我不能成为娘亲的软肋。这功法你从何而来？是否你也与封家的人有关联？是又如何？果然我没有猜错，你也是为了风清扬来的，对不对？当年这个功法是被风清扬收藏了起来，能够知道后续招数的只有他了。风清扬，风清扬，凌风世家大公子，亦是九阳神帝的接班人。当年的风清扬乃是谦虚年轻一辈之中的佼佼者，是整个谦虚各境所有青年才俊都望而却步的存在。彼时他与当年的神龙之主光明圣殿的无双圣尊并称谦虚三绝。姑娘，您是来找风清扬的吗？你知道他在何处？你果真是为了风清扬而来。你所修炼的功法乃是我的师父当年留下来的，当年是我因缘巧合才得到了风清扬的指点。你师父？总之那是我师父的孤品，当年风清扬从很多坏人手中将我师父的东西都收藏起来了。怪叔叔，那你的师父人呢？他已经不在世了。姑娘对不住，当年师父教导过我行侠仗义，惩奸除恶，所以我才误解了你。好啦，怪叔叔，误会解开了就好了。你师父他老人家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也会很欣慰的。这话听着怎么有些别扭？不过不算数，万年之前我还没收徒呢。你说的对，我数年前曾与风清扬有过一面之缘，也因缘巧合得到了他的指点，知道了这个功法。岳清晨暂时还不想暴露自己身份。我就知道那风大公子乃是个侠义之士。沈墨清，你说风清扬在何处？我已经寻找他5000年了，前些时日才探寻到他的气息出现在了紫风境内的紫风城，一路追踪至此。这蝴蝶也是风清扬当年留给我的。他说他与我父亲是故交，我又是师父唯一的弟子，便将此交给了我。我就是靠着这蝴蝶找到了风清扬的踪迹，他又有了指示，就在东南方向，风清扬一定在那里出现了。姑娘，不说了，我还有要紧事，先行告辞。沈墨清，我同你一起去也好，毕竟风清扬当年也指点过姑娘你。怪叔叔，你之前说你寻找了那个人5000年，这么说你也活了好久好久了。是这样。哇塞，怎么一个个都活了这么久？娘亲之前遇到好些个老熟人，全部都活了上万年。怪叔叔，而且你还看着这么年轻。我很小的时候曾经误食了师父的一颗糖豆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长到16岁后，我便不再衰老。那你师父他老人家还真是不同凡响，耗费足足9981天，终于炼制出了一枚丹药。那枚丹药才出炉不久，
就失踪了。不成想竟被这厮给吞了。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然抵达了紫峰城。紫峰令竟是紫峰城主自己发布出来的号令，看来紫峰城是出大事了。姑娘，我果真没有猜错，风清扬果真出现在了这紫峰城，并且极有可能同这紫峰令有关联。那就去看看。姑娘，这紫峰令之上竟然设下了精妙的阵法。娘亲，这个紫色的告示颜色好漂亮，我们是要将这个令牌揭下吗？不错，好，那我帮娘亲揭开。小家伙，别触碰它。你虽然厉害，但是这是紫峰令，是紫峰城内最厉害的阵法师设下的，很是难解，十分危险。若是轻举妄动，甚至可能危及性命，甚至连我都……却只看到小手轻轻一撕，随后那紫峰令就这么掉了。叔叔，你是方才说这个很危险吗？好了，小叶，不要太打击人了。不过娘亲，这个东西好奇怪，这是以高级阵法与符咒淬炼而成，非一般之人能解开来的。不过沈墨清，你说的没错，这紫风令的确与风清扬有关联。紫风令之上的阵法，那赫然是当年凌风世家所使用过的。那我们怎么办？去紫峰城主府。诸位今日既能接下紫风令，便都绝非等闲之辈。想来我城主府的困境，诸位应当都已经有所耳闻了。紫峰城主，此次您这是要我们做什么？是啊，我们大伙儿都已经等不及了。诸位，南某的确有要事相求，请大家帮忙。至于何事，大家一会儿便知晓。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他赫然在那里头感知到了一股比较奇怪的力量。姑娘，咱们也赶紧进去，风清扬公子一定也在里头。娘亲，里面的气息好熟悉。他乃是邪元灵体，对与邪气有关的力量，天生感知力十分的敏锐。小叶、小莫，你们在这里等着，娘亲去就来。好，我们保证乖乖的，绝对不给娘亲添乱。一定要这样吗？他们都是紫峰境内的能人异士，一定要这样做吗？南迎风，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不要忘了你是如何到这个位置，更不要忘了你今日的目的。紫峰城主，到底怎么回事？为何我们会被攻击啊？紫峰城主，这一定是对我们的考验，对不对？这哪里是什么考验？这分明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啊！一道又一道的烈风汹涌而至。对不起，只要能将这群人的力量吸光，他便完成了主上交给的任务，便可帮助主上替青瑶神君破解大虚境的禁封。南迎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说过不会要了他们的命的。放心，这些就不需要你来管，只要今日结束，我便如你所言，替你救下那个人。你要知道，若是没有这个功法，必死无疑。混杂着邪隐力量的千藤树再度散发出了无数黑色的青烟。我是你祖宗，还敢来挑衅？藤蔓化作的红色巨龙已是将他紧紧地捆绑住。臭丫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紫峰城撒野！说吧，想干什么？为何要将众人召唤到此？要如此对付众人？不好，快逃！臭丫头，我不知你是从何处得来的那千藤树，但我告诉你，想靠千藤树就将我困住，你做梦！今日尔等都是我的囊中之物。硕大的青色阵法急急朝着半空呼啸而上。姑娘，你干什么？那硕大的黑色的网彻底的全部爆碎。什么？破解了这个力量？怎么可能？主上曾经说过，硕大的谦虚，没有一个高手能挡住他的力量，可是就这么被破了。说你想做什么？千藤树你从何处得来？吾乃青瑶神君的手下。这就对了，也只有风清瑶会使用这邪眼族的力量。风清瑶与那邪眼之族果真关系匪浅，我给过你机会了。南迎风，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调遣兵马抓了这群人？住手！姑娘，你住手！你身为紫峰城主，却与恶人勾结，试图谋害紫峰城内百姓的性命。不要杀他，我答应你，等过了今日，我这条命就是你的，只求你放了他，放他一命。血咒骤然生出，他以为南迎风是在与他人勾结，修炼邪功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紫峰城主，你这条命我还真不稀罕，这老东西必死。完了，全完了！姑娘，为何？危及百姓的蛆虫，死不足惜。至于你，亦是如此。罢了，诸位，今日的确是我不对，是我处置不当，如此，我便以命向尔等赔罪。青阳，我来陪你。青阳，风清扬，风清扬果真与这紫峰城有关联，甚至还与这位城主有关系。一道力量自他身上溢出，生生的将南迎风身上所有气焰
全都掐断。风清扬在何处？你想干什么？告诉我。紫峰城主，果然是你们抓了风清扬公子。南迎风，亏你还是这谦虚最厉害的丹师，竟做出如此下作肮脏的事情。你说，你到底将风大公子藏到哪里了？对他做了什么？你们是来找清扬的，可是清扬被你们害死了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到底对他怎么了？原本风清扬是有希望醒过来的，这么多年了，我好不容易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这一步，终于找到了谋士能够让他苏醒，可是被你们毁了，全被你们毁掉了。你们还想去打扰他吗？休想！我会让你们打扰他最后一程的。他断然没有想过，原来南迎风是为了救风清扬才走到了这一步。糊涂！你所谓的救人，必是用这样下作的手段吗？风清扬，风大公子乃是大虚境的第一公子，他心怀天下，当年在一场战斗之中，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救下一城之人。而你今日却妄图屠杀百姓来救他，更何况你真觉得就凭那老头就真能救他？你又怎知那老头是不是在利用你？若风大公子苏醒，知道了这一切，你说他会是什么想法？带我去见风大公子，带路，我定能让他活。好，我带你去。知道这些阵法是什么吗？是谋士设置的阵法，有助于清扬的病情。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是天底下最厉害的阵法师，他更是青瑶神君的手下。青瑶神君那是风清扬的妹妹，他说是青瑶神君派他来此治好清扬的。所以这么多年来，不管那位谋士做什么，他都从来不阻止，从来不怀疑，一切都是因为青瑶神君是风清扬当年最是宠爱的妹妹，是风家的妖女，是天底下众人都知道的凌风世家如今的骄傲。日月之阵针对凌风世家人的血脉而设立，有这阵法在，莫说是醒来了，长此以往之下，凌风世家的血脉早晚会被击溃，彻底灰飞烟灭。什么？这不可能！这是青瑶神君亲自教谋士的阵法。青瑶神君因为当年对抗恶势力被禁足于大虚境，无法亲自前来，便亲自教给谋士如此方法。你要干什么？破阵！你不能破阵，若是破了，风清扬怎么办？别瞎逼逼，小心打扰了大师姑娘。被破开了。南迎风，你说的信我，既然选择相信了，那就不要阻拦我。这个阵法压制住了我们神养一族，是专门来压制凌风世家的血脉的。主人，方才我差点都透不过气来了。不错，这么说来，那风大公子也真够惨的。清扬，我来了。这身下的阵法与覆盖在紫峰城之上的日月阵一脉相承，所谓的只是吸收他的力量，再经由阵法传递到另外一边。南迎风，你可知你差点害死了他？怎么会？今日你的那位谋士将众人召唤至此，要将众人的力量吞没，并非是为了救风清扬，而是为了用他们的力量将风清扬全部的力量激发，催动风清扬之下的阵法，吞没风清扬所有的力量。你以为你今日大张旗鼓的做那件事情是在救他，殊不知你是在害他。南迎风，你是一城之主啊，就你这样的猪脑子，到底是怎么登上这个位置的？这不可能。大师姑娘，莫不是这一切都是风清瑶所为？行走在谦虚多年，所及之处全是众人对风清瑶的赞美，但是经过方才的种种，他也惊觉风清瑶在这其中似乎充当的角色并不仅仅如此。是风清瑶故意要谋害风清扬。看来你还不是蠢到不可救药，让开。这个姑娘她到底是何人？强大的精神力从她周身溢出，顺着风清扬的筋脉灌入她的体内。原来如此，小莫青，带着紫峰城主退后，切莫靠近，若是误伤了自己，可别怪我。风清扬之所以沉睡这么多年，完全是因为他的魂魄已经离体，而今他必须替他将魂魄召回。他想干什么？偌大的山洞内倏然响起一声琴音，神音之力最高层的境界，可操纵魂魄。眼下岳清晨正是对着风清扬的身躯在召唤着他的神魂归来，一曲招魂。原本正在以神音之力召唤着风清扬神魄的岳清晨，眼下骤然指尖一顿，他赫然感觉到了从四方凛冽而来的那道力量，那道风。即便相隔甚远，即便没有正面交锋，可是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道力量，那力量在挑衅，甚至想要毫不留情地碾压他。手下琴音瞬间变得急促而狂烈，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到底在干什么？你闭嘴，不许打扰大师姑娘。岳清晨指尖的琴弦骤然随着那力量涌现断裂了一根，他看得出来大师姑娘现在的情况似乎不太妙，却也能隐隐约约察觉到她在与一个暗处的神秘力量交手。若是不错的话，正是那一道力量困住了风清扬，这是他第一次与邪影族的势力交手，他自不敢小觑他，而对方的力量远比他想的还要强大，不过只是隔空竟生生地震碎了他的招魂神音。他的魂魄很危险，若他现在无法将他的神魂带回来，或许今日之后风清扬将会永远消失于此了。邪影
邪眼的阵法，这便是当年将九阳神帝打败的力量了。主人，这个阵法好生奇怪，竟然无法撞破。主人，这个阵法似乎在吞噬我们，一旦我们被吞噬，我们就毫无招架之力了。主人，你想干什么？融合，我也可以。身穿白衣的女子破阵而出，双掌翻飞之下，跟前阵法上的光芒一点点的变得更强更强。墨镜公子，这位姑娘是在加固那阵法吗？那阵法不是用来吞噬风大公子的吗？大师姑娘的举措咱不要质疑，你只要知道大师姑娘一定是在帮你。好，诸神之阵紧紧地覆盖住了原本的阵法，虽然看似在帮助那阵法一点点的增强，可岳清晨清楚地知道，他的诸神之阵彻底的反客为主，控制住了风清扬身下的阵法。那阵法之上一阵阵的杀戮气息四起，要将自己的诸神之阵撞破。诸神之力又岂是尔等能随意撞破的？将紫阳琴召唤而出，神音之力再度响彻整个山洞。魂兮归来，去君之横干，何为四方歇？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详歇。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脱歇。长人千仞，为魂是所歇。时日待出，流金硕时歇。彼皆习之，魂往必是歇。归来兮，不可以脱歇。魂兮归来，别处不可以止歇。魂兮归来，魂兮归来。他的指尖落在琴弦上，速度越来越快，不知不觉间有鲜血溢出，一点点的化作两条鲜红的琴弦，落在了已经断裂的琴弦之处。伴随着他口中的魂兮归来的低吟，岳清晨早已琴弦合一，从紫阳琴上仿佛有一道染着血色的缝突然窜出，如同沐浴着烈火涅槃而出，冲向诸神之阵。诸神之阵此刻带着风清扬身下的那道阵法骤然碎裂，他成功了，他成功的召回了风清扬的魂魄。他还以诸神之阵反噬了那道阵法，更是通过对方自己设下的阵法将神音之力释放了出去。他感觉得到神音之力重伤了一个人从惊雷之中落下来的魂体回来了。他再度催促起了指尖的紫阳琴，将那道神魂与身躯归位。多行不义必自毙，尔等洗干净脖子，且等着，你们最害怕的九阳神帝，你最害怕的祖宗回来了。一声声清脆的声音顺着阵法传递到了对方的大殿之中。紫风城主，你且看看他现在情况如何？姑娘，他的身体竟然恢复如常了，一切都恢复如常了。现在可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了？姑娘，我答应过你的，只要你能救下风清扬，我这条命都是你的。现如今他既已脱险，那我也就没有牵挂了。姑娘，我为我之前对你的不敬向你赎罪，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向紫风城的百姓赎罪。指尖一动，将他的力量再度打散。但是姑娘，我说过知错就改，善莫大焉，更何况风清扬还需要你的照料，我要你的命又有何用？你是紫风城主，又是这天地间难得的丹仙，与其送了这条命，不如多为天下百姓谋些福祉，造福于众人。大师姑娘，从今往后只要是能用得上在下的，在下一定赴汤蹈火，全力相助。好。大师姑娘，我们从前是不是见过？沈墨清，你虽然人傻了点儿，不过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的收你为徒。不了，大师姑娘，我的师父只有一个。你确定不当我的徒弟？好，你可别后悔。我只认准了一个师父，其余的人哪怕再好，也取代不了师父在我心底的位置。所以，大师姑娘，多谢你的好意。风大公子何时能行？大师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风大公子方才是被您召唤回神魂了吗？此次他倒是受了苦，他的神魂被人夺走，被人炼化。紫风城主，可还记得那位谋士方才的举措？他正是在召集其天资卓绝之人，提炼他们的神魂，以此来催促风大公子神魂的炼化。我当真不知这一切，可是那位谋士是青瑶神君一手教导的呀，青瑶神君怎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罢了，都过去了。他竟发现风清扬身上的气息再度开始变弱。紫风城主，小墨清，你们先出去，我要单独替风大公子诊治。金凤之力的最高境界，活死人肉白骨，一道道金光落在那男子身上，从风清扬的身上有一阵阵淡紫色的光芒涌现，这是他的神玄之力。风清扬自幼便觉醒了玄鸟半生兽，同时拥有了神玄之力，但是这道力量早已经被锁住了。岳清晨终于知道了为何风清扬会神魂离体，这么多年被人操纵了，是风清扬的潜意识自主封闭了他的力量。为何？风清扬为何要封闭自己？你是凌风世家的长子，你怎可锁住自己的经脉？怎可自我吞噬？我要这神玄之脉有何用？我身为凌风世家的长子，却护不住爹娘，护不住自己的弟弟妹妹。与其如此，不如封闭住自己，也好过被人夺走这道力量。你为何救我？我早已将神玄之脉封闭住，即便我的神魂被炼化，对方也得不到丝毫好处。我还想着去陪我的爹娘，还有我的那个妹妹。那个妹妹，我没有护住她，
我从前一直觉得我与他最是投缘，但是我却从来不知道她竟是我的血亲，是我的亲妹妹。最后直至她死得那么惨，我却都无能为力，却都没有赶上去帮一把。你不知道她死得有多惨，是我对不住她，是我无用，让她落到那样的地步。我护不住家人，守不住凌风家族，我要这神玄之力又有何用？又有何用？更何况即便是醒青青，他定不会原谅我们的，他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却从来没有认出，任由他落到那般的境地。风清扬还在自我吞噬。风清扬，你住手！谁说你这神玄之力没用的？你赶紧醒来，我们一起去守护凌风世家，去光复凌风家族。姐姐已经找回来了，爹娘也已经寻回了。风清扬，你难道只有那个懦夫吗？醒来啊！低喊之下，休要骗我，你是何人？风清扬，你不是要我原谅你的吗？可是你现在怎么还没有认出我？胡说八道！你是何人？胆敢冒充青青？风清扬，你忘了我们的初相识源于一杯桃花酒，你还与神龙之主有过一次约定，你们约定要在3年之后比试一场，分出个高下。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我收服谦虚之后，你闭关之前，你提前给我祝福，送了我一个玄羽符，并且亲自承诺，等我与神龙之主大婚，你会前来喝上一杯喜酒。只是可惜啊，玄羽符当年也跟着我自己一起被弄丢了。你，青青，是我回来了。青青，你是青青，可你明明死了是不是？我的确死了，经历了10世的轮回，这是我的第10世，从一个一无是处无法修炼之人，一直爬到了如今的境地，从下界一步步踏足此处。所以风清扬，你怎么可以继续在这里自怨自艾？你是九阳神帝的长子，是天之骄子，承载了凌风世家甚至整个天下的使命，你不该这般沉沦的。如今歹人当道，凌风没落，难不成你愿意一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我将你的神魂救回，这是我对你做的最后的事情。风清扬，你仔细想想我的话，若是你还要继续陷入自责之中，继续沉沦，那就随意。毕竟凌风世家也实在是不需要一个这样自甘堕落之人。若你愿意与我一同去光复凌风世家，那我随时等着你，等你彻底的醒来。大师姑娘，她怎么了？何时能醒来？应该很快了。子枫城主，你暂且需要好好照顾她了。真好，风大公子终于要醒来了。娘亲，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坏人。是的，娘亲，这其中莫不是有什么误会？娘亲，那个野兽要吃了他们了。硕大的蛮兽张开大口。娘，好儿子，没事，活下去，你一定要活下去。娘，为什么是我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那是邪影族，邪影族人该死！蛮兽吞噬了他们，快点吞噬啊！娘，我们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儿子，你要记住了，是我们不够强大，才会落到这样任由人欺凌的地步。以后若是有机会，一定要努力的变得更强，这样才不会有人敢欺负你。儿子，记住我说的话。娘！痛苦的嘶吼声在刹那之间回荡在整个天地之内。是谁？谁在闹事？什么人？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这里破坏蛮兽吞噬邪影族人！天傲宗自诩为名门正派，今日却在此当众让蛮兽吞噬百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所谓的名门。是你伤了蛮兽？是我，又如何？臭丫头，你在这里阻止我们处置邪影族人，莫不是你与他们是一伙的？真的是邪影族人吗？风天傲。天傲，他的确叫天傲，但是早在万年之前，他就已经改了姓氏，改为凌，为的便是隐藏自己当年的那一段过往。你胡说什么？风天傲，怎么了？当年在凌风世家给凌风世家洗公桶的人，如今改了个姓，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拿一群无辜百姓来当做邪影族，也就只有你才能使出这样下作的手段了。他的确以普通老百姓充当邪影族人，但是他早已经逼着他们全部吃下了丹药，让那群老百姓们的模样看着与邪影族人无异。丫头，你定是那邪影族余孽，要在此救下这群孽障，如此我又岂能饶过你？天傲宗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抓获邪影族的大功臣，又岂能容这臭丫头在这里污蔑？这可是静脉场特地给我们的开胃好菜，却被这个姑娘给打扰了。这么大胆的丫头，也的确该被教训教训。娘亲，我们来帮你。好，他们都是邪影族的余孽，抓了他们！邪影族的余孽理应被蛮兽吞噬，将这个女
人抓了，丢入静脉场内，这2个孩童活捉。小公子，赶紧回来！他们终于见到当年谋害娘亲的坏蛋之一了，他们今日必须要替娘亲好好讨个公道。这2个小子竟然力量这么强大，看来真是邪隐族的余孽，难怪这个女人敢这么嚣张。余孽必须要铲除。小莫哥哥，怎么办？他们又在说娘亲是邪眼族的余孽了。上！小子，你干什么？臭小子，放开我们！叔叔们，我要你们向我娘亲道歉哦！我娘亲才不是邪眼族的妖女，只要你们道歉了，保证不再对我娘亲不敬，我们就不会对你们怎么样，就会放了你哦。对了，你们还得承认你们的师傅今日做错了事情，以后不可以再抓无辜的百姓了哦。你们就是邪隐族的余孽，我的师傅乃是天奥宗之主，是天下最慷慨大义之人。臭小子，同你们那娘亲一样，全是祸害。我给过你们机会了，可是你们却不知悔改，还如此对我娘亲不敬。嘿嘿，我生气了哦！对我娘亲不敬，就该接受代价哦！狂妄小儿，抓我天奥宗的人，